傻子只是熏了一盘蚊香，竟然成了天才。不但会发明各种东西，而且还会写诗，写出来的都是千古绝句，学子富商竞相追捧，一首诗万金难求。百姓都说那蚊香乃是天上的神物，能让瘸子走路，瞎子复明，傻子开窍。大哥，这是我的狗。常威，给本少爷过来。二弟，你看，你恐怕是认错了，它是我养的狗。来来来，尝尝这道麻辣兔丁。伯父，小侄敬你一杯。大哥，这真是我的狗。二弟，不可玩物丧志，记住，我们还有许多的事要去做。你瞧这狗东西，它如果敢认你，到了冬天，我就敢把它给炖了。对了，那些学子这些日子可还在良义县等着买蚊香？大哥，2000多学子依旧在等着。另外，现在蚊香已经被打上了神物的标签。大哥啊，你这病当真是这蚊香熏好的吗？你看我现在像是有病的样子吗？而今可不仅仅是这些学子们想要购买，就连良义县的商贩们也对这蚊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咱们这蚊香再次上市销售，定然再被抢购一空。因为我已经听到许多消息，那些学子们在买，可就不是一盒的量了。这不行啊，产量有限，可不能被某几个人一家伙给买空了。万一他们熏了几百盒蚊香之后，除了驱蚊，并没有其他任何效果，这可是会给百花蚊香抹黑的。得细水长流，慢慢的来。再过3天，蚊香投放市场，但是得出一个新的规矩，每人限购2盒。为啥？有人抢购不是很好的吗？怎么还弄出个限量来了？不为啥，你就按照我说的办就行了。现在生产出了多少盒蚊香啊？这统计下来已经有6000盒了。那再过3天应该能够有1万多盒，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去办吧。徐小贤这一晚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徐小贤刚刚起床，还没来得及洗漱，便听见了常威汪汪汪的狂吠声。他来到了前院，便听见了急促的叩门声。谁这么早？发生了什么事？少爷，里面说，少爷有个叫周阎王的意图对您不利，您快看看。周阎王这王八犊子还真是锲而不舍啊！李刚，他居然是李大爷您的儿子，原来他是受周阎王之命回来杀我的。这特么的，幸亏我做了一件好事，让李刚幡然醒悟。不过我似乎能派他卧底周阎王啊。这个交给他，然后会发生一些事情，接下来他会离去。你别问为什么，也不要对村民们多说什么，就说李刚在外面还有事，这是演戏，切记。来福，停车。志蕊，你在马车里等我一下，我去陶器店里买个罐子。堂主，要不要？有人不让他早死，他如果现在死了，咱们会迎来灭顶之灾。听本堂主的话不会错，你记住，如果有人要徐小贤的命，你非但不能去添一把火，反而还得要出手相救。这小人岂不是暴露了？别老是把自己当着贼，你要记住，你就是个商人。你要知道，当贼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堂主，当贼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是成为君子。君子？我他妈和君子有半文钱的关系吗？你恐怕不知道君子是什么，本堂主今儿个就教教你。君子者，当德才兼备，文质彬彬，有内涵，在谈笑风生间，切果而脸色不变。你懂了吗？这徐小贤简直不让人安心，这大下午的，你待在闲云水榭喝茶不好，这又是跑哪里去了呢？让开，徐小贤，纳命来！卧槽，叫你丫用棍子，你他妈用匕首！徐小贤生怕这家伙真的一匕首将这身子给戳个窟窿，他转身就跑。李刚飞快地追。这戏当然得做全套，用棍子不符合刺杀徐小贤的画风，还是用匕首更有说服力一些。我操，那不是我在凉州周阎王的府上见过的李刚吗？快去救徐小贤！妈的，人还有这样的死法！许公子快跑！少爷一定是怕我这一家伙没刺上，去了凉州无法给周阎王交差。少爷高义，为了我的安全，居然要硬吃这一家伙，也不知道会有多疼。有刺客，有刺客呀！来福，快背上少爷，走去周氏医馆。哦。来福，你
你他妈看着点啊，少爷，对不起。徐小贤，你给本姑娘站住！这是你第4次把我弄出血了。你们说，另外3次星儿小姐是哪里流血了呢？星儿小姐不是武艺高强吗？许公子手无缚鸡之力，他是怎么把星儿小姐给弄出血的？这当然得星儿小姐配合才行，不然星儿小姐一只手就可以拧着许公子荡秋千。你这意思是星儿小姐故意的？不然呢？可莫要忘记了，许公子而今可是咱们梁邑县的大才子，甚至极有可能成为咱们大臣的大才子。这样的人儿，星儿小姐仰慕不足为奇，是吧？双胞胎同嫁一夫，这在床上该怎么分辨呢？你是不是傻？需要分辨吗？小孩子才会好奇的去分辨，大人都是通吃。10厘米异物全部插进男人的屁股，每拔出1厘米，男人就叫唤一声。不久前他遭遇了一场刺杀，本来是为了演戏，可没成想真受了伤，匕首全部拔出来，徐小贤差点晕了过去。消毒，一定要用碘伏消毒。徐小贤躺在床上，抓着季月儿的手，痛并快乐着。李刚这货下手真他妈狠大，也不知道这货跑出了梁邑县没有。幸亏梁邑县的捕快一个都没在，不然他丫恐怕插翅难逃。希望他能安全的回到周阎王的身边吧，不然老子这一下可算是白挨了。许郎，你好好躺在床上，晚饭我来做。那就有劳你了，等我好了再给你做好吃的。对了，得告诉岳父大人一声，这几日我出不了门，但不影响水库这个项目。现在官府得开始征召村民服徭役了，不然等到了稻谷收获的时候又会耽误。瞧瞧，什么叫忧国忧民？季月儿的眼睛湿润了。许郎受了如此重的伤，他依旧念念不忘为梁邑县百姓造福这件事。这是怎样的品性？这是高风俊杰、赤胆忠心的崇高品德。这样的少年，他是我的未婚夫，我季月儿何其之幸能拥有许郎。这样的少年，他是我的未婚夫，我季月儿何其之幸能拥有许郎。我得给许郎做一顿丰盛的晚餐。对了，得给他炖一盅老母鸡汤来好生补补。彻底迷失自我的少女，风风火火地去了厨房。听说今儿个在过桥下，大哥遇刺。大哥死了没有？你就想你大哥死，你大哥死了，你能有什么好处？啊，我不是这意思。听说大哥遇刺血流不止，那恐怕很严重了。如果大哥死了，是不是就能把旺财给弄回去？那你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大哥没死就能救，我带来了最好的金疮药。哼，祸害1000年，他死不了。他这小姨子的意思是大哥是祸害。按说小姨子这样说姐夫不妥，但季仙儿不能按照寻常的小姨子去看待，也或许他真的认为大哥是个祸害吧。可大哥也没做啥对不住他的事啊。这梁邑县不是都传疯了吗？说大哥让他流了4次血。二哥啊，你想想这容易吗？他们是双胞胎，恐怕大哥分辨的不是很清，尤其是黑灯瞎火的晚上。不过大哥和季月儿还没走到这一步吧？就隔着一堵墙，难说。那就是大小通吃了。大哥威武，走吧，去看看大哥。好，这大哥受了重伤，晚上可没好吃的了。要不要去淡水楼叫一桌席面来？这个可以有，我们先看看大哥再说吃的。两人走了进去，拐入了前院。来，帮个忙，苏公子，你帮忙杀一只鸡；朱少爷，你帮忙烧一下火。他们锦衣玉食，可当真没有干过这些活啊。嫂子，待会我们去看了大哥，就去淡水楼叫一桌席面。不行，许郎受伤极重，我想亲手给他做一顿晚饭。就在这时，来福和志蕊走了过来，这难题终于算是解决了。许郎，我炖了鸡汤，来尝尝。许郎，怎么了？能怎么了呢？这汤里是放了多少盐啊？啊，我太感动了，你放着，我自己来。不，你是病人，我得服侍好你。徐小贤经历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星儿小姐，我忽然想起家里还有点事，先告辞了，还麻烦您给大嫂说一声。对，我想起来了，文香明儿得上市，还有些事情没有安排，我也告辞。这是怎么？许郎的身子骨太薄弱，今儿个还流了那么多血。从现在起，我每天都得为许郎炖1盅汤，他好，我才好。许郎，你脸色怎么愈发苍白了啊？额头都冒出冷汗来了，是不是还很疼？我宁愿再被捅一刀，不过这是季月儿的心意，所以的喝啊，没事，就是觉得有点虚。这以后炖汤做菜这种事就交给志蕊来做比较好。不，这是我应该为你做的。这汤可是用的老母鸡，还加了一些当归党参，很有营养。你正好虚弱，我再去盛一碗来。
少爷和嫂子，这干柴烈火的，连命都不要了。季月儿羞红了脸，连晚饭都没吃，离开了徐府。寻思的是，明儿得去西市街多买几只鸡，给许郎炖汤，这事儿可不能停。志蕊，来福。随手写的对联能换1000两金，老板还要给他磕头作揖，另外再送他500只鸡和1头牛表示感谢。这牛还得是从外国运过来的奶牛。比起酬金，徐小贤更在乎奶牛。李掌柜可能帮我买来。公子想吃牛肉，这可是犯律的。不，少爷我想喝奶，那东西补不是。李掌柜，你究竟能不能做到？做不到就当我没说。少爷我屁股疼，得去躺着了。来福，送客。公子稍安，小事小事，这奶牛就包在小人身上，保证2天之内给公子送来1头健壮的小母牛。这还差不多，看来敌人为了接近我也是下了血本的，还能敲诈一些什么出来呢？徐小贤这厮的目光怎么如此的贪婪？这厮爱财啊，看来这是徐小贤的一大弱点，得好生利用起来。云来之，效应五湖四海，佳人好客。雨季也，喜结3教9流，势能工商。当真是名副其实的大才子，妙妙妙！许公子高才，小人佩服的五体投地。哼！贤侄大喜事，大喜事啊！李掌柜，你慌啥？啊，尿急。哦，来福，带李掌柜的去。那人好像是云来客栈的掌柜，他来干什么？求一副对联。季中坛这才看向了桌上墨迹未干的这副对联，但现在他显然没有心思去欣赏。凡之伤得重不？重。伯父，快说，喜从何来？啊，是这样，你百花村不是需要人吗？伯父昨儿去了一趟凤鸣镇，专程去为你解决百花村那些产业缺人这个问题的。贤侄你不知道，为了将凤鸣镇的人弄到百花村去做工，伯父我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你得注意了，就在今明2日，凤鸣镇恐怕会有4000余人前往百花村，这够了不？不够，伯父再去给你弄点人来。不是，伯父，我需要的是有序的移民啊！4000人，这突然而来，怎么安排得下去？伯父我负责把人弄来，至于这些人弄来之后该怎么安排，伯父相信你有的是办法。好吧，老子还真有办法。许郎，谁送了你那么多的鸡啊？待会我就去给你炖1盅汤。我操！备车，少爷我要去百花村瞧瞧。许少爷，季县令，小人告辞。多谢李掌柜的鸡，李掌柜可别忘了我要的小母牛。下次李掌柜带牛而来，本少爷定会煮茶相待。喂，哎，这特么的，早上抢鸡，原来抢到了这县令千金的头上。都是为了许少爷的健康，还请小姐见谅。来福，送客，去帮我将朱少爷和苏公子一并请。啊，这都快50了，我得去给你炖1盅汤。那个，你这不刚回来吗？肯定累了。我已经交代智蕊炖汤了，你就歇息一下。这哪里行？你不是说我炖的汤味道极好，要喝一辈子的吗？我不放心智蕊的手艺，这事儿还是得我亲自去。这王八犊子当真是昧着良心在说话啊！这也是许，你许良心疼你，你就坐下吧。他难得能够在家里，你多陪陪他说话也好。那我晚上再给你炖汤。贤侄啊，若是真来个4、5千人，你如何将他们安排下去？闻香的销路今儿个一售卖，不等朱重举和苏平安一来就知道。我估摸着又会脱销，那么百花村的那小作坊就来不及生产。如果真来个4、5千人，那就分3000人去修建造纸作坊，其余的人再建一个大的蚊香作坊。人多，造纸作坊的建设就能很快完成，就能投入生产。造纸作坊需要的人多啊，这3、5千人也是能够容纳进去的。现在我考虑的问题是，他们若是回去了，这作坊立马大量缺人，我要怎么办？所以伯父，牛角沟那边的那3个村子得赶紧出文让他们迁移了。好，下午我去了县衙，就出一张文书，告诉那3个村关于水库征集搬迁的问题。伯父，水库的选址已经完成，前期的勘测这几天也会有消息，接下来就是需要人了。这服徭役的公文也得一并出了，到时候小侄才好安排。这件事稍等。为啥？因为不能给徐小贤说，是因为税赋收不起来，凤鸣镇的那些百姓要去他的作坊赚些银钱来补贴呀。因为勘测还得更仔细一些，百姓们搬迁也还需要一些时日。再过2、3个月，这田里的稻谷也差不多该收割了。我的意思是，等百姓们将稻谷收割之后，再行修建水库这事儿。那时候
毕竟是农闲时节，可减少百姓们的损失。这话也有道理。徐小贤仔细一想，好吧，那就等稻谷收割了之后再说。大哥，大喜事啊！大哥疯了！大哥，我哪里疯了？啊，不是，是凉邑县的人疯了。咱们那百花纹香宴的大门又被人给挤塌了，蚊香卖光了。若不是大哥限购，绝对会瞬间卖光，1万盒全卖光了。当然，银子太多提不动，这是从福源钱庄兑换来的银票。下午，二弟继续去百花村，接下来这1-2天，百花村会来很多人，咱们要大干一场。90%的人不知道，古代麦芽糖5000元一斤，还吃着扎嘴。就算是这种劣质糖，也只有达官贵人才能享用。只因古代制糖技术低下，又被贪官垄断，百姓都吃不起。志蕊，哎，新上市的麦子泡好了没有？好了，要不要磨成浆？磨成浆来干啥？我又不吃麦面糊糊，放着。少爷，我来给你们弄好吃的。徐小贤将浸泡了6个时辰的麦子用篦子沥干，在下面铺上了一层薄薄的湿棉纱。记住，每天给它浇一点水，别多了，种子润湿即可。少爷，你这是要在篦子里种麦子？想啥呢？这玩意儿可没办法水培。少爷给你们做点零嘴，保证很好吃。许郎，这东西做出来叫啥？麦芽糖。啥味道的？甜的。麦芽糖和饴糖有什么区别？这麦芽糖和饴糖事实上就是一个东西。这世界有饴糖了？有啊，长安有卖，特别贵，1斤要2两银子。这玩意儿成本很低啊。做麦芽糖最简单的法子就是用糯米和小麦。糯米这玩意儿挺贵，算下来成本不到90文钱的玩意儿可卖到2两银子，这特么20倍的利润啊！这东西为啥会这么贵啊？很难做呀，听囊说这东西是官府的酿酒作坊里生产出来，技术掌握在酱作司的手里，成本很高，产量很低。所以这就是垄断的生意。掌管酱作司的这家伙不知道贪墨了多少银子。那我们弄出来可以卖不？当然可以，只是这么贵，能有几人买得起？等我做出来之后，你尝尝和长安的味道是不是一样？若是一样，我只卖1两银子1斤。比长安便宜1半的价格，真的能做出来一模一样的吗？如果这东西能够大量的生产出来，完全可以通过我囊的马帮销往各大州府，甚至进入京都长安的市场。1两银子有多少利润？成本加上人工100文钱，1斤饴糖赚900文。在古代，糖的需求是极大的，只是受制于价格和产量无法得到普及。像凉邑县这种县郡一类的小地方，甚至连卖糖的铺子都没有一个。你做的时候叫上我，我觉得如果真可行，可以在百花村再建一处百花饴糖作坊。2天后，就在季月儿、季星儿和志蕊见证下，徐小贤亲手做出了麦芽糖来。3个女子在尝了之后赞不绝口，尤其是季星儿，她的眼睛贼亮呀！我怎么觉得比娘从长安买回来的还要好吃呢？明，咱们在百花村建这作坊，你不方便走路，我去。3个村子搬迁后，百花村似乎没有足够的田地给他们耕种了，这倒是个问题。徐小贤现在不能出门，心里想的是，反正现在渠河水库这事暂时搁置了，等那些村民们秋收之后再去一趟，那时候造纸作坊应该建好了，造纸作坊的前景他们也能看见了。距离乡试只有2个多月了，趁着现在不能到处跑，徐小贤在闲云水榭里煮了一壶茶，翻起了书本来。少爷好，这位是王富贵。原来是你小子。那个少爷，小人当时言语有些冒犯，还请少爷原谅则个。少爷，我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不过你当时说少爷我是傻子，这个我真不承认。王富贵一怔，你还说你不是小肚鸡肠的人，这都过去半个月了，你还记得呀？小人前2天已经去百花村看过了，小人眼下少爷不是普通的傻子。这说的什么话？会不会说话的？不，小人不是那意思，小人的意思是傻子怎么能和少爷您比呢？您比傻子可厉害多了。知道少爷厉害就好。二狗子，少爷还有些事正好交代你去做。小人不敢。啰嗦，少爷叫你们做就做。有啥事？少爷，小人就是想问问，若是少爷的那2处作坊，万一，小人是说万一，以后生意不太好，咱们搬到这百花村来之后，吃什么呢？我记得你是桃源村的。回少爷，正是，小人是桃源村的族长。少爷，我前些日子遇刺，不然我早就去你们村子了。蚊香这个东西而今卖的如何？想来你多少也了解一些。造纸作坊大致在3个月之后完工，接着就将生产，你们也能看见生意如何。今儿一大早，少爷我那未婚妻，你们的少奶奶也去了百花村，将在百花村建设第3个作坊百花饴糖。你们等等，你尝尝，这就是少爷我做出来的饴糖。好甜，好味道。莫要舍不得的样子，像少爷我这样吃才过瘾。你这是干啥？这等稀奇玩意儿，小人想要带回去给我孙女尝尝。你吃了，
待会少爷给你取一些带走。这多谢少爷，有这一块就足够了，可不能吃上了瘾，买不起。废话，叫你吃你就吃，以后所有百花村的村民们都会有糖吃。当真？少爷，我什么时候骗过人？你为族人担忧，这个本少爷理解。本少爷要告诉你的是，未来的百花村就算只有这3个产业，也能养活所有人。另外，渠山下的那些山地都是我那岳父送给我的，你们若是怕作坊不足以维持你们的生计，大可以去开垦那些山地。你们不是我徐小贤的佃户，而是我雇佣的工人，无论是在作坊里做工，还是在山地里干活，本少爷都支付相应的工钱。你们会发现收入远远超过你们以往种田，你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会像这饴糖一样越来越甜。哇哦！少爷，那些山地种啥也种不活的。这是一次荒唐的耕田行动，土地被挖出一个20米深的大坑，不久，竟然从土里挖出了一个金娃娃。少爷，这些蛋是村民们一起凑的，这鸡是小人家里自个养的。少爷受了伤，大家都很记挂，原本早就受村民所托该来看少爷的，但凑齐这些蛋花费了一些时日。少爷，您就给我个实话，您的伤是不是我那逆子干的？若真是他，小人哪怕拼了这条老命也要去凉州弄死他狗日的。这大把的年纪了，咋火气还这么旺盛？不是李刚。对了，那3个村子的人有多少户搬到了百花村？昨儿才刚刚统计过，要落户在百花村已有1000来号人，其中以桃源村最多，只是房舍还没有建起来，不过已经有许多人开始在工地上干活了。官府给的政策是补偿每一户搬迁人家1两银子，1两银子够建房子吗？农村的土墙茅草房子不值钱，值钱的是农具，但农具可以带来呀，所以他们搬迁不亏。他们已经开始准备修建房舍，正在平整地基。王富贵说等房子修好，秋收过后正好搬过来。不错，新的窑建好了没有？砖瓦烧出来了没有？窑匠老探头说再改良一下进风口，第3窑就能达到少爷您说的水准了。很好，你告诉这那3个村的族长，所有的房舍全部采用砖瓦来建，砖瓦由隧道窑提供，免费。百花村也一样，等农闲时候，将你们那些土墙房子全部推倒重建。这间房子有讲究，少爷这2天画几张小青瓦房的图纸出来，按照这图纸去修，美观漂亮，咱们百花村会焕然一新，你们也能住上干爽亮堂的房子了。少爷，这可是500来户人家，500间房，这得用多少砖瓦？无妨，隧道窑的技术一旦成熟，砖瓦这东西就不值钱。人活一辈子为了什么？不就是房子车子票子啊？不就是房子肚子孩子吗？隔壁的那堵墙上冒出了一个脑袋，季星儿刚刚探出头，想要翻墙来瞧瞧今儿晚上吃什么，却没料到正好听见了徐小贤在慷慨激昂的夸夸其谈。他们都是百花村的村民了，少爷我说过要带着百花村脱贫致富，这住就是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百花村的村民要住好，接下来他们会吃好，等学堂建起来之后，他们的孩子能学好。我所希望的是4个村子大融合，村民之间没有芥蒂，能齐心协力，能共同奋斗出一个美好的未来，如此少爷我才心安。李大爷离开徐府的时候脑子是晕乎乎的，他从来没有想过能够住上青砖瓦房，但现在他信了，因为有少爷在。这家伙看来是真的在全心全意地为百花村村民们做事。来福，百花村护卫队这事人找齐了没有？齐活了，百花村选了15人，其余3个村子各选了10个，一共45，加上我和二狗子和李赖子，48人。只是少爷啊，小人哪里懂得这护卫队的训练法子呢？无妨，等少爷有空了给你写个训练教材。对了，你有大刀了，其余人的武器得配备上，都统一用刀吧，另外得配上剑，万一北魏的人打过来了，少爷可是将身家性命砸在百花村的。真发生了这事，若是没法保护那些作坊，少爷我可就啥都没了，还想吃肉，还想吃鸡，到时候吃屁。你明白了少爷我的良苦用心了没？少爷，这40-50人不够看，要不咱们这护卫队弄个千把号人。你这菜往后得再多做2道。许郎，我去给你弄个菜来下饭。你可别。吃饱了，你累了，歇着就行。饴糖作坊弄得怎样啊？这作坊简单，但我和志蕊计算了一下，要能够做到日产1汤1000来斤，这作坊就要弄得大一些，毕竟要存放那么多的糯米和小麦。任何事都要劳逸结合，可别累坏了身子。等这作坊建起来，我会物色2个放心的人，然后将作坊交给他们去打理，别的时间看够了吗？这怎么看得够？看一辈子也是看不够的。晚上我走后门。小姐，夜已深，该歇息了。你先睡吧，我还要想一些事情。子儿转身正要离开，季月儿却叫住了他。
将这灯笼也拿走，这会不会太黑？无妨，黑一点更显幽静。咦，姐姐呢？子儿不是说她在这凉亭里的吗？季星儿坐在了凉亭里，望了望那堵墙上的那扇门，心里咯噔一下。姐姐将子儿支开，莫非她去了隔壁？这还没成亲呢？难道他们已经情不自禁？要不要翻墙过去瞧瞧？不能，万一看见了不该看的事，眼睛会生疮的。徐小贤，你这家伙可千万不要对姐姐做出了逾越那最后一道防线的事，否则我季星儿饶不了你。哼！是姐姐回来了，这么短的时间，是徐小贤不行，还是根本没有发生什么？这就是心有灵犀，月儿果然在这里等我。月儿，季星儿的嘴被堵住。哎呀妈呀，这是怎么回事？情急中的少女一抬膝盖，这家伙就顶在了徐小贤的小腹。徐小贤的小腹传来一阵剧痛，他松开了手，少女一腿踹来。就在这时，季月儿匆忙地走了过来，她听见了这声响，点燃了火折子，看见的是妹妹季星儿正在抹嘴。她又看向那扇开着的门，心里陡然升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怎么了？有坏人跑过来，我给了他一脚，才想起可能是你那许郎。季月儿瞪了妹妹一眼，这么好的风景，酝酿了这么久的情绪，好不容易下了这么大的勇气，这一家伙就被这死丫头给弄得全没了。还是先去瞧瞧许郎吧，可别被这死丫头一脚给踹坏了。老爷为何寻死？凉邑县的税都被收到90年以后了，百姓成穷鬼了，没油水可榨了。可我们从来没想过刮穷鬼的钱，不刮穷鬼刮谁的？刮徐小贤的。你的意思是，凉邑县并没有因为增加了税赋出现民变，缘由就是因为徐小贤。主家原本是要出问题的，可徐小贤那小子在百花村开了一个蚊香作坊和造纸作坊，小人不知道他如何懂得造纸之术，但这作坊看起规模极大，安置下去了4、5千人，他给出的工钱是每人每天20文，这小子哪里来的这么多的银子？当初他那府上的管家张秀，明明是将他府上的银子败光了的。听说他用收门票这个法子坑了那些学子们一笔。许云楼这个儿子看来不简单。既然这样，我那外孙说慧能大法师希望许小贤在修建好了渠河、水库之后再死。他死在江湖人的手里当然最好。慧能大法师要将青龙寺落在残月山，你去和他接触一下，行些方便。等凉邑县税赋收起送至凉州的途中，请青龙寺出面将这些税赋结了，老夫必须扳回这一局。哦，你下去吧，告诉周作停下对许小贤的所有动作，让他再风光一段时间，越风光越好。这一切都是许公子所赐，你们记住，这一切都是许公子所赐。许公子他叫许小贤，我们桃源村王氏一族的大恩人。许公子的恩情还不完。我那儿子被选去了护卫队，老子给他说了，20文钱不能白拿，许少爷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他那条命，老子家里6口人的命都卖给少爷。北打听一下，咱们能不能也搬迁过来？可惜渠山水库没有选在我们那，这户籍可不好迁移。难啊，咱们要是真的跑这来了，恐怕东家会找少爷算账。那些地都没人种了，他们哪里会愿意？得想点啥法子，这里真的太好了。哎，这里的活儿最多再做20来天就结束了。走吧，这就是命。听说少爷要手艺人，砖瓦匠都要。好像是听李大爷说的，说是只要会手艺都可以留在百花村。估摸着少爷还有什么活计。李大爷也不知道少爷要这些手艺人来干啥。此刻许小贤带着季月儿等人正站在雪坪沟旁，造纸作坊的地基已经完成，剩下的就是按照图纸砌墙。这玩意儿很快，最多月余，这作坊就能完全建成了。暂时我也没想好，但手艺人若是能够留下来，以后肯定有用。季月儿瞧了瞧许小贤，以为许小贤的造纸作坊需要这些手艺人，但显然他误会了，造纸也没啥技术含量，只是其中的一些窍门，寻常人不知道罢了。他想要留下这些手艺人的目的是用来冶炼。这世界的铁，至少徐小贤现在知道的铁里面的杂质含量太多，这就影响了铁的硬度。他很想寻到一处铁矿藏，然后采用古法来炼制冰铁，也就是前世大名鼎鼎的乌兹钢。可到哪里去找高品质的铁矿呢？算了，这事先放一放吧，距离乡试还有个把月了。这临阵磨枪不亮也光，总得要看看书磨一磨。
要不要我告诉你怎么解？不要，我能解出来。那这东西不急，先休息一下。许郎，这次乡试，你若是中了举人，依旧不入朝为官吗？不，你瞧瞧你爹，这些日子为了将税赋收起来，忙得像狗一样啊！我不是那意思，是忙得脚不沾地，连回家吃口热饭的时间都没有，图啥呢？就守着现在的这些产业过一辈子？不，这些产业仅仅是个开始，我的理想是种地，种好多好多的地。种地和这些产业有什么关系？季月儿脸上有些疑惑，若是单单只想当个小地主，等娘亲回来将百花村外的那些田地都卖给徐小贤，他不就成了个大地主了吗？何必去折腾百花村的那么多事？你错了，种地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当个地主简单，可要当个大地主却不容易。从古至今，要想在种养殖这些行业里真正赚到钱，需要极大的投入，不仅仅是买入大量的田地，那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地主，可不是我想要的。那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我想要的是创新，是稻田也能够当旱地用，实现亩产翻倍。我想要的是某种作物能够亩产数千斤，一举解决这个世界的粮食问题。我想要的还有花式农业。现在的社会，绝大部分人还处于只为吃饱肚子这样的简单需求，但事实上，生活可以过得更美好一些。比如桌上还能多几个菜，也比如农人也能吃上鸡等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银子来支撑，所以我得从商业开始，等积累了一笔财富之后，才能着手去捣鼓农业。季月儿就有些懵了，农业这个东西，从古至今不都是这样耕种的吗？要说区别，在季月儿想来，唯一的区别就是这田地落在谁的手里。咱们不谈这个问题，农业要见到效益，可不像作坊那么快，慢慢来吧。咱们先把百花村经营好，先摸索出一条适合这世界农商业发展的道路来。晚上后门，现在若是有人看见，可羞死人了。宝贝儿，相公这辈子能遇见你，能娶你为妻，是相公的福分，相公我会好生珍惜你的。亲，我真的爱你。季月儿哪里听过如此肉麻的情话，他这时候原本心里就慌慌的，此刻再一听，仿佛觉得有一阵暖风吹来，令他的心都化了。不要，晚上后门。好，晚上后门。你们在干什么？女人虽然不认识黄瓜，但还是兴奋到脸红，只因为男人给她说了黄瓜的一个奇妙用法。女人听完后赶紧跑回房间偷偷实验。90%的人不知道，黄瓜原产于西域，它的原名叫胡瓜。你属猫的，走路不带点声。你们刚才在做什么？这大天白日的，你们这是芙蓉遍地一图谐云卧雨，还没成亲呢，当心有了小宝宝。哼，你可别欺负我姐姐，否则。少女忽然不知道否则能干啥，人家都要成亲了，就算有了小宝宝又怎样呢？自己好像多管闲事了呀，但这话的气势得有啊。于是少女脖子一伸，将嘴里的胡瓜咽了下去。否则我就欺负你。哼，小孩子家的，你懂什么叫谐云卧雨吗？我哪里小了？你这黄瓜哪里弄来的？这是胡瓜，小姨送来的，姐尝尝，好吃。小姨啥时候来的？她在哪里？小姨刚到我们家，说是累了，我安排她沐浴之后在客房里休息。徐小贤有些好奇，既然是小姨，那就是丈母娘的妹妹。对于季月儿家里的亲戚情况，他而今还是两眼一抹黑，看来以后得多了解一些才行。你小姨从哪里来的？江南兰陵。那么远，她从兰陵带着胡瓜来这里，还能这么新鲜？想啥呢？小姨说她就在城外不知道谁家的菜园子里摘来的。徐小贤恍然大悟，也不知道这小姨是顺来的还是买来的，他又问了一句：伯母是兰陵人，那伯父呢？我爹是沭阳县人，距离京都长安挺近，所以我们在这凉邑县没啥亲戚。对了，小姨远道而来，今晚上你可要做一桌子好吃的讨好我小姨，不然万一我小姨不高兴，在娘面前说上你几句坏话，你们……这兰陵距离长安挺远的，伯父和伯母是怎么认识的呢？我爹当年路过龙虎山遇见了我娘，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这种事哪里好意思去问的。胡瓜这个东西可不仅仅能这样生吃，还有别的妙用。除了吃还能干啥？还能做面膜。面膜是个什么东西？你们等等。来，闭上眼，仰着头。季月儿不明所以，他抓紧了手里的那条胡瓜，按照徐小贤的吩咐做了。季星儿便看见徐小贤将这胡瓜片放在了季月儿的脸上，一共放了6片，几乎遮住了季月儿的整张脸。这是干啥？这就是面膜。月儿，感觉怎样？凉丝丝的，很舒服呀。徐小贤，来，我也要。咦，还真的很舒服。徐小贤，你怎么知道这东西还能这么用的？嘿嘿，你姐夫我懂的东西可多了。这胡瓜稀世界就能买到，也不贵。这以后呢，你们可以天天用这东西来敷脸，长期使用可让肌肤更加洁白细腻，不容易生出皱纹来。
这东西可以生产出来卖吗？不行，无法保鲜。季月儿觉得有些可惜，不然这东西如果真有这样的效果，做出来必然大卖。爱美是女人的天性，不然订方楼的东西那么贵，生意为啥还会那么好？徐小贤，那这东西还能有什么用处？饴糖作坊现在已经能够稳定的每天产出1000来斤了，但朱仲举朱二哥说销路有些问题。虽然咱们的售价比长安便宜了一半，但1两银子1斤，阳邑县能买得起的人也不是太多。朱二哥的意思是这饴糖铺子得开到凉州城去，凉州城更大，有钱的人更多，他们知道饴糖这个东西，也明白咱们这和长安一样的饴糖便宜了一半的价钱。朱二哥说让我问问你的意思。这当然可以，他怎么不亲自来给我说？他担心留他吃饭。这小子莫非还敢嫌弃我的手艺？不是，他和苏三哥怕的是万一嫂子下厨。好吧，不仅仅是他们怕，我也怕呀。原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他是你未婚夫，你又说了他还是这凉邑县的大才子，他怎么能下厨房呢？下厨房是女人的事，当然你娘例外。不是，小姨，他不让我做呀。他不让你做，这是他对你的好，也说明他是个真心疼你的男人，这样的男人你更要珍惜。在得到你父亲的信的时候，你外公和外婆很是担心的，因为你父亲说徐小贤有病，所以让小姨我先来瞧瞧。他有病啊，就更不能操劳。这是啥？牙刷，刷牙用的，比嚼柳枝儿舒服多了。怎么用的？蘸点点盐，上下左右刷，然后漱口，你试试。这小东西可以啊，按理说这么好用的东西，咱们兰陵也应该有售卖的呀，怎么从未听过？小姨，这牙刷就是他发明出来的。莫要说兰陵，就算是长安也没有，现在就只有我们才能用得上这东西。方便？方便。季中谈呀，季中谈，这毕竟还没成亲呢，你就不担心万一那徐小贤月黑风高从这后门溜了过来？你们姐妹是双胞胎呀，就连小姨我都难以辨认，万一她使了坏，退一步说，就算他徐小贤不使坏，这黑灯瞎火的，万一他弄错了人咋办？今晚太晚，明天就将这道门给堵上。咦，真香，这道香味像我最喜欢吃的荷叶粉蒸肉的味道。这一道香味像我最喜欢吃的东坡肉的味道。等等，这香味我闻不出来，这是隔壁徐小贤做的。走，小姨我饿了。那小姨，这道门还堵不堵上？暂时留着，有小姨在此，他徐小贤赶过来偷嘴，小姨我打断他的腿。季月儿撇了撇嘴，心想，你打断了他的腿，还不得我来侍候？你爹呢？还剩下大石镇的一些税赋没收起来，明个应该回来了。走去见见徐小贤。小女孩3岁就能举起千斤巨鼎，5岁就荡平了10座土匪窝，7岁时差点被人推举为18寨的总瓢把子。女孩是天生的练武奇才，不过最让她自豪的不是武功，而是辈分。季月儿今岁16，就算丈母娘16岁生下季月儿，丈母娘今岁也得32了。那丈母娘的父母怎么着也得47、8了吧？这小姨她是真的小啊，这么算起来，岂不是丈母娘的娘在40来岁才生下她？厉害啊！那个，你叫啥名字？我是你长辈，你问我名字。你也是读过书的人，还是凉邑县的大才子，懂不懂礼貌？不是，那我怎么称呼你呢？先别想着和我套近乎，你和月儿有了婚书又怎样？若是我摇头，你们那婚书就算是金子写的也没用。我饿了，还吃不吃饭了啊？别当着我的面眉来眼去的，你们那点小心思莫要想瞒过小姨我的这双智慧的眼睛。你说的对，听说你远道而来，谁带你来的？大人呢？一起来吃个饭啊。我自己来的。这7、8岁的小丫头自己跑了千里之遥的路程，丈母娘的父母这么心大，还是这大臣的治安已经到了夜不闭户的境地，他们就不怕被人给拐去了山上，养成个压寨夫人？你一个人来的，厉害啊！说来你不信，我长这么大最远就到过凉州城，佩服佩服。哼，我5岁走南，6岁去西，7岁我7岁闯北。你呀，好男儿当志在四方，那四方当然应该去看看了。好香！来呀，都过来，这天都黑了，想来你们也饿了。原来你尝尝，好好吃。尝尝，味道应该不错。你可以叫我一声小姨啦。小姨可合你胃口。薛小贤，你不错。母亲告诉我，一个男人若是愿意下厨，他就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男人了。
我们家月儿，你们想来也相处了一段时间了，她不会做菜，往后余生你得多包涵一些。小姨在这对你们说一句，以后做菜这种事就由小贤来干吧。听说你不让为官，这个挺好，官有什么好当的？不如去龙虎山当个山大王。咱们家叶儿营商理财是一把好手，你们成亲之后呢，就女主外男主内吧，可不丢人。我这次来主要是有2件事，这个其一呢，新来，你至今还在2品，你娘又没时间教你，我会在凉邑县待一段时间，祝你快入3品境界。这其二呢，小贤和馨儿成婚这件事，等你娘回来就定下，这段时间我也不会白吃你的饭，顺便我也教你几手功夫吧。小姨简春夏手里拿着根木棍子，她坐在闲云水榭里，和季月儿、季馨儿喝着茶聊着天。徐小贤呢？练武第一步练的就是筋骨，就是毅力。蹲好了，手放平。新完，去取2碗水来，放在他手臂上。嘻嘻，莫要心疼，小姨告诉你啊，这是为你好。男人蹲马步，受益的是腰肾，你以后成亲了会感谢小姨的。7、8岁的小姑娘，她哪里懂得这些东西？她娘究竟给她启蒙了多少这样的知识呢？不知道岳父大人扎马步的功夫好不好？每一天的训练结束之后，小姨都会给季月儿一个小瓶子，里面也不知道装的是什么药水，将这药水浑身一涂抹，之后筋骨的酸痛很快就会消失，然后浑身舒坦，简直就像大热天吃下了一大块的冰镇西瓜一样。可惜了。可惜啥？若是徐小贤自幼练武，凭着他的这份韧劲，他踏入3品境界是一定的。新儿啊，说不定他再练个1年半载就能和你打个平手了。我已经能够感觉到丹田里的内力，很快就能踏入3品了。可你都练了10几年了，又不知道姐姐是怎么教你的，太惯着你了。这么大个男人，拿个小孩儿用的黄杨木弓，有意思吗？这破玩意玩，不过30精力，连1时都差得远。明儿各去买1张1时的弓，你大致也只能用1时的弓了。大哥，我已经在凉州城物色好了4处铺子，位置极佳，就是租金略贵。咱们家上百花纸业不过3种产品吗？我爹说咱们家的丝绸生意也当开拓去凉州城了，所以得再多找一处。哦，怎么了？大哥，家里又来信催了，说是走了京都左相严宽严丞相的门路，得进京去面圣。这是好事呀。三弟，我此生觉得最快意的日子便是在凉邑县，能够认识大哥是我苏平安之幸。从大哥身上，我苏平安学会了做人做事的道理。大哥无异于官场，但大哥做的事却是这大臣无数的官吏都没有去做，甚至都没有去想过的事。此去京都，若是能谋得一官半职，三弟我对天发誓，当以大哥为楷模，兢兢业业为治下的百姓去谋划，去奋斗，去为他们创造一个美好家园。不是，你这样当官会被碰得头破血流的呀。再说，我哪里有那么高尚？三弟，为官者清明廉洁，克己奉公，为老百姓去谋划，这是对的。但大哥要告诉你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官场的这一壶水它本就不清啊。若是三弟你非得要去做那一股清流，这湖水可容不下你。朗朗乾坤，我苏平安光明磊落，难不成那些污水还能淹没了我不成？只不过是些许风霜罢了。好，不愧是我徐小贤的三弟，大哥我很欣慰。但是大哥依旧要告诉你，许多事不能强来。面对一大壶的污水，凭你能涤荡干净吗？咱们得认清事实，得采用策略。当官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你说说看。为人民，为百姓服务。这个男人有个奇怪的嗜好，他喜欢用银子熬汤喝，银白色的汤汁咕嘟咕嘟冒泡，而他却毫不犹豫地一口喝下，只因他听说喝了这汤就可以补肾。小姐，其实罗三变罗公子是真心喜欢小姐的，灵儿看得出来。他穷，但小姐有银子啊，那样他抬不起头。莫说他了，在这凉邑县多待一些日子也好。他渴望了我，我也渴望了他。四面垂杨十里河，问云何处醉花多？画楼南畔夕阳河，天气乍凉人寂寞，光阴须得酒消磨，且来花里听笙歌。许凡之，这首词就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般。小姐，我知道我们是来杀徐小贤的，可惜了。宋蛮子虽然让我们容后动手，徐小贤也只是多活几日罢了。小姐，这是京都长安五花楼送来的信。灵儿，准备好车马。小姐要去哪里？明日杀徐小贤，在哪杀？等不到他来兰闺房，那么明日夜里就去他的府上杀。改主意了，上面直接下了命令。好，那明儿晚上奴婢就驾着马车在徐府外面等小姐。可惜了，若是小姐不忍，就由奴婢出手。不是，我是觉得可惜了百花村，他原本或许会成为大陈朝的一个希望，却夭折了。那杀还是不杀？哼，这天下会变成啥样，与我何干？他不死，难道我去死？
再说了，就算我宁13娘放他一马，莫要忘记了，想让他死的不只有我们。走吧，听胡嬷嬷说，今儿晚上朱公子包了玉香楼，咱们是有职业道德的，就去唱最后一个晚上吧。贤侄，大喜事啊！大喜事！喜从何来？贤侄，你那百花村，我瞧还需要大量的人。伯父这次去了大石镇的那些乡镇，为你又弄来了3000多人。另外，杜师爷去了别的乡镇，估摸着接下来你百花村将迎来3万余人。3万余人？贤侄，别这么看我，伯父也是为了你那百花村能够更快的发展起来。你是我女婿，我不帮你，谁来帮你？就是这件事，伯父我还没回家，得去和你小姨见个面。你记得将来的人都安排一下工钱，你自己定。走了，别送。这一批人工钱一律10文钱1天，其中的1万人将他们安排去将渠山下的那些荒地全给我翻了，不要管多少亩，从南到北全翻了。另外的2万人让他们入渠山砍树、砍竹子，将砍来的树全部弄到雪平沟锯成3尺长短，然后改成板材，叫所有石匠给我打造大型的10年子，将这些板材给我碾压粉碎。造纸作坊里面的人只能是加入了百花村户籍的人，其余人一律不允许进入造纸作坊，他们只能在外面晾晒。明儿个我会亲自去一趟。三弟，你看见了吧？这就是咱们梁义县的县令，他这好人倒是当了，一家伙就打乱了我的全部计划。当官可千万别学他。今儿晚上我在淡水楼安排一桌，待会将安荷花还有周家2少爷周若琳一并叫上，月儿他们就不去了，咱们几个男人好生喝一场，给三弟践行。好，对了，大哥，兰闺房听说来了个花魁，从京都来的，说长得花容月貌，歌舞双绝，待会饭后我做东，咱们去兰闺房听听曲儿。徐小贤来到这地方都7个月了，至今可都还没有去过大名鼎鼎的兰闺坊，他也来了兴趣。毕竟这古代合法的青楼都不去瞧瞧，还真是浪费了这穿越的机会。好，那就这么说定了。不过不可贪杯，明儿个可是大事。大哥放心，自从跟着你混之后，连我爹都表扬了我5次了。你和三弟稍坐，我去将安荷花和周若琳接来，咱们同行。大哥，三弟，我将大哥你做的那些诗词寄了回去给我小妹。昨儿个收到了小妹来信，她说要来梁义县见见你。苏菲？正是。她来干啥？我很担心她喜欢上你了。对于苏菲，徐小贤压根没有任何想法，所以他对苏平安这句话仅仅是有些惊诧。但现在他遇到个麻烦。为什么不带小姨我去？看什么看？你们和他徐小贤同辈，那就比本姑娘低了1倍。你们若是跟着徐小贤称呼我，也得叫我一声小姨。月儿的小姨？怎么，院儿的小姨就不是你徐小贤的小姨啦？小姨家里有一堂。我不吃，我要跟你们出去吃香的喝辣的。这徐小贤就有点郁闷了。不是，我改天再带你去吃好不好？今儿晚上我们要去一个地方，你去了不合适。为啥？那是大人才能去的地方。哼，不就是青楼吗？你小子胆玩也大，真好，我可得帮叶儿叮嘱你一点。走吧，带路带路。男人怎么这么磨叽？一行人走了出去，徐小贤甚至还牵着简春夏的手，朱重举等人跟在后面，怎么看怎么觉得这画风有些不对。玉香楼是兰闺坊2楼最大的雅间，徐小贤一行在淡水楼用过晚饭之后，径直来到了这里。他们已经入座，有侍女送来了酒水瓜果。大哥二哥，我早就给胡嬷嬷打过招呼了，请新来的头牌云13娘来为我们助兴。哎呦，朱公子，您可是足足数月未曾来这里了，小荷可想念的紧。前些日子还说朱公子在忙着大生意，他还想去看看您呢。朱公子啊，要不要把小荷也叫来给您的朋友们敬一杯酒呢？别，今儿晚咱们兄弟几个就喝喝雅酒，请13娘来助个兴。再说13娘都来兰闺坊有一些日子了，本公子可还真忙，没来捧场，这是本公子的不对。这地方的装潢不行，档次赶兰陵的兰闺坊差远了。这兰闺坊还是连锁经营的。是呀，咱们大城大一些的州府都有兰闺坊，只是我也没想到这小小的梁义县居然也有一处。这里估摸着赚不到多少银子。这是何人的产业？我哪知道？我也不知道。也是，这样的大老板通常神秘。徐小贤得不到答案，那就喝酒。这酒的味道同样不好，太淡，水味太重。若是细细品尝，还有淡淡的酸味。众人聊着天，喝着酒，多说着苏平安去京都的事。没多久，所有人的视线投向了门口，便见一妙龄女子穿着一袭白裙走了进来。奴家云13娘，多谢各位爷的捧场。敢问哪一位是朱公子？每次去逛青楼，都要带着一个7、8岁的小姑娘一起去，逛完了还不用他们自己结账，因为傻子在青楼留下的东西比金银还珍贵。在下朱仲举，久闻云13娘大名，却因在下俗世缠身来的晚了一些，
还请13娘原谅泽哥。在下向13娘介绍一下我的这几位至交好友，这位就是我们凉邑县大名鼎鼎的大才子许小贤许公子。这位云13娘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她的视线瞬间落在了许小贤的脸上。虽然来到这凉邑县也1个多月了，虽然听了许多关于许小贤的事，但见到许小贤真人，这还真的是第一次。她不禁多看了2眼。这少年生的唇红齿白，颇为清秀，倒是个文人的模样。只是待会儿就杀了他吧。这位是苏平安苏公子。啊，对不起，奴家失态了。只是因为许公子的大名，奴家早已如雷贯耳，一直在寻思这样的大才子该是个怎样风流倜傥的少年。嘿嘿，是不是有些失望？不，许公子果然生得英俊潇洒，风流倜傥。13娘见了可欢喜的紧。咋的？莫非你还看上了我家的许公子？这倒不至于，才子像我们这样的风尘女子总是倾慕的，何况是像许公子这样好看的大才子。云13娘没有问这小丫头是谁，在她看来估计是这里某一位的晚辈，她犯不着和这样的小丫头一般见识。于是说完这句话，她便看向了苏平安。苏公子，奴家有礼了。在下也久仰13娘大名。简秋香的视线瞬间移了那张琴上，那是一张古旧的琴，并不华美，可她看了许久，才又意味深长地看向了云13娘。今儿个借着朱公子的酒，奴家想敬许公子3杯，奴家有个不请之请，还望许公子答应。姑娘请讲。奴家久仰公子大名，想求公子为奴家做一首词。公子请莫忙拒绝，奴家是个清官人，靠的就是你这样的大才子所做的词来演唱。想来若能得了许公子的一首词，奴家这名声又会响亮一些。像奴家这样的人，身在风月红尘，一生所求也就是个名声罢了。小姐可从未曾向别人求过诗词，哪怕是江南4大才子，她也没有开口，反而是他们主动做了送给小姐的。许小贤是小姐要杀之人，但小姐此刻却要向许小贤求一首诗词，她这是想要留着纪念的吗？许公子，奴家先敬你一杯。许小贤能怎么办呢？没理由拒绝这么个楚楚动人的美人儿呀。不就是装逼吗？老子得装的豪迈一些才行。笔墨事后。大哥威武，我等也敬大哥一杯，为大哥助兴。明儿我3弟即将远行，经此一别，不知何年再聚。我这便做一首送别的词，赠予我3弟，希望来日再见之时，你已飞黄腾达，但3弟你要切记，莫忘初心。我明儿也要走了，这离别可惜不是给我的。他真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出一首送别的词来吗？他的词真的会比罗三变所做的更好吗？多谢大哥，3弟我以后无论是在繁华京都，还是在荒凉天涯，这初心永世不忘。好，大哥这就做一首踏梭行，祖席离歌送给你。祖席离歌，长亭别宴，香尘已隔犹回面。居人匹马应林思，行人去照衣钵转。画阁魂销，高楼暮断，夕阳只送平波远。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变。大哥，你是我永远的大哥，大哥之情，我苏平安铭记在心。我向大哥保证，此去长安，定活出个人样来，只为不给大哥丢脸。3弟敬大哥3杯。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3弟，待再见时，希望你依旧是那个豪情满怀的少年。3杯酒下肚，朱重举也走了过来。他是不太明白这首词有多好的，他就是觉得这样的气氛感人，就是觉得这就是坦坦荡荡的兄弟之情。老二，我是个粗人，就知道银子。这辈子最大的理想曾经是养狗，现在是做最大的商人。大哥，在你的熏陶之下，我爹再也没有揍我了，甚至我已经能够为家里的生意拿主意，我爹居然还会听我的。我爹说了，叫我以后就跟着大哥你混，好好混，混出个人样来。嘿嘿。所以大哥，3杯。9杯酒下肚，许小贤没啥醉意，他正要去坐下，云13娘却走了过来，也拿着酒杯，拧着酒壶。许公子高才，13娘佩服得五体投地。这首词是公子为苏公子所作，敢问许公子，小女子能传唱这首词吗？这个当然可以。待奴家为此词谱曲，给诸位演唱一番。若是许公子觉得奴家的曲儿还可以，奴家希望许公子请奴家喝了这3杯酒。此生如何才能报答大哥的知遇之恩？对了，小妹苏菲回信的言辞中，对大哥似乎颇为关切。若是苏菲嫁给了大哥，我苏平安就是大哥的大舅子，就是一家人了。这么好的词，这么好的人，为什么偏偏他要去死呢？这是一曲离歌，有些人离别会再见，有些人一别就是天各一方，再也不见。许小贤，对不住，我要活下去，你就只有去死。奴家入了戏，还请诸位公子见谅。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我许小贤敬13娘一杯，以表达许某对13娘之仰慕。
许公子之才，信手拈来便是文章。13娘多谢公子赞美。疯子乱写的武功秘籍，他拿起来就敢练，不但自己练，还分享给同伴。因为每天练习12个时辰就能成为刀神，可他没想到同伴修炼几天就因为走火入魔而摔下山崖。为了救同伴，他半夜来到疯子卧房。我记得少爷还有金疮药，也有那什么消毒用的东西，得找少爷取一些。可少爷去哪了？莫非少爷从后门跑去了少奶奶的房间里？救二狗子的命要紧，现在不是去想少爷的时候。来福摇了摇头，他记得少爷有个包就塞在床底下的，上次少爷屁股受伤时就让他用里面消毒的东西涂抹少爷的伤口，少爷可是再三强调不可动他的这包裹。原本是想求少爷给点金疮药和那消毒的玩意儿，少爷肯定会同意，但现在少爷没在，事急从权，来福想的是明儿个再回来一趟，向少爷解释一下，应该能得到少爷的谅解。可就在他刚刚摸到这包裹的时候，他的耳朵一动，忽然听见了有人进来。难道是少爷回来了？现在我怎么向少爷解释？少爷恐怕会将我当贼，不如等少爷睡了我再偷偷的走，明儿个再回来向少爷解释。这家伙挺沉的，行啦，给他盖上被子，睡一觉就好了。走吧，喝的有点多，咱们也回去睡觉。原来是少爷喝醉了。来福没有轻举妄动，他耐着性子等了足足1炷香的功夫，有轻微的鼾声响起，他这才放下了心来，正要打开这背包，却忽然一惊。分明是女人的腿，就像智蕊的腿一样，难道是少爷喝醉了，少奶奶来看他了？进来的是蒙着面巾、穿着黑色劲装的云13娘。徐小贤，原本你还能多活一段时间，原本若是你我多相处一些时间，说不定我就难以对你下手了。可造化终究弄人，有人要你马上死。唉，今儿晚上你做的那首词我很喜欢，真的很喜欢，但你若不死，我就不能活。对不起了，若有来世，我做牛做马来报答你。若是少爷死在了这女子的手里，官府一查，我特么今儿晚上正好这个点回来过，他跑了，我岂不是就是最大的嫌疑？徐小贤，再见。有埋伏。少爷快跑！智蕊，这该死的家伙，你坏了本姑娘好事，你去死吧！这厮好大的力气。有刺客！就在这时，隔壁的季星儿似乎被边的叫声惊醒，她也冲了过来。刚刚迈入3品的女侠也拔地而起，想要去追赶。然而，她就在徐小贤震惊的视线里。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少爷，我要死了！这个夜里，凉邑县官差进出。以刘能为首的捕快们，在得到县令季中坛的通知之后，他们兵分3路，满城缉拿刺杀姑爷的凶犯。一时间，凉邑县人仰马翻。云13娘，想来她就是李刚向日在信中提起的那位来自京都长安的水仙花了。可为什么你不是用的水仙味道，而是玫瑰的味道呢？来福怎么在家里？这家伙今儿个可是立下的大功，若不是他，我的小命可就没了。徐小贤并不知道他的小姨简春夏其实一直在看着，若是来福没有出手，他也会出手。但他并没有去追杀云13娘，缘由是他早已认出了云13娘席间所弹的那张琴绕梁。知道要杀你的人是谁吗？应该就是兰桂坊的云13娘。那你知道云13娘又是谁不？她理应是五花楼的水仙花。我知道云13娘是谁，只是我不知道她就是水仙花，也不知道她来凉邑县是为了杀你。你这么小小的一个人物，五花楼值得派水仙花来杀你？老子一心想要低调的发财啊！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招惹上了这些敌人了。你认识云13娘？不认识，但我认识她的那张琴，大致能猜出她的身份来。这样啊，说来听听。这张琴是大臣我大贤人之一的琴弦袁梦泽所有，他是大臣曾经的国子监祭酒，却在大臣13年被奸人所害，落得个抄家灭族的悲惨下场。这张琴既然在袁13娘的手里，袁13娘极有可能是袁梦泽的后人。而袁梦泽是我父亲的至交好友，袁梦泽在大臣12年来过一次兰陵，带着他的那张琴，那是我贤最后一次相聚，那时我已5岁。后来袁家被抄家灭族，娘曾经去过一趟京都，却没有在交坊司中找到袁梦泽的女儿，而今想来，那时候她只怕已经被卖入了兰桂坊。你准备怎么对付袁13娘？当然是找到她，然后当问出这背后的指使者。我特么又没招谁惹谁，这是祸从天降啊！若是她真的被抓到，能不能放她一马？她是来杀我的。可她肯定是受人指使。再说，她真的很可怜，袁家恐怕只剩下她一个了。若是她死了，袁家的琴技也就失传了。先抓到了再说吧。
得看她配不配合。她很漂亮，漂亮又不能当饭吃。再说了，在我心里月儿才是最美的。你帮我抓住她，我答应你，只要她告诉我背后的指使者，就放过她。好，一言为定。这个小村子发生了一场奇怪的移民潮，3万人都在往这个小村子挤，田间地头和房顶上都挤满了人，3万人都抢着要给傻子打工。本村的村民们都吓了一跳，这特么要干啥？抢地盘啊！护卫队的队长来福没来，副队长二狗子重伤，另外一位副队长李赖子就有些慌了。弟兄们，保卫咱们百花村的时候到了，待会你们见机行事。特么的黑压压的几万人，咱们就50人不到，这见了机也不敢行啥事啊！这百花村好漂亮啊！那些青砖碧瓦的四合院真漂亮。哎呀！若是老子这一辈子能盖起来这样的一个院子，老子死而无憾。这位许家少爷也是厉害，才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真的带着百花村的村民们脱贫致富了。桃源村他们那3个村子的运气也真好，许家少爷将渠河水库选在了那里，他们而今也成了百花村的人，也过上了好日子啊。此刻徐小贤在村外遇见了朱重举和李大爷，一行人结伴向百花村里面走去。昨晚徐小贤遭到刺杀后，整个凉邑县的动静极大。今儿早上起来，朱重举就听他的狗腿子们说了，此刻他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下徐小贤。没事，差点。凶手抓住了没有？没抓住，估计跑了。那知道凶手是谁不？我醉得一塌糊涂，知道个屁！这是官府的事，咱们别去操那份心。好吧，朱重举觉得自己这大哥的心也挺大的。你说你怎么3番5次的遇袭呢？我估摸着又是周阎王，因为想来想去你也就得罪了一个周阎王。这次你丫还真冤枉了周阎王。李刚给我来信说周阎王放老实了，就连挂门也暂时取消了刺杀我的计划。下一次动手将在渠河水库建成之后，只是弄死我和建成渠河水库之间有什么关系？叫姐姐，你几岁？我8岁，你呢？我也8岁。那你几月生的？3月。那你也得叫我姐姐，我8月生的，比你大1个月。你叫我姐姐，我就给你糖吃。我不稀罕，你让开，我要去放牛了。这是少爷的牛，徐小贤养的牛。哼，是少爷。我才不管他少爷不少爷的。我说这糖真的很甜，很好吃。你叫我一声姐姐又不吃亏，为啥不叫？因为我也有这麦芽糖。这是少爷给我的。哼，喂，你等等我。或许是难得和同龄的孩子一同玩耍，也或许是简春夏无论怎么装，他依旧是个孩子。他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从背后的小包包里摸出了一根棍子裹起来的麦芽糖，递了过去。认识一下，我叫简春夏，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妞妞。少爷说人无功不受禄，咱们第一次见面，这应该是萍水相逢。你没必要给我东西，我也没东西给你。我不要你的东西，就是想和你交个朋友，我没朋友。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我是乡村野丫头，做朋友不合适。朋友之间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兴趣爱好相投。我们的兴趣爱好恐怕也不相投。那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给少爷放好牛。要不你当我徒弟吧。大哥，要论败家，我不如你。怎么说话的？我他妈哪里败家了？以往我每月的开销大致在1000两银子，大多数都是花在了淡水楼和兰桂坊。我以为我那已经算得上是大手笔的败家了，但今儿个在看了大哥的这番举动之后，才深刻的反省了一下。二弟我相距大哥的手笔微不足道。3万人啊，一人10文钱，大哥这一天的支出就是300两银子，一个月就是1万两。我起码吃了喝了，现在才知道也就是饿了拉了，结果啥也没得到，哪里像大哥这般高瞻远瞩，虽然大大的败了家，却败出了一个好名声，还解决了季县令的麻烦，一举多得，这才是败家的最高境界。二弟我今儿个又学到了一招，这才哪到哪，等后年这里的数万亩土地都种上了土豆，这一家伙能收获多少斤？就算亩产3000斤，这里就算1万亩的地，这就是3000万斤土豆。再考个举人身份，这些荒地落在我的名下，我不用向朝廷缴纳税赋，也就是说这数千万斤的土豆都是我的。就算一斤土豆按最便宜的5谷来卖，也有15万两银子。二弟，银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大哥这是有些败家，但大哥觉得这家败得好啊。一家之败，败来万家开颜。大哥我觉得这钱花得愉快，以后大哥还要继续这样败下去，败出这百花村的一幅锦绣天地来。朱重举当场就傻眼了，瞧瞧什么叫胸怀，什么叫大气磅礴，大哥败家都败得如此理直气壮，我朱重举自愧弗如啊。大哥好样的，二弟我跟着你一起败。二弟我粗略算了一下，大哥你那蚊香作坊没有利润，饴糖倒是能够赚些银子，但亏空极大。我知道肯定是嫂子补贴了不少，总用嫂子的银子毕竟不太妥当，从明的开始，这亏空由我朱重举来填上。徐小贤一呆，他什么时候用季月儿的银子了？不过这小子倒是豪气，
二弟，你可知道每日亏空几何？我不知道。你都不知道，还敢夸下这海口？这些日子你留一些银子，有个1.8万就够了。等我乡试回来，大哥教你一些东西，你家的生意会做得更好。什么东西？染坊。朱重举一怔，大陈染坊的技术掌握在江南潘氏的手里，而潘氏又是大陈6大家之一。整个大陈漂染行业70%被潘氏控制，剩下的30%也是和潘氏有关的旁系亲属，他们所开的染坊。大哥还懂这漂染技术？略懂。傻子心中竟然也有疑惑，他明明不会武功，可武林高手却杀不了他，相反总是被他射伤。他觉得自己一定是武学奇才，可师傅却说他资质驽钝，只配去读书当状元。但傻子不信，他忽悠来一个7、8岁的小姑娘教自己武功。跑起来，这么慢还想练武？跑不动了，咱们走走休息休息吧。这地方也太破旧了，毕竟是大陈的边城，肯定没法和繁华的兰陵相比。今晚我认识了一个朋友，朋友李妞妞，她叫你少爷。那小丫头，那丫头挺有意思的，心思而单纯，正因为单纯所以可爱，所以是一颗练武的好苗子，比你可强多了，只是身子骨有些虚，得补补。李妞妞说她的病是你治好的，真的？真的？你说她适合练武？她一心就想当你丫鬟，我左右无事，寻思着干脆将她交出来，我没可能在你身边保护你，我很忙，心儿在你身边不太妥当，我担心出事，所以妞妞在你身边最为合适。李妞妞这个名字不好听，不像个女侠，她说让你给她取个名字。姓李，叫什么呢？李师师、李清照，不如就叫李婉舟吧。有什么寓意？迟到的船依旧会驶向彼岸，走，进去坐坐。李慧看见徐小贤进来，吓了一跳，有些做贼心虚。他慌忙从柜台后跑了过来，毕恭毕敬地问道：“许公子好，这个是哪股风将许公子大驾给吹来的？”北风。可这是南风。老子喜欢北风，凌冽如刀，不行吗？行，只要许公子高兴，刮啥风都行。许公子请坐，我是君子，当宁为不乱。稳住，徐小贤没可能知道云13娘藏在这里。你送的那头小母牛挺好，20只鸡已经吃完了。昨晚上有人跑到了我府上来刺杀我，李掌柜的，这茶味道不太好。许公子满意那头小母牛，这是小人的荣幸。至于鸡，免小人再给许公子送20只去。许公子被刺之事，小人也听说了，本想着明去公子府上看望一下，没成想公子却到了小人的这小客栈里。公子，凶人可抓到了？要抓到凶人其实挺容易，时候不早了。李掌柜，本公子可还等着你明儿个送鸡来。走吧，我饿了，回家。回家。本公子还愿意吃你的送来的鸡，是你的荣幸。是，这是小人的荣幸。小人明一早定将鸡送来。堂主，徐小贤似乎意有所指。他都把话给你说明白了，你这榆木脑袋还不开窍？他说的是啥意思？还请堂主明示。他想必是猜到了云13娘就藏在这里，他这是给你自己去检举揭发的机会。是不是他已经知道了小人的身份？他知道个屁！不过他这究竟是猜测呢，还是真的掌握了什么消息？现在咱们怎么办？云13娘杨凤因为差点将挂门引到了青龙寺的仇恨名单里。既然你云13娘做了初一，就别怪我宋某人做失误。你告诉徐小贤，就说客栈有来历不明之人。练武不可3天打鱼2天晒网，今儿个你的功课没做，现在得补上。你是不是知道云13娘的下落？猜的。就在原来客栈。极有可能。这原来客栈是什么来路？挂门的一个联络点。这挂门还跑得挺远的，居然在这么偏僻的地方设置了一处联络点。莫非是凤飞花这个女人担心在南方战败，在这北境找的后路不成？唉，袁家就她一个后人了。另外，袁家蒙冤，这冤情总是要弄清楚的，这仇总得要她自己去报的。如果我闭眼，还以为这话是大人说的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何况还是在青楼，在五花楼里，那就是一潭污水。她能在那污水中依旧保持着处子之身，不容易啊。放了她，你又没啥损失，说不定还能得到个红颜知己。不行，她也挺漂亮的，你不能和她再有联系，这事玩就这么定了。要不要小姨去将她抓回来？你怎么知道她是处子之身？男人，呵呵，关注点果然是不一样的。好吧，你去了原来客栈，我保证你也找不到。等李慧主动来说吧。你就这么相信人家会来告密？她不来告密也没关系，云13娘肯定在城里，她只要敢现身，岳父大人就肯定能够将她给逮住。你是不是高看了捕快的本事，低估了云13娘和她那婢女的身手？徐小贤也发现自己大意了，就算是捕快头子刘能，也没有高来高去的能力。如果这2人在夜里飞出梁邑县，还真能被他们逃之夭夭。所以得让季县令主动去云来客栈抓人才行。如此想着，徐小贤正要去通知季中坛，
没料到志蕊带着李辉走了进来。许公子，小人忽然想起这一早有2个女子投诉，都戴着面巾，倒是不知道长得什么模样。刚才小人仔细一回想，其中多有破绽，他们的眼神似乎有些鬼鬼祟祟，但听说行刺许公子的只有1人，他们却是2人，所以小人也不确定，不知道许公子可曾见到刺客的模样。若是有见到，还请许公子去报官，带着差爷去看看，就算认错了也没关系，是吧？明儿早上把鸡给本少爷送来。我跟你说正事呢，凶手难道还没有击中呀？小人可记在心里的，公子放心。我知道了，你回去吧，莫要打草惊蛇。好，那小人告退。咦，鸡汤还是月儿懂事。小姨，我饿了，我尝尝。哇，月儿，你这厨艺天下无双。不好喝吗？不好喝。我去找伯父商量点事，待会就回来。这个县衙有个奇怪的规定，路人举报通缉犯不仅没有赏金，反倒要倒给报案人送礼，并且县衙有了线索之后，还得让报案人自己去抓嫌犯，而报案人正为此做着准备。志蕊，烧火。哦，少爷，你把锅挂在胸口是干啥？少爷，我要去打更。志蕊觉得少爷的疯病似乎又犯了，他坐在了灶前烧着火，就看见少爷将一大包药材倒入了锅中，然后加上了水，盖上了锅盖。志蕊，待会少爷我弄完之后，你把这些药渣子找个地方埋起来，把锅多刷几次。哦，你在做蒙汗药？差不多吧。要这么麻烦吗？我有呀。你倒是早说啊！我以为你能捣鼓个什么新鲜玩意儿出来。你这东西有用？我也不知道，得试试。怎么试？我设常规意见。徐小贤站在狗窝旁想了片刻，终究没下手射出这一箭。3人离开徐府，季星儿驾着那架老马破车，很快来到了云来客栈。似乎要出事，他送蛮子敢向官府告发我们，我们就揭穿他的老底。万一他不怕我们揭穿他的老底呢？小姐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说，要是他已经离开了良义县，却让人去官府报了官，这次毕竟是我违反了规矩，他借着官府的手把我们除去，不行，灵儿今儿个就没见到宋蛮子下来，恐怕真会出事。那怎么办？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宋蛮子的身上，凭着咱们的身手，趁着夜色离开良义县。好，那我们走。2人悄悄离开了客栈，可是街上的凉风一吹，云氏3年整个人都警惕了起来，他觉得自己这是成了惊弓之鸟。走，2人正要离去，刘能带着10个捕快发现了情况不对。许公子说切莫打草惊蛇，等着他带着高手来，可许公子没说万一嫌犯要跑该怎么办呀？兄弟们上，先抓着这2人。果然有诈，灵儿，不和官府的人斗，咱们走。跟着他们，不要跟丢了，我去找许公子。眼见着2人距离南城门越来越近，云氏3娘和灵儿却陡然在一间房顶上停了下来。他们看见了对面屋顶上站着的一个7、8岁的小姑娘，另外还有一个大的，不过这大的正在不停地飞，却偏偏落不到屋顶上，看来是个刚踏入3品的菜鸟。这不是个办法啊，敌人肯定是要从南门出去，那老子去南门口那等他们。没想到你居然是个高手，贵姓？兰陵，简秋香。13娘，你不应该对徐小贤动手的，我也不是来杀你的，跟我走吧。徐小贤答应了我放你们一马，只是他需要了解一些消息。小姐，捕快就要追上来了，现在说啥都晚了，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徐小贤又没死，你让开，我不想和你打一架。但徐小贤说必须留下你，那姐姐就称称妹妹的斤两。天杀，这是怎么回事啊？当家的，快起来看看，咱们家的屋顶好像破了。快掌灯，我好像流血了。你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右手被徐小贤所伤，左手剑，此不是你的强项。我不能落在官差的手里，我就把你带回徐府，又不是去衙门。男人的话你也信？他甩手就会把我丢给官府。徐小贤这个男人挺靠谱的。呵呵，虚伪的人，你们根本没有看出他骨子里的小来。言辞小心。掌灯，我好像又流血了。这戏天杀了！我相公要是有个好歹，老娘跟你们拼了！小姐，我拖住他，你快走。灵儿，来生，你我继续做姐妹，保重。小姐快走！哈哈哈，本女侠来了，看你们往哪里逃！哎呀！
什么看？本小姐想抄近路不行吗？你家里有梯子没有？本小姐要上去抓贼。有，小姐这边请。小姐，快走！云十三娘长身而起，她向南门口飞去。她在空中回头，泪水湿了衣袖。徐小贤终于跑到了南门口，他还爬到了这梁义城低矮的城墙上。他刚刚转身，便看见月光下一女子翩翩飞来，就像仙子一样。简春夏在搞什么？他不是2品上的高手吗？这主犯怎么飞过来了？卧槽！天地良心！云十三娘在知道徐小贤和简家的关系之后，她根本没有了再杀徐小贤的心思，她只是想吓走徐小贤，因为她要过去。可徐小贤不知道啊，何况他可没想放云十三娘离开。徐小贤，你这贱人，我要杀了你！跑啊！你怎么就不跑了？贱人，你剑上有毒！我说你跑啥呢？我又不会把你怎样，你乖乖的配合本少爷，大家何至于这么辛苦？其实咱们是可以成为朋友的呀。我作词你谱曲，咱们合伙去开一间青楼，生意肯定比兰桂坊还好。你过来，我要死了！我告诉你，谁要杀你？我不过来。许贱人，你无耻！每遭遇一次刺杀，男人就会神志失常，兽性大发，做出一些连自己都无法控制、有伤风化的事情，连男人身边最亲近的人看了都觉得辣眼睛。我是洁身自好之人，你对我做了什么？你快滚开！我也想滚开啊！你告诉我怎么滚？徐小贤，你这登徒子！徐小贤，拿命来！小姨住手！我不是你小姨，那也住手！你这是在干啥？我如果说我也不知道这是在干啥，你信吗？舒服吗？还行。啊，我也是被害者啊！还不起来，想趴在人家身上多久？妹妹，你这鼻子怎么感觉越来越塌了？还不是为了你的许郎，昨晚上我为他流了2次血，加上前面的，一共6次了，赔钱。辛苦你了。说完这话，季月儿转身就走，从后门而入，去了徐府。季星儿昨晚上都流了2次血，那许郎呢？他会不会更惨？少爷，你这是练武？这样也行。别废话，待会你就去百花村，护卫队耽误了2天的训练得补回来。来福整个人都不好了，这2天他受伤的日子是多么的舒服啊！就连饭菜都是志蕊给送来的。他怀念在府上的生活，他讨厌这猛烈的日头，还有渠山里那荆棘满地的山路火耗。要是再有人来砍我2刀就好了。许郎要科考了，是不是？还是看看书的好。我觉得中个举人没啥问题，反正又不拿借人这个名头。我听说昨晚上是你抓住那什么云13娘的。对呀，小姨和季星儿。季星儿别提了，没啥用。小姨被灵儿给缠住了，云13娘要跑，你相公我就在南门口守株待兔。眼见那云13娘直奔你相公而来，就在那电光火石之间，你相公我搭箭张弓，一箭命中。你相公我厉害不厉害？既然你已经射中了他，为什么最后是在将军亭将他抓住的呢？另外，我怎么听修说他们赶到的时候，你正扑在人家姑娘的身上呢？我以为云13娘已经失去了意识，大意了。你紧张什么？我听说这云13娘可是兰桂坊的花魁，许郎见之欣喜也是人之常情。别解释，你可有受伤？还好，就是从城墙上摔了下去，幸亏咱们梁义县的城墙不高。以后记住，万万不可如此犯险。我听星说云13娘也是3品高手，你独自一人追去，万一被他杀了，我怎么办？嘿嘿，我就奇怪了，他既然是个3品高手，哪怕中了你一箭，他也完全是可以将你杀了的呀，他为什么就没杀你呢？刘大哥，多日不见，甚是想念。明儿个我请刘大哥和捕快兄弟们在淡水楼喝一杯。许少爷啊，明儿个还真喝不成。又有啥案子？倒不是案子，有一趟差事。这不，咱们梁义县的税赋已经收的差不多了，得押解去凉州。税粮正在装车，就等岁银融成银锭就出发。这下粮税赋通常是在8月底9月初上缴，怎么今年提前了1个月？另外，以往这税粮都是凉州派了府兵来护送，今年怎么变成了梁义县自己送过去？为啥不兑换成银票？银锭，这得多少车辆来啦？多麻烦！这可是有讲究的，银子才有火耗，银票有个屁！
不过咱们梁邑县纪大人是个清官，今儿个这火耗定了各1两银子半钱，也就是50文。纪大人说了，多收的火耗银子是要用来修建渠河水库的。火耗这东西，徐小仙明白一点，商人缴纳税赋都是用的银子，百姓若是没有足够的粮食，也得用银钱来抵扣。这些银子官府收起来之后要铸为银锭，于是就产生了火耗。其实你可能不知道，纪大人没有向曹次立进贡，所以这姓曹的才和户部某些官员勾结了起来。咱们这梁邑县田地的核算逐年都在增长，这姓曹的是在逼纪大人啊。纪大人也是坚强，他居然硬生生的扛住了。但今年就来得更厉害了，那些老百姓不知道其中的道道呀，他们只会怪纪县令，若不是由你解了这困局，这梁邑县肯定会出大乱子。现在这官可不好当啊。说着这话，两人来到了大牢里。我说刘大哥，这牢房也该改善改善了。拿头来改善，没钱。再说了，既然关在了这里，还想啥呢？他们来到了最里面的一间牢房，隔着铁门，徐小贤便看见云十三娘正站在那一束阳光下，正在梳理着她的头发。云十三娘，我与你今日无怨，往日无仇，你为何杀我？行，你告诉我是谁指使你的就行。我答应过简春夏，你只要告诉我指使者，我立刻就请季县令将你放了，如何？我既然落在了你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便。像你这样的小人，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不会相信。你说还是不说？若是不老实交代，待会大刑事后。来呀，本姑娘皱一下眉头，就算我输。刘大哥，这样叫人弄口大缸子来，缸子里装满水，再弄一条棉巾，我有的是方法让他开口。许公子，这两个女贼武功高强，无妨，且看我射他们2箭。你不开口，就是我徐小贤的敌人。我徐小贤对待敌人，将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冷酷。不信，咱们走着瞧。你敢！你徐小贤，你不得好死！灵儿，徐小贤，我云十三娘发誓，我就算是死了，也会变成厉鬼来找你索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数3声，你若是还不交代，待会我保证你生不如死。3、2。不错，你这婢女不错，下一箭你若不接，她就死了。说完这句话，徐小贤毫不犹豫地放出了第3箭。灵儿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云十三娘将她往后一拽，她承受了这一箭，却是射中的左大腿根部。一人2箭，估计毒发得更快一点。你若告诉我幕后凶手，还是那句话，往后余生，我作词你作曲，咱们完全可以合伙开个青楼，我保证火遍大陈，甚至将兰桂坊弄垮都有可能。这种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的日子你不过，你偏偏要选择与我为敌，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愚蠢。好了，刘大哥，叫人送来我需要的东西。好，我这就去安排。看来我需要重新认识徐小贤，这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狠呢？大臣秦贤于孟泽，官居国子监祭酒，于大臣13年被奸人所害，满门抄斩。事实上，云家幸存下来了一个女子，她被送入了教坊司，其后被人买走，又送去了京都兰桂坊。你就是云家余孽，若是我将此事告知季县令，你当被斩首。贤侄啊，谁当被斩首呢？啊，没事，这地方污浊，伯父怎么来了？是这样，昨儿从这女子的身上搜到了一封信，你看看。徐小贤接过来一瞧，诸葛先生，你早说啊，早说我就不射这几箭了。不过13娘啊，这位诸葛先生是谁？那一天，刘能和徐小贤是下午时候出来的，站在火辣辣的太阳下，刘能依旧觉得有些冷，他的脑子里是挥之不去的，是徐小贤后面用上各种酷刑的画面。当暮色降临的时候，2具尸体抬出了大牢，丢在了城外。就连刘能也以为这2朵如花一样的姑娘被徐小贤给折磨死了。其实你很适合去当龙虎山的寨主。伤势如何？很重。那就好。这也好。没死就好。你就不怕他们以后找你寻仇？怕得要死。所以小姨啊，能不能将他们的武功给废了？练到3品很不容易。总没我这命重要吧？也是，那待会我就去把他们的武功废了。另外，既然你把他们从大牢里弄出来了，问出了一些什么？徐小贤摇了摇头，没有回答。他是问出来一些信息，可这些信息都是在京都长安。无论是诸葛先生，还是云13娘说的宫中的贵人，这些都是他现在根本无法去触及的。你别担心什么，等我姐姐回来了，除非是大宗师级别的高手，或者是刀旗前来，否则都不用怕的。丈母娘这么厉害，可若是大宗师级别的高手或者刀旗真来了呢？大臣只有2个大宗师，一个是剑圣李黑白，他是北都侯府的客卿，另一个是番元副御手叶知秋，
他是邪影和一般的人物，根本就没可能对你这小虾米动手。至于大臣刀旗，如果真出动了大臣刀旗，我就怀疑你是皇上的私生子了。就算他们来，也是保护你的。我特么倒是想是皇上的私生子了，流落在这荒凉之地16年，也该迎接自己回京了吧？哪里会等来这么多次的刺杀？简春夏走了，却并没有去将云十三娘二人的武功废去。他去看了看，终究难以下手，然后又不想被徐小贤追问，于是他从房顶上飞了过去，落在了继府。徐小贤究竟是什么身份？这个重要吗？我是他小姨，我有权知道。不急，等你长大了再说。季中谈，别嚷嚷，叫姐夫。转眼之间就到了7月30，距离乡试仅仅剩下9天时间，该动身了。路上倒是不寂寞，正好和刘能负责的运粮车队同行。给我打起精神来，少爷去凉州，一来是带你们去见见世面，二来当然是保护少爷的安全了。不过这朗朗乾坤还有梁邑县的16名捕快随行，有个屁的危险，所以你们也莫要紧张。去了凉州，少爷会请大家吃香的喝辣的，都给老子站端正了。待会少爷来，让他看看咱们护卫队的精气神儿。徐小贤带上护卫队，纯粹是因为他觉得16个捕快押运这么多的粮草和税银有些危险，足足300余车，满满当当的粮食，足足50车白花花的银锭，万一有山匪，人多才有个照应。是京，大买卖来了。师伯有多大？有残月山那么大。那可真大，弟子这就去通知二师伯。去吧，将慧根给我叫来，另外叫罗汉堂的弟子们做好准备。释金和尚一个起落，从诚心禅院消失。慧能大法师捋着白须站了起来，抖了抖身上的那身大红袈裟，来到那尊白玉雕琢的弥勒佛前。徐小贤说：“您老人家背上背着的是个钱袋子。”弟子以为也是。弟子率众僧远离了青龙台，来到了这残月山，寺中无粮啊，只能去打个劫了。你用这乾坤袋劫了整个人间，弟子仅仅是劫一票梁邑县的税银罢了。弟子远不及你，故而难以成佛。弟子还请您老人家保佑此行顺利，不然这寺庙里包括你在内所有的佛可就断了香火。大师兄，这鸟地方没青龙才好，庙太小。小庙也有大神，你急个什么？说吧，什么会儿比这残月山还要大？你看看。切，嘿嘿，季月儿、季星儿这一对姐妹花居然也在，切。你跟都没有了，想啥呢？他们可是简秋香的女儿，你若是感动了他们，简秋香只怕会带着马帮将咱们这小庙给踏平了。你这了简秋香他上供之下的铃声，若是追不回来，季中台是要下大雨掉脑袋的。莫非你还以为简秋香还能和咱们青龙寺相安无事？给黑风寨的独眼堂透个风声，梁邑县押解税粮的只有16个普通的捕快，黑风寨的那群人不是都要饿疯了吗？想来他们是有兴趣的。那咱们青龙寺吃票？你个傻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等吗？不走。这个男人没想到，花500两雇来的杀手不仅不干活，反而连夜跑路，飞快地赶去给他的仇人通风报信。什么人？站住，否则格杀勿论。住手！我要找徐小贤许公子，急事。你丫要是给我报个屁大点事，我让你爹去凉州宰了你。少爷，周阎王的外公曹伯栋已经安排了土匪，要在前面抢你们的税粮税银，一旦和他们撞上，必然会被赶尽杀绝。知不知道土匪将在何处动手？这个真不知道，就连周阎王自己都不知道。你可知道是哪一股土匪？这个也不知道，因为周阎王同样不知道。刘大哥，这周边红莲教和黑风寨各有多少土匪？红莲教有480余人，黑风寨有360余人，这是5年前的数字，现在不知道他们是衰败了还是扩大了。徐小贤一合计，自己这边也就60人，完全不是对手，当即安排了人轮流值守，在开阔的地方扎营，又将李刚安排做护卫队的队长。来福，小人在。从现在起，你就是李刚的副将。李二狗和李赖子，你们都和李刚认识，你们2人就是李刚的左右使长，各领一半的人，其余事情听从李刚的安排。好在一夜无事，第2天一大早，所有人再次用过了早饭之后，继续出发了。队伍行进在前往凉州的路上，黑风寨的土匪们也在这个早晨下了山。大当家，你说这些青龙寺的和尚怎么不自己干了这买卖？哼哼，慧能那老和尚可有钱得很，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干过打家劫舍的勾当了。听说那些和尚个个都在念经，估摸着也是想要漂白了。和尚拾起坏来可坏得很，大当家的，咱们可得多长个心眼。我有安排几个弟兄在残月山盯着青龙寺，若是青龙寺真有异动，咱们也能提前知道消息。
好，3弟安排的是舞剧戏，有心了，兄弟们，跑快点，傍晚时候咱们得赶到凉风呀。如果我是土匪，我就会将劫掠的位置选在那里。有没有别的平路能够绕过去？两旁都是溪谷，根本没路，去凉州必经凉风呀。那就没辙了，这该怎么办呢？月儿，让小姨带着你先回去。不，无论如何我都要陪着你。少女看向徐小贤的视线极为坚定。徐小贤发现自己也无法劝服季月儿。乡试考个举人，相比于我自己的小命，显然不是很重要。明年的土豆种子有限，产量不会高，但给梁邑县缴纳一点税赋也没啥。那我们一起回去。不考了，明年再考也一样，何必去冒这风险？这是曹不动曹贼弄的花样，土匪肯定会来。你觉得咱们这里的这些人能打得过土匪？好，那就回去。不是，许少爷，那我们怎么办？你们继续走，别管我。带着我一个书生也是累赘，你先忙，我们准备走了。等等，许少爷，你的这些人……哦，都是我的家奴，当然得全虚全影的带回去。刘能整个人都不好了，这特么是明知道有土匪要来呀，自己这10几个捕快哪里够土匪砍的？与其丢了银两还丢了命，不如老子也带着这些银两回去。许大哥稍等，我们同行。刘大哥，你这可是临阵脱逃，都怕总比死了的好。这不还没有扎营吗？我这就去通知车队掉头。刘能跑了过去，很快车队调转了码头，连晚饭都没吃，就这样往回跑，比来的时候还要快。夜色降临，土匪们等来了探子的回报，他们都惊呆了。跑了？他们怎么会跑了呢？谁特么走漏了风声？现在怎么办？弟兄们，成！徐小贤跑着跑着，忽然觉得不对劲，土匪速度比他们快，这样跑下去不是办法，必须打一波伏击才行。他当即叫来了刘能和李刚商议。我想在松岗打一波伏击，那里是松林，能够隐藏车辆，另外路边还有一处山坡，适合射箭，站在高处很适合拒敌。若是土匪当真跑入了松岗，一轮齐射就可以消灭很多，这防御战胜算极大。1个时辰之后，队伍进入了松岗，在捕快和护卫队的指挥下，300辆马车被藏在了松林里面，所有人带着武器也都埋伏在了山坡上。他们似乎是发现了什么，这没道理啊！咱们又没留下什么线索痕迹，这帮捕快是如何察觉的呢？管他个球！他们只要带着粮车，咱们很快就能追上他们。如果他们放弃了粮车，这是好事啊！咱们就求个财，杀人不好。说得对，如果他们依旧护卫着粮车，老二你带人砍了那帮捕快，老三带人把车劫了带进连云山里，我带着弟兄断后。好。一群土匪打着火把在这官路上狂奔，尾随的青龙寺的和尚释经就纳闷了。慧能师伯说，这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青龙寺当然是黄雀，但现在蝉雀跑了，这螳螂也跟着跑了。我没带人来啊。寂静的夜色里，土匪的火把耀眼的就像一条火龙一样。是啊。卧槽！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我们是黑风寨的兄弟，肥羊是我们先盯上的，莫要坏了规矩。王书生压根就没想过这批埋伏的人会是送粮的捕快。有埋伏，弟兄们，杀上去！来等，随我从这边上山。所有人给老子瞄准了射，快点！弟兄们，杀上去，弄死他们，为二当家报仇！李刚，你带20个人去射他们一家伙。好，二狗子，带着你的手下跟我走。50人就包围了500土匪，土匪一个个都被射成了刺猬，哀嚎着在地上打滚。这个男人明明被人称作傻子，没读过兵书，却懂得兵法，在险要地势伏击土匪，把土匪打得元气大伤。来福，砍死他们！刀在手，跟我走，兄弟们，杀光这些狗娘养的！弟兄们，别他妈给护卫队丢脸！刀在手，跟我走，为少爷而战。这少爷特么的是谁啊？才20-30个就敢嗷嗷上来！弟兄们，砍死他们！不好，遇见了硬茬子。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咱们走。土匪这个职业太危险，将那些地开垦出来当个地主，这才是正道。少爷，我好像杀了不少人。卧槽，这么大一道刀伤！别哭，少爷给你抹点金疮药。哦，多谢少爷。
咱们这边死了5个，伤了13个，其中重伤6个，得赶紧送回良义县医治。好，先给他们涂上这金疮药，半个时辰之后，咱们启程回良义县。半个时辰之后，队伍再次启程。那5具尸体也放在了马车上，另外还有一个半死不活的，他就是黑风寨的大当家瞎眼堂。会不会完啊？400个人被50-60人反杀，居然死的一个不剩。黑风寨是养猪的吗？不对，独眼堂被抓了，可不能让他活着到官府手里。世经和尚身形一展，尾随着车队渐渐接近。他不知道独眼堂在哪辆车里啊，这就不好办了。老子一辆一辆的找过去，总是能找到的吧？凭着自己的轻功，这群人应该发现不了自己。他找呀找。呀，你这胆子还想当个游侠哎？想啥呢？拿块布把这脑袋给包起来，回去交给你爹，他可能会有点用处。菩萨，我尊你、敬你、礼你、送你，你可要保佑我这青龙寺平安无事啊！黑风寨上下近400号人，全死在了松岗的那山坡上。这帮没用的东西，去通知你二师伯他们回来吧，将黑风寨剩下的所有人杀光，放一把火烧了。你这样就没意思了，若是还有下次，老衲就不敬你了。不过50-60人，他们怎么没去凉风呀？反而是在松岗设伏的呢？徐小贤，难不成你还能察觉这是一场阴谋？不过这样也好，你越有本事越好，你到了京都更好。还要不要去凉州参加科考？还有3天开考，时间有些急，莫如这样，你随着仙儿他们回去，我带上来福2人走。我请小姨也和你去，她毕竟身手更厉害一些。好，你在家里等我。徐小贤跳下马车，拦停了车队，向刘能他们说明了情况。接下来，他看向了护卫队的队员们，面色严肃，声音颇为悲伤。李刚，回到良义县，牺牲的5个人每一家发放抚恤金100两银子，重伤的6人每人发放20两银子的营养费，轻伤的7人每人发放10两银子的营养费。另外，所有的护卫队成员昨晚杀敌有功，当赏，每人再行奖励5两银子。回到百花村之后，护卫队要扩编至100人。你们记住，护卫队只从百花村的村民中选取，新人和你们的待遇一样，训练也得一样。以后还要加强训练，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我希望你们都能活着。少爷，我去凉州拿个举人回来，你们给少爷我活出个人样儿来。滚！大部队再次启程，在激动中往良义县而去。徐小贤带着来福和简春夏登上了马车，向凉州而去。你就不心疼那么多的银子花出去？疼啊，可能怎么办呢？人家命都没了，银子总没命来的重要吧？如果能够组建一支1000人的团练队伍，如果能将他们给训练出来，老子也就不再怕什么土匪了。对了，他们最好是会武功。你看着我干啥？小姨，想不想当官？啥官？百花镇团练总教头。听说我们凉州也有清水蚊香上市，和我们当初在良义县所见的百花蚊香上市没有区别，甚至更胜一筹。我倒是很想看看徐小贤的百花蚊香堆积在店里，一盒也卖不出的样子。这清水蚊香背后的老板是周作，他真是颇懂经商之道啊。清水蚊香只卖给前来参加乡试的学子们，这里面极有讲究啊。咦，对了，端午文会的时候不是听说徐小贤要来参加乡试的吗？明儿就开考了，他似乎还没有来。是啊，宋兄不提我都忘记了那厮。乡试武艺、辩经、诗词、算术、通论、策问，他徐小贤就算是诗词了得，其余4艺未必就怎样，也或许他有自知之明，不敢来参加这乡试吧。可是这家伙去岁时候是真考了第1的。那不过是传言，放榜才是真实的。他并没有得到解元，甚至榜上无名。你们莫要忘记去岁，他就是妄想得了第1，最后却疯了。这好不容易才治好他，哪里还敢再来？这个男人跑得很焦急，2条腿都抡出了残影，可他还嫌跑得不够快。明明去年考试他得了第1，可是放榜的时候却没有他的名字。他今年一定要再考一回，可没成想半路遇到了500个土匪，还好他跑得够快。但眼看着所有考生都进了考场，考场的大门就要关闭。等等，别关，时辰未到，放我进去。你谁啊？时辰已到，明年再来吧。晚生徐小贤，现在时辰还没到，还差最后1刻钟。你就是徐小贤？这位大爷，我现在没空。你还不能进去。无妨，他并没有迟到，让他进去。这小子倒是有趣。齐大人公正之心，乃是下官学习之榜样。原本下官应该来得更早一些的，却被一件事给耽误了。何事？前几天从良义县送往凉州的税粮税银，在来的途中差点被土匪给劫了。还有这种事情？下官惭愧，寝食难安啊！
这2周土匪猖獗，居然到了感动皇粮的程度。幸好粮车已经安然回到了良义县，下官正准备派府兵前去护卫。来福，来福，来福，来福！把少爷我的书箱和包裹赶紧送来。徐小贤背着背囊，提着书箱，在众目睽睽之下往最前方高台走去。他要去拿他的舍号。此刻，这贡院里已经差不多坐满了徐小贤，沿着通道而行，左右打量了一下，觉得这贡院像极了前世的养猪场，小房间整齐地排成了一列一列，每间小房间的门口都围着个围栏，围栏后就是一张木板小桌子，吃喝拉撒就在那不足5个平方的空间里，这一待就是9天。不人性啊！猪舍比这考舍还要大一点。咦，西文杰在这里？嘿嘿，这厮是在挑衅，怎么没将这货给关在门外？你不来多好，老子就少一个竞争对手呀！晚生徐小贤拜见考官大人。主考官眼见着学生差点迟到，心下不悦，他最看不起这种不守时的学生。相属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传死？我他妈不就是晚了那么一点点吗？这老不死的居然让我赶紧去死！徐小贤的嘴儿微翕，他终究咽下了这口气。拿着这张纸条，他正要去寻找他的考舍，却不料这位主考官端起茶盏来，又说了一句：“人不通古今，金驹马牛，事不晓廉耻，衣冠狗帙。”徐小贤顿时不高兴了。老先生说的对，读书人当窥天地之高远而不近宵小，懂大道之奥义而疏远小人。晚生如醍醐灌顶，当以先生为镜，三省吾身，不与狗帙之辈辨是非。时辰到，所有监考官前台集合，所有考生肃静。本次乡试更改规矩如下：以往考3议，本次考5议。想来你们都已经明白，拆卷发卷。大陈16年乡试在主考官袁树枝的宣布下正式开始。当所有考生的考卷都已发放完毕，许多的学子都已经在冥思苦想的审题的时候，徐小贤终于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找到了他的考舍。好家伙，这间考舍位于贡院的西北角，正对着西北方向的弄堂。这秋风从那弄堂里灌进来，正好笔直地吹进他的房门。这才刚刚发件呢，你有啥事？考官大人，学生想换一个考舍。奇怪了，这更列在最后一排，都是空房，怎么偏偏这名考生被安排在了这里？这考舍是早已安排好的，科考有科考的规矩，岂有说换就换的道理？驳回。不对，这小子窝在这角落好作弊啊，我得盯着他。世上还是好人多啊。诗词是以中秋为题，好难写啊，这笔一动下去可就是个假上啊。可我只想考个乙就行，水调歌头不能写，月下独酌也不写，望月怀远还是不能写。算球，先不忙想了，反正这道题目有1天的时间，昨晚上没顾上吃晚饭，今儿早上也没顾上吃早饭，先煮饭，干了饭再慢慢去想。徐小贤，这是放弃了做的。坐在高台上的主考官袁树枝端着茶盏来嘎了一口热茶，觉得这样坐着也难受，不如循循考场活动一下身子。瞥了眼西北角，他捧着茶盏走了下去。虽然这徐小贤对我不敬，但其罪也并不致死。他莫要名落孙山，还落下个病根子，亦或直接冻死在了贡院。待会就给他调一个考舍吧。吴怀，你在干啥？回主考官大人，下官在监视徐小贤。你监视徐小贤流哈喇子是几个意思？莫非你吴怀还有断袖之癖？大人，那小子做的菜好香。老夫刚才还心软想要给他换个考舍，看来是老夫想多了，他不值得。奇怪，今儿个怎么总觉得不对劲？好困呢。他打好了。回元大人，他未曾动笔，一直在睡。连午饭都没有起来吃。老夫还以为他胸有成竹，原来不过是朽木罢了。要不要叫醒他？叫他干啥？他不是想睡吗？那就让他睡舒服吧。卧槽，天都快黑了。袁大人，他好像要答题了。他压根就没思索，不过是应付罢了。可惜浪费了那张卷子。不过一盏茶功夫，徐小贤奋笔疾书，一首诗和一首词一挥而就。不知为何今天特别困，都没有时间去回想一首不太出名的关于中秋的诗词来。所有考生停笔，第一考试结束，收卷。莫非你这诗词也没做好？我真的不想得个假上，可没办法啊，特么的睡过头了。打住，咱们是兄弟，我呢在这里劝你一句，不要把成绩看得太重。其实能够拿个甲下，我估计就已经能够拿到这第1的榜首了。还不知道明天考哪1议，不过今天有些奇怪，上午的时候我的脑子还很清晰，但到了中午越到后面脑子越糊涂，我特么脑子没病啊。他来参加考试却得罪了考官，
虽然被考官刁难穿小鞋，可他在考场上依然过得很舒服，不仅能在考场睡觉，还能在考场上做饭，饭菜的香味直接勾动考官和考生的馋虫。等到考试最后的1分钟，他才开始答题。这一场考试，他本来只想考一个中上的成绩，可没想到睡过了头，马上就要交卷了。他只能随便写一首，却写出了一篇千古绝句。接下来这一场考的是辩经，希望你们都能重视。你们千万别学某些人，是乡是为儿戏，居然在考场上睡觉，还差点交了白卷。现在发第2科试卷，罚卷，开考。徐小贤拿到手中的试卷有些傻眼，因为试卷上的题目他竟然提前见过，确切的说，这个题目算是他自己出的。题目是便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之意。这句话明明是我和张桓公吹牛皮的时候说的，他怎么就出现在了这考卷上了呢？这张桓公厉害啊！莫非他曾经将这句话写过给京都的某个大人物？哇，思考着如何下笔，他只想考个中上的成绩。这次不好好思考的话，说不定就要得甲上了。我干脆反着写，一屋不扫，可扫天下。徐小贤刷刷下笔，一旁的监考官越来越惊讶。这小子昨天诗词相对简单，他却睡了一天，今儿这辩经可是难题，他却偏偏没去慎重思考。徐小贤这就在答题了，不过未领悟其深意，终究不过是一篇泛泛之文罢了。啊，肉不多了，明儿个得请考官让来福去买一些来。酒囊饭袋，小木兮不可雕也。原本2天的辩经考试，徐小贤只在早上用了片刻就已完成，而同场的其他考生却抓耳挠腮，昏昏欲睡，蚊香的味道特别浓烈。越是考场，中间的考生昏睡症状越是严重，一时间考场鼾声四起。什么时候考生们的心理素质变得如此强大了？乡试的第3天，依旧考的是辩经。许多的学子在冷水的刺激，恢复了曾经敏捷的才思，一个个都点燃了蚊香，在灯笼那微弱灯光的映照下，都在奋笔疾书。原本应该是锅碗瓢盆响起的时间，这时候的贡院里却偏偏只有沙沙的落笔之声。天才刚亮呢，怎么这批学子如此勤勉？不错，看来他们经过昨日的深思熟虑，今儿个已成主宰兄了。他捋着长须，极为欣慰地点了点头，脸上才刚刚露出了一抹笑容，便听见了叮叮当当的声音。他四处一张望，这声音是从西北角那地方传来的。他走了过去，又听见呲啦一声响，便看见徐小贤正在撅着屁股，似乎在煎。考官大人，时旦否？禁言，此乃公园。不是，现在不是早餐时间吗？这一天就在考生们的焦躁中过去。第2议辩经考试结束，考生们没有欢欣雀跃，一个个都如丧考妣，只有徐小贤例外。他早已起来，这时候可以光明正大的做晚饭了，没有什么比吃更重要。考试不是很简单的吗？直到科考的第5天考通论的时候，许多的学子都拿着笔直接趴在小桌子上就睡着了。这些奇异的现象当然引起了袁树枝的注意，这么多年监考，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现象。那些学子们就像吃了迷药一样，一个个没精打采，双眼无神，甚至成片的趴在了桌上睡觉。莫非是这贡院的风水有问题？这说不通啊，难道是蚊香？这东西不是说用来驱蚊，还可以提神醒脑的吗？它真的变成了迷幻药，这可是大事。如果确定了是这蚊香有问题，制造售卖这蚊香的人当诛。在袁树枝的命令下，贡院里所有的蚊香都被没收，不再允许任何人点上。可惜已经晚了，这是科考的第7天了，现在就剩下最后一科算术。徐小贤此刻看着这张试卷发呆，他怀疑自己是在作弊，也或者说是张桓公在帮他作弊。因为这道算学题正是他以前写给季月儿的那2只老鼠相遇的问题，连字都没有变一个，这就很令他生气了，因为他必须答出来啊。这答出来了又特么是个假上，莫非这解元又要落在我头上？老子不想出名啊！无奈的徐小贤只能再次落笔。整场考试从头到尾持续了整整9天。当考生们再次走出考场，个个泪流满面，徐小贤迈出大门，却舒服的扬天大笑。少爷，莫非又能中个解元？本少爷是不屑于那解元的。这年头，大言不惭的人可越来越多了，也不怕风大了闪了舌头。兄台，难不成你还能中个解元？哼，这次没有发挥好，不知为何犯困。下一次我定要中个解元。你也是，和他说啥？他就是徐小贤，就是在贡院里大言不惭的说好担心的个解元的那个徐小贤。竹林书院张长举张老夫子这些年也是了得，去岁时候他的竹林书院就出了一个解元。原本有2人中举的，另一个老夫也是昨儿查阅了去岁考生的资料，才知道他就是徐小贤。徐小贤经科倒是有参加了，不过可惜了，这人自暴自弃。莫要说解元了，就算是举人，他也无望。却不知道今岁的竹林书院可还有亮眼的人才。凉州学子中呼声最高的是北秀3姐，另外一个是柳时月，也是北秀书院的弟子。估计这解元会从他们几个中诞生。徐小贤可惜了，你们不知道，这个学子博学广记，对4书5经之精义极有见地。今岁端午，
竹林书院举办了一场文会，这小子的诗词可是得了魁首的。徐小贤还有这本事？是啊，听闻他数息之间连作4首诗词，比之北魏花中举花老大如还要厉害。当然，恐怕传言有些夸张，但也足够厉害了。你们未曾注意，老夫可是将徐小贤看了个清清楚楚。他入场就在睡觉，至交卷时候才匆匆落笔。他没可能能够做出好的诗词来的。行了，不说他了，安心阅卷，若有精美之作，给老夫一阅。房间里安静了下来，几十个考官都在翻阅着试卷，或蹙眉沉思，或不屑地摇头，也或眼睛一亮。妙，有好文章了，是怎样的诗词？赵夫子，读来听听，让我们也共赏一下。暮云收尽一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年明月何处看？当他将这首诗吟诵出来的那一刻，袁树枝陡然站了起来，他甚至大步向赵树秋走了过去，下台子的时候还差点摔了一跟头。给老夫瞧瞧，好诗，好诗了！银汉无声转玉盘，简直是神来之笔。这会是哪个学子所书？袁大人，速速看看他的词如何？这是一场诡异的考试，所有考生都趴在桌上睡觉，只有他正弯着身子翻动着锅铲在炒菜，菜香味引得考官直流口水。这不是厨艺考试，反而是正经的科举考试。只因为不想得到一个好成绩，所以他只是随便将题目做完。可不料，即便如此，他的水平仍然比其他考生高。暮云收尽一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年明月何处看？这是一首中秋送别的诗。暮云收尽一清寒，妙极，月到中秋分外明。但这位学子却偏偏没有从月光入笔，而是从暮云说起。此中极有深意啊！此情此也不长好，明年明月何处看？中秋明月圆，正值团聚，佳会难得当，尽情游乐不忘今宵。但明月暂满还亏，相聚便有离散。一句何处看？是问人也是问己，抒发的是行踪平寂之感。整首诗对仗天成，假借巧妙，实乃老夫这一生所见难得的妙品。当推举给苏明阳苏公，或刻入文风阁。这会是哪个学子所书？袁大人，速速看看他的词如何？一群考官这时候都早已放下了手头的活儿，都围在了袁树枝的旁边。这一首《阳关曲》可是极有可能进入文风阁的。文风阁建成至今14载，才收录了诗词文章不过10余篇，可见要入文风阁有多难。但现在他们似乎就要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了。这可是我监考的贡院，若是这凉州贡院出了个惊动大臣的大才子，我也有实贤之能啊。若是真的进入了文风阁，我还能得个伯乐之评。好词，好词！甲上，双甲上，大臣史上多不，就算是前朝史上也绝无仅有的双甲上。这群考官们看着袁树枝那癫狂的模样，就愈发的惊奇了。袁老，当真有这么厉害？大人，快给我等也瞧瞧。尔等听好了，此词名为《琵琶仙语中秋》，碧海连连，是问句：冰轮为谁圆缺？吹到一片秋香，清辉了如雪。愁中看好天凉夜，直到尽城悲夜，直影而今。那堪重对，就是明月。偌大的阅卷阁里鸦雀无声，落针可闻。所有学官的耳朵里依旧回荡着这首词。过了许久，袁树枝这才睁开了眼，脸上神色忽然萧索。此词也甚悲，细细品之，仿佛作这首词的人是在悼念故人，还是一位红颜。老夫仿佛在这词里见到了亡妻与悲户，只落得田营百感，纵茫茫，不关离别。袁树枝忽然泪流满面，他放下了试卷，哽咽着坐了下来。此学子无知之极也，待知晓他的名字后，老夫当今去拜访。主考官袁树枝在阅卷阁以泪洗面，始作俑者徐小贤一行正好走入了一间雅致的食府。在这里，他见到了几个熟悉的人，北秀三杰。我至今难以释怀，为什么在贡院里那9天只有第1天颇为清醒，其后8天，尤其是最后那3天，我特么简直困得要死。这话在下也深有同感。这不，今儿个这脑子完全没事，你们说会不会是那清水蚊香的问题？这话一出，所有少年陡然一惊。有点道理。科考第1天上午的时候点蚊香的人不多，故而我们思绪较为清楚。但到了中午，点蚊香的人一多，我的脑子就犯了糊涂。第1义的诗词原本以为会考得极差，现在想来，5义之中恐怕唯独这诗词最好，因为后面的4义我完全是在懵懵懂懂中度过。我这里还有不少清水蚊香，待会咱们去客栈点上试试。如果真的是这蚊香有问题，这件事咱们绝对不能善罢甘休，必要去报官。其余学子纷纷附和。齐文杰却吓了一跳，他知道这清水蚊香是周阎王弄出来的呀。如果真是这蚊香有问题，而影响了整个凉州的乡试，这罪过可就大了。大家先冷静，我以为应该不是这蚊香的缘由。这清水蚊香的配方和工艺和百花蚊香一模一样。如果这清水蚊香真有问题，那百花蚊香早就将这些问题给暴露出来了。这话好像有些道理，其余学子们就愈发的迷糊了。
宋思杰却没有信他这句话，而是反问了一句：兄是如何知道这清水蚊香的配方和工艺就和百花蚊香一模一样呢？清水蚊香产自凉州，这蚊香的盒子上印着的可不是徐小贤的头像，而是周做的。另外我还听说徐小贤派了朱重举来凉州，为的正是在凉州售卖百花蚊香和百花饴糖，同行是冤家。徐小贤也断然是不会将配方卖给周做的，所以我现在更有把握相信是这清水蚊香的问题，迟早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贡院不是封存了那些蚊香吗？很快就会有鉴定的结果出来。宋思杰的这番话得到了其余学子们的赞同，就连常旭杰也在暗自点头。而恰好这时候徐小贤一行走了进来，他恰好听见了这番话，徐小贤不禁乐了。原来老子在贡院里睡得香，是因为周阎王弄出的这蚊香。看来宋蛮子这货和周阎王勾结是铁板上钉钉的事了。此事关系重大，宋兄万万不可妄下定论。对了，今晚周少爷在兰闺坊宴请各位，他已经得了举荐，走的是户部尚书张大人的路子。周少爷说希望能和大家在这凉州再聚聚，大家可不要服了周少爷的脸面。周阎王晚上也要去兰闺坊，这混账居然也能得了举荐去当官，这厮就要跑去京都长安了，那留给我弄死他的时间可就不多了。而最好的机会便是今晚，那就在今晚动手。众人听说周阎王这就要拍拍屁股走人了，都面面相觑。这曹刺史果然手眼通天啊，居然走到了户部尚书的门路。就算查出来是这蚊香的问题，又能拿周阎王怎么办呢？周少爷是双喜临门，受举荐前往京都是一喜，这第二喜，听闻张大人有个女儿叫张玉兰，即将和周少爷订婚。你们想想，如此一来，周少爷是不是就一飞冲天了？他这次请大家一聚，在下说句难听的，是看得起我们，是周少爷还念着这同乡之情。再说了，周少爷当了官，咱们往后若是有那机缘能去京都，岂不是也能多条路子？这一下顿时打消了众学子想要告发周阎王的心。自古明斗不过关，与其得罪，不如讨好更有益处。在下估摸着是那贡院里的空气不太流通的讲究。清水蚊香可是周少爷的产业，他为的是清水镇的百姓们能够富裕起来。这清水蚊香在凉州卖开了，徐小贤那厮的百花蚊香便只有在那小小的凉邑县售卖。对了，听说朱重举选的地方在琵琶巷子，周少爷的清水蚊香就在他的对面。这徐小贤妄想在凉州赚钱，他呀恐怕会把底裤都给亏没了。这群没骨气的东西。这家店铺有点怪，明明他家的产品没人买，价格还比对家的要贵，可老板不仅不降价，反而还要涨价，并且让手下人加大进货量，仓库被堆得满满当当，产品却一件也卖不出去，店员急坏了，老板却很淡定。现在店铺积压了3万余盒蚊香卖不出去，大哥再不想想办法，连这个铺子都要堆满了。堆满了好，从明儿个开始，咱们百花蚊香涨价就定为70文一盒。我还寻思降价的，对面才卖50文，咱们比他贵20文，这岂不是一盒也卖不出去了？按我说的去做就行了，接下来这3、5天估计真的会一盒都卖不掉，不过别急，让子弹飞一会儿。徐小贤没有向他们解释，而是走入了这百花蚊香院里，取了笔墨纸砚，提笔洋洋洒洒写了一纸的字递给了朱重举。朱重举接过来一看，又大吃了一惊，他的蚊香竟有这种负面效果，为什么不直接去衙门告他丫的？他外公是这凉州刺历，学子们哪里敢去告发？但学子这次考的大师水准，肯定心里是有一股怨气的。咱们要做的就是在这怨气上多浇点油，然后等那一抹火星迸发出来，将这股怨气给点燃。大哥，你吩咐，接下来我要怎么去做？将这玩意儿印成传单啊，找几个乞丐，给他们银子，让他们满城去张贴。好，不过大哥，我听说周阎王这东西得了举荐要去京都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担心什么？徐小贤当然没有说起他要对付周阎王这事，不过他也不知道周阎王同样请了杀手，想在今晚除掉他。二人竟然不约而同想到了一块儿。华灯初上，凉州城一如既往，2道桥头的兰闺坊早已亮起了灯笼。徐小贤一行在用过了晚饭之后，正往兰闺坊而去。这个时候去兰闺坊会不会太早了一点？去兰闺坊这种地方，当在亥时去，这才有时，该找个茶楼才对。但徐小贤需要提前去做一些准备。这里可是凉州城，人家可不会像凉邑县的那兰闺坊一般等着你朱少爷。再说，今儿个可是科考结束的第一天，估摸着去兰闺坊的学子会很多。晚了怕是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了。在路过小胡同的时候，徐小贤看见了一棵皂角树，他折了一根皂角树的枝条，从上面小心翼翼地折了几根钉刺。没有人注意到他将那些钉刺放进了袖带中，还用手帕给包了起来。这样就不用去买针了，更不会留下任何线索。一行人正在走着，身后忽然传来了大叫声：让路让路，周少爷大家，所有人给老子让开！认钱不认人的快手李三，他似乎在跟踪徐小贤。师姐要不要做掉的？再看看徐小贤这是要去兰闺坊。今儿个乡试结束，姑爷年少，何况还有小师妹同行，当无妨。仅此一次，这男人一旦入了那花丛之中，可是会上瘾的。
等回了梁邑县，就着手安排月儿和小贤的婚事。你跟着徐小贤，切记不可让她沾染女色，否则切了。师姐你呢？我瞧瞧这块手里三究竟想干个啥。就这样，徐小贤一行来到了兰闺坊。牌坊里是一片巨大的院子，院子里停了许多的马车，就像前世的停车场。徐小贤等人在一名婢女的带领下，沿着这条明亮的通道往兰闺坊的主楼而去。他左右看了看，很快便发现了周阎王的那辆马车。车把式依旧坐在马车上，待会得想点办法进入马车里。周阎王作为兰闺坊的大金主，今晚像是众星捧月一样登场。他一进入，所有学子纷纷起立问安。诸位，这样可就见外了。咱们基本同岁，彼此无需客套。等少爷这2天就要去京都长安了，估计这2天出不了门，得听候外公的训诫，所以才将这日子定在了今晚。咱们都是凉州人，你们也都是凉州有名的才子。这乡试结束，本少爷在这提前祝你们全都高中，然后咱们在京都再聚。热烈的掌声顿时响起，一个个阿谀奉承之声络绎不绝。徐小贤一行也在2楼，不过是在角落里，因为今儿晚上这兰闺坊确实人多，没地方了。时间在悄然中流逝，徐小贤借着酒意去出了个宫。在那厕所里，他将袖带中包着的钉刺取了出来，泡在了那小药瓶子里。别，这他妈谁啊？喂，你他妈上错车了！你这奴才还不去赶车？少爷我醉了，该回府了。这他妈不是你的车！瞎讲！你狗约的是谁？还不驾车？这他妈是周少爷的车！你他妈给老子记住，老子定要弄死你！车把式感觉跑去了澡堂，徐小贤也去了，在考场里待了9天，他觉得浑身上下快发霉了。恰好今晚北凉府的道台齐文俊也在泡澡，不过徐小贤只以为这只是个在贡院门口碰见的普通老头。喝多了，有点。考试结束了，放松一下。有没有找个姑娘？被他扰得烦了，又想起自己的计划似乎不够保险，一下从池子里站了起来。你要干啥？拉屎。拉完了回来，我给你搓背啊！这老头脑子有病吧？哎呦，真他妈会切！哪里来的这东西？何欢没有多想，甩手将这钉刺扔了，又仔细地摸了摸坐垫，没有了。他再次坐了上去，转头望向了依旧灯火辉煌的兰闺坊，寻思着少爷也该出来了。周作这时候在几个狗腿子的护卫下确实出来了，不过他还搂着一个小娘子，正是这兰闺坊的魁首萧思思。2人有说有笑，十分亲热，坐上马车。哎呦，钉子！这他妈老子的坐垫上怎么会有钉子？何欢，给老子滚过来！不是钉子，打个火折子看看。造脚刺，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快帮本少爷拔出来！何欢赶紧照做，他现在怀疑马车被动了手脚，可深知少爷脾气的他不敢讲出来，那样只怕会被打个半死。也不是什么大事，走吧。可有人上过本少爷的马车？没有，小人一直守着，根本就没人来过。这他妈就奇怪了，难道是被风从外面吹进来的？不就2处小伤吗？待会儿奴家给你好生治治，保证他非但不会痛，还会带给公子快乐。当真？不瞒公子，奴家口技也是一绝，却未曾施展过。那赶紧的，回家。女孩被当街抢走，沦为傅少爷的玩物，玩够以后又把她转送给别人。女孩的哥哥打上门讨要，却反被他的狗腿子杀害，抛尸荒野。而这不过是他干的所有恶事中微不足道的一小件。最近他还盗版了别人的产品，偷工减料，专门卖给参加科举的考生。伪劣产品使所有考生成绩滑坡，可所有人都敢怒不敢言，表面上还要极尽讨好，只因为傅少爷家3代为官，能够在这里一手遮天。不过总有人不畏强权。徐小贤将浸泡了毒药的钉刺放在他的座下，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险，又割断了马车的车辕。而傅少爷对这一切恍然未觉，马车陡然加速，路上的更夫连忙躲避。在他们还没醒神时，马车车厢侧翻出去，直接撞进了一间房舍。该死的，这特么谁的马车？老子的房子啊！响声惊起了正在睡觉的人，一盏盏灯亮了起来，许多的人打开了房间走了出来，映着灯光一瞧，全都傻了眼。都特么让开，有人呐！这些狗腿子平日里在凉州城跟着周阎王耀武扬威，这些街坊们都认识，此刻一看才知道是周阎王翻车了。这车翻得好，贪作孽不可活，希望这狗约的死透了吧。回去睡觉，走，没啥好看的，就是可惜了孙烟袋的房子，得重修了。狗腿子们吓坏了，赶紧将人从废墟里刨了出来。车把式已经断了气，快把少爷弄出来，速去请大夫。张文，你速回府去禀报老爷，这事儿可别想瞒住。还有救，再去一个人催孙大夫，
曹不动阴沉着脸，原本他还想着靠着外孙联姻在官场上更进一步，却不想发生了这样的事。周作，你喝你妈的花酒，你误了老子的大事啊！还好有那花魁垫在身下，不然这地方现在就该布置灵堂了。来人，请贼曹从事任大人前来。不管是意外还是人为，曹不动决定要调查清楚，安排妥当后，他找来了城中最好的大夫。因为周作忽然之间上吐下泻，状若癫狂，根本止不住。出个车祸受的是皮肉之伤，不至于有这种表现，莫非是伤到了脑子？此刻，周作他爹周阳在门外大发雷霆：“去将凉州医馆里所有的郎中都给老子请来！对，华神医，去请华神医。”冷静，华神医在京都给陛下治病，谁都请不来。岳父怎么办？你外孙恐怕熬不住了啊！都在吐血了，这该怎么办？周阳的话音未落，其妻曹氏从房间里踉踉跄跄地飞奔而来，人未到，哭声已至。我的儿啊，郎中呢？快救救我的儿啊！周阳，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无论花多少钱都要救回我儿，不然老娘也不活了。整个州府鸡飞狗跳，活脱脱仿佛一场口技在上演。整个凉州也在这一刻被惊动，所有大夫都被强行带了过来。无论是谁，只要能救我儿一命，赏纹银万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名头发花白的老郎中提着药箱走了进去，将周公子抓住，老夫方可切脉。叶郎中，我儿究竟是啥病？稍等。周作被几个家丁给摁在了床上，叶郎中撩起衣袖，伸出了手，摸了半天，摸不出个所以然来。这周作，一没发烧，二没咳嗽，为啥会上吐下泻呢？莫非他是吃酒太多，烧了胃肠？这得洗胃呀！试试，万一医好了呢？那可是1万两银子啊！于是他直起了腰，一捋长须，淡定地说道：“令公子饮酒过多，再受了车祸之伤，导致气血分涌，胃肠不调，得洗胃。全凭叶郎中吩咐。取粪水。”这古代洗胃可没那么讲究，可怜的周阎王就这样被摁着，活生生灌了一肚子的粪水。这玩意儿极为有效，他很快便吐得一塌糊涂，整个房间臭气熏天。娘，救我！哎，你坚持一下，娘就是在救你呀。再灌。不要，娘，儿要死了。窗白一声鸡鸣，周阎王在极度的痛苦中咽了气。曹氏在那一刻扑在了他儿子的尸体上，晕了过去。当这屋子里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周阳也扑通一声，一头栽倒在地。曹不动一个踉跄，他坐在了凳子上，那一瞬间仿佛苍老了10岁。查，去过兰闺房的所有人，挨个去查。徐小贤，对，徐小贤也去了兰闺房，极有可能是他动的手脚。徐小贤出了兰闺坊，在周阎王停马车的地方驻足，无人注意到他，嘴角一翘。狗吻之毒，这时候当发作了吧？朱重举明日去印刷檄文，再召集一些乞丐在城里张贴，清水闻香的大名将在这凉州城更盛。到时候数百学子围攻凉州州府衙门。曹不动，你是应该先审这清水闻香案呢，还是先葬了你那外孙？此刻的徐小贤并没有指望这一手能够将曹不动撬翻，人家可是堂堂5品次吏。不过周阎王死了，也得背下这口锅。他想得有些出神，就这样信步走到了兰闺坊的牌楼前。小心！这小老头太矮，这里的光线又较为昏暗。徐小贤在听到简春夏的这一声大吼之后，才隐约看见，他顿时慌乱，却在下意识中从袖袋里摸出了他的那把从前世带来的匕首。快手李三再次欺身上前，手里的短剑继续前送，目标正是徐小贤的胸口。然而他陡然觉得手里的短剑一轻，重量不对。李三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判断，这是他纵横江湖数十年用血换来的经验。徐小贤这时候连退了2步，李三收剑，他的短剑从中而断，去死吧！来福的长刀向他劈来，李三没有丝毫犹豫，他的身子一矮，从地上斜斜一窜，来福的长刀劈了个空。少爷小心！徐小贤觉得自己这次真的要死了，他甚至已经感觉到了那断刀刺骨的寒意，他连后退的机会都不再有。就在这时，一阵剧烈的金铁交鸣之声响起，简春夏终于从他的小包包里摸出了他的2把短刀。卧槽，还有高手！徐小贤的魂魄这才归位，来福提着大刀站在了徐小贤的前面。周若兰、朱重举4人此刻早已懵逼了。在凉邑县，他有事没事就会遇刺，这都跑到凉州来了，他丫居然又遇刺了！快手李三，你死定了！小丫头，你是何人？哼，姑奶奶是龙虎山简春夏。误会，小老儿和龙虎山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你去死吧！他是龙虎山未来的大当家。快手李三真的想去死，
这狗约的周阎王，江湖上能惹得起龙虎山的屈指可数。老子一散人，这特么居然刺杀的是龙虎山未来的大当家。鄂少爷每喝一次酒，就会大吃1斤屎，恶臭不堪的味道熏得人脸色发绿，可他还是要忍着，难受一口吃下。明明他不想吃，可是他的母亲非逼着他大口大口吃，甚至拿漏斗灌，只因为郎中说他饮酒过多，肠胃不调，需要洗胃。可他明明是中毒啊！最终他在这种屈辱折磨下死去，死前带着怨恨，只希望派出的杀手能够除掉仇人。杀手还不知道，老板已经挂了。他此时正在被一个7、8岁的小女孩暴打，只见他一个虚晃，拔腿就飞。刚刚飞起，他的双眼却陡然大睁，然后砰的一声，直挺挺从天上掉了下来。简秋香来了，杀手李三压根没注意，大意了啊！徐小贤此刻也陡然睁大了眼睛，就在所有人的注视中，他飞快地跑了过去，他一把抱住了简秋香。老婆，你居然是高手，相公我差点就见不着你了。放手，我是你丈母娘。徐小贤愣了片刻，松手后退2步，死里逃生的喜悦顿时变成了尴尬。这，你怎么和月儿一模一样？月儿是我生的。这丈母娘真的太年轻了，尤其是在这朦胧的灯光之下，她真的和季月儿没有区别。若是她和季月儿、季星儿走在一块儿，活脱脱的3胞胎。伯母好，刚才，伯母，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老娘来救你，你反倒说我不对。伯母太年轻，太漂亮，我简直没有分辨出月儿和你有啥区别。这可是不我眼拙，不信你问问来福。来福，但少爷，小人在。你说他是谁？来福一个机灵，这些话他都听见了呀。但少爷既然这样问了，肯定有其深意。此刻的来福灵光一闪，连忙说道：“这不就是少奶奶吗？”伯母您瞧，我没骗你吧？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简秋香心里顿时欢喜。女人谁不想别人夸自己年轻漂亮呢？哼，只有季中谈那不懂风情的家伙。可作为长辈，得有长辈的样子。于是他轻咳了2声，一本正经地说道：“说正事，这青楼以后不许去。”好，不去。见徐小贤答应得如此爽快，简秋香对这个女婿很满意。她压根就没想到，他这女婿还在打算开青楼。李三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惨叫，他的武功被废，叫了也没用，你招惹到了我龙虎山。说吧，谁指是你的？不说，那老娘就让你尝尝龙虎山分筋错骨手的味道。是周作周阎王。哦，姐姐，这人没用了，一刀杀了吧。可别，你姐夫可是朝廷命官，他时常给我说，现在我们不是土匪了，是马帮，这就要遵守大臣律法。简秋香站了起来，回头望了一眼，一黑衣男子从天而降。五师弟，我不是叫你看着点我女婿的吗？刚才他可差点被弄死了。黑衣男子吓了一跳，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徐小贤，还好全虚全伪的，幸亏没出大事。三师姐，我问了，就跑去吃了一碗面。将此人绑了，明儿一早送去这凉州官府，请大师兄写个状纸，状告周作周阎王雇凶杀人。不是，三师姐，刚才我吃面的时候听说周作那马车翻了，此刻生死不明。活该，但这状依旧要告，我的女婿可不能受了这委屈。威园客栈，徐小贤租了厨房，花了1个时辰做了一桌子的好菜。要攻略丈母娘可得多费点心思，何况还是这么厉害的丈母娘。当他将菜摆上桌了之后，才发现这丈母娘居然请来了满满一桌子的人。简春夏此刻很欢乐，简秋香坐在上首，手里拧着一壶酒，正看着这一桌子的菜发呆。三师妹可食否？那就先吃。许小贤就惊呆了，这群人仿佛是被饿了3天3夜从深山老林出来的一样，一个个挥舞着筷子，飞快地夹着菜，当真是吃在嘴里，看着碗里。一顿风卷残云过后，简秋香才想起来没来得及给女婿介绍这些长辈。这位是你的大师伯沈怀云，江湖人称铁臂判官；这位是你的二师伯韩秋山，江湖人称绝命刀；这位是你的4师叔鲁德深，江湖人称铁锁拦江；这位是你的5师叔石月，江湖人称踏雪无痕；这位是你的6师叔邱三德，江湖人称追魂剑。简秋香介绍完毕，徐小贤挨个的行了一礼，接着简秋香隆重的推出了徐小贤。徐小贤就是我给月儿选定的女婿，等我们回了凉邑县，就择个良辰吉日让他们成婚。从此以后，徐小贤就要诸位师兄弟罩着了。对了，今儿个那刺客就是这凉州的周作周阎王买通的快手李三。现在大家饭也吃了，接下来谁去干掉周阎王一家？徐小贤一听吓了一跳，这丈母娘阴晴不定啊！刚才还说不是土匪要遵守大臣律法，这转眼就要干掉周巡查一家。伯母稍等，敢欺负我女婿就不能等？不是，我的意思是等过2天看看。看啥？看戏。徐小贤这个夜里和这些混江湖的师伯师叔们好生的认识了一番。作为曾经的扶贫干部，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这是他的强项。老弟，
咱们各叫各的，从此以后你就是我沈怀云的老弟了。来来来，就冲你这句文侯将相宁有种乎，老哥和你干3个。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徐老弟这话简直如那啥对，醍醐灌顶。就凭这句话，我韩秋山敬老弟3杯。咱鲁德申没文化也不会说话，就是觉得徐老弟说的话好听漂亮，我鲁德申也敬老弟3杯。5个原本的师叔师伯，现在变成了徐小贤的5个大哥。徐小贤刻意结交，因为他需要他们，他心中对这些人未来已有安排。第2天，随着郎中各自返回，周作周阎王死了的消息迅速传开，但凉州的居民此刻反而不敢弹冠相庆，他们只能在心里欢乐，因为没人敢这时候去触了次立大人的眉头。周阎王死了，听说是在上香房出了车祸，抬回家请了许多郎中，在黎明的时候死的。举人街归元客栈，一大早就过来的朱重举看着徐小贤，兴奋地又道：“这厮坏事做绝也是活该，他这一死，那清水蚊香铺子恐怕就开不下去了。咱们的百花蚊香终于有出头之日了。大哥，昨儿你写的那檄文已经送去印刷，乞丐已经找好，咱们什么时候将这檄文给贴出去？”徐小贤嘴角画了个弧线，这是个天大的好消息。狗约的周阎王，你3番5次想要少爷我的小命，现在你丫总算是去阎王爷那里报道了。举荐，呵呵，还想一飞冲天？檄文别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大哥现在要去凉州府衙门告状。告啥？嘿嘿，昨晚大哥我被人刺杀这件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这个男人正在敲冤骨告状，明明他才是杀害城中恶少的凶手，可现在却来击鼓鸣冤，当起了原告，死者反而成了被告。何人击鼓鸣冤？在下凉义县秀才徐小贤击鼓鸣冤。有何冤屈？先冤着吧。次立大人不在。大人留步，晚生状告周作雇凶杀人。你说啥？周作都死了，如何雇的凶？晚生状告周作，凉州巡查使周扬之子周作，他雇佣杀手李三，行刺晚生，这是诉状，请大人为晚生做主。啊，老夫不过一师爷，这诉状……师爷，那就请师爷将诉状交给次立大人，否则晚生就敲破这面鸣冤鼓。段师爷无奈，只能接了状纸，匆匆去寻找曹不动。另一边，曹不动正一边应付着他的上官齐文俊，一边询问仵作：“说我那外孙是不是伤及脑子？”大人，经小人们验尸，车祸所造成的不过是皮外之伤，少爷之死死于中毒，只是什么？只是小人们都无法验出是何种毒药。少爷的胃里只有粪水而无毒液残留，这毒仿佛是被注入少爷的体内，经过血液而至心脏。在兰桂坊前院少爷停马车的那地方，我们找到了4枚制造绞刺，下官怀疑凶手就是用的这东西刺入了少爷的身体。曹不动当即命人用这钉刺去扎一条狗来验证。这时段师爷匆匆跑了进来：“大人，徐小贤在衙门击鼓鸣冤状告周少爷雇凶杀人。”什么？这徐小贤，你们出去，本官有话要和齐大人聊聊。听说徐小贤他爹当年在凉义县淡水楼和陛下有过八拜之交，下官斗胆问齐大人一声，当年事可真的已经了了？陛下现在的情况不是很好，所以徐小贤还是暂时不要让宫里知道为好。曹不动心里顿时就笑了起来。齐文俊这是在撒谎。如果宫里不知道徐小贤，当年也不会取消掉他的举人功名了。看来徐小贤还是死了好。齐大人的意思下官明白了。听闻当年云楼先生以公平严谨治君，今日既然徐小贤告了我外孙一状，这若是不受他心里定然对下官更为不满。来人，徐小贤这诉状本官受了，但因今日本官痛失外孙，无心审案，断却。你回衙门告诉徐小贤，3日之后本官开堂审案，定给他一个公道。小人遵命。回到了归元客栈的徐小贤微蹙着眉头。曹不动受理了这个案子，3日之后再审，3日更好。你记住了没有？奴家记住了。你重复一遍。8月17晚上大治事是亥时，奴家送了客人下楼，正要返回，却忽然看见徐小贤许公子也走了下来。不对，你根本就不认识徐小贤。啊，对，是奴家看见一少年正好走了下来。这小官人长得俊俏，于是奴家就躲在门边多看了2眼。然后呢？然后奴家跟着那小官人到了前院，见他在一辆马车旁蹲了下来。奴家还以为这小官人是在出宫，
却没料到听见了他似乎在割那马车的声音。若是让你指证，你能认出那少年的模样吗？那小官人生的漂亮，奴家记得很清楚。好，明日公堂之上，你必须将这事一五一十的讲述清楚。这是1000两银票，你做对了才有命去花。石月顿时皱起了眉头，果然，这曹不动居然还有这等恶毒主意。他悄悄地摸去了后院的厨房。这个夜里，兰闺坊忽然起了一场大火，这场大火烧了足足3个时辰，不过却只死了1个艺妓。现在老夫敢确定，我那外孙就是死在了徐小贤的手上。走，去对面房间看看，那些青楼女子我们不是都带过来了吗？想要个人证还不容易。曹不动和他的管家陶阳掌着灯笼去了西厢房。不好，开门！门开了，曹不动站在门口一动不动，管家更是瞪大了眼睛。房间里空空如也。大师兄，这都是可怜之人，莫如弄去龙虎山。路途遥远，再说龙虎山现在就只有一个小师叔在，我担心小师叔吃不消啊。那怎么办？送去凉邑县。怎么？你脑子里莫非还有什么歪主意？我说将他们弄去凉邑县的意思是让他们在百花村去跟着那些村民们干活，用自己的双手去谋生，而不是用他们的身体。那行，二师兄，你带着10个弟兄一人扛一个，趁着迷药还能维持2个时辰，将他们弄去凉邑县。三师妹放心，我们办了此事，立刻返回凉州。曹不动老奸巨猾，他估计还有我们没有想到的手段。天亮以后开堂，你自己得多加小心。多谢伯母关爱，他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这是不平静的一夜。曹不动思考着怎么弄死徐小贤，可他的上司齐文俊也在思考着如何保下徐小贤。这徐小贤竟然留下了凶器的破绽，还是年轻经验浅了。就在他思考的时候，曹不动的贼曹从事任平却前来拜见。下官任平3年前从灵州调至凉州担任贼曹从事一职，本是罗侯爷的家奴，此刻前来相见，是想让大人知道曹不动可能的手段。快请坐。有齐大人在，徐小贤定然无恙，只是得当心一点。曹不动手里有300死士，另外就是这凉州府兵统领都尉刘臧是他的心腹。小人担心的是，若是齐大人接手了这案子，曹不动狗急跳墙之下会做出过激之举动，怕是对大人以及徐小贤都会不利。你为什么要帮徐小贤？大人能帮，小人当然也得要帮。曹不动的一些安排，我已经透露给了简秋香，想来已经得手。另外就是快手李三，这个人必须死。李三还不能死，他不死，徐少爷会有麻烦。放心，有个人你正好见见。任平转身，豁然一惊，他呆立了片刻，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大管家，这是一个年约60旬、温文尔雅的老人，他就这样站着，用一只脚站着，另一只脚试着拐杖。他原本的另一只脚早已没了。你居然还会记得我？大龄末年，小人随着罗将军千里奔袭关西太阿，剿灭了黎朝残部之后，挥师入长安。那年3月3，就在长安城外的九曲池头，小人有幸见到了徐大将军，也见到了大管家。再一别，至今已是16年。这才过去16年，当年老夫也是跟着少爷驰骋沙场，南征北战，岁月不饶人啊，终究废了，没有办法再去侍候小少爷了。所以老夫来过这里这件事，你们2人知道就行，万不可对小少爷说起。关于小少爷的身世，现在也不要让他知道。你们别问为什么，时候还不到。我这趟带来了刀锋，可保小少爷无恙。古代公务员考场上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所有考生都不答题，一个个都趴在桌上呼呼大睡，临到交卷的时候，全都只能交白卷。主考官觉得这件事情有鬼，于是下令彻查，最后找到了罪魁祸首文香。可他们还没来得及找出元凶，相关的案件详情就已经被人公布了出来。所有的学子得知了真相，全都怒了。有人蓄意破坏大成科考，凉州乡试数百考生全军覆没。这他妈的，果然是那文香有问题。我听说清水文香乃是凉州自立之外孙，凉州巡查使独子周作所制造售卖。我也听说了，这文香配方乃是周作盗取百花坊文香所得，他意图让凉州考生无人中举，故而在这文香配方中添加了迷魂药，导致了本次乡试的考生们在嗅了那文香之后萎靡不振，思绪不清而无法全神贯注的答题，甚至当场睡着。我就觉得奇怪，以往用百花文香好好的，怎么一用这清水文香就犯困？原来是周作这狗约的故意搞的鬼。周作此人在凉州号称周阎王，借着他外公和父亲的官威，在凉州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在下没料到此子居然胆敢干扰大成科举，他这是意图颠覆设计。诸位考生，在下在此发出倡议，所有的考生们联合起来，
就去这凉州府衙门一同状告周作，不能让我们10年寒窗付之东流。今日4时，咱们在凉州府衙门前共击鸣冤谷，不见不散。考生们想到多年苦读，竟然因为一盘蚊香一朝白费，想到自己的举人身份就这样凭空飞走，一个个怒从心起，纷纷朝府衙门前而去。而此时，府衙中也同时在进行着一场审判。时辰到，升堂。传原告徐小贤。大爷，早啊，吃早餐了没？我这还有2包子。说着这话，徐小贤将手里的2个包子塞到了齐文俊的手里。我是来打官司的，你不好好做生意，跑这来凑什么热闹啊？我来旁听。还能旁听？当然。不明就里的徐小贤觉得这大爷是闲得蛋疼，他走进公堂，对曹不动拱了拱手。凉邑县秀才，即将成为凉邑县举人的徐小贤参见曹大人。咦，被告呢？曹不动的脸瞬间就黑了。明明你徐小贤杀害了我得好外孙，而今却装出这副模样，真是。徐小贤，你可知罪？曹大人，晚生是来告周作周阎王的。曹大人是不是没有睡醒，叫错了人？好你个徐小贤，牙尖嘴利的小东西！本官问你，8月17晚上，你可有去过兰闺房？哦，我知道了。这2天听到一个消息，说周作那厮死了。不过我不信，听闻这周作出门可都是带着数十打手，浩荡而行。曹大人，你说他有着如此多的护卫，怎么会死了呢？现在是原告陈述时间，你曹次立总不可能不让原告说话吧？你给我闭嘴！徐小贤这话让公堂上的师爷和衙役都极为惊诧，暗叹徐小贤胆子大，可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啊。本少爷在兰闺坊喝酒碍着谁了？这周作就不是个东西，不就是在凉邑县的时候被我不小心砍了一刀吗？这都几个月过去了，这小肚鸡肠的东西居然还记得在凉邑县刺杀了我3次，若不是本少爷命大，早就被他弄死了。我宽宏大量，不和他一般计较，却不料来到凉州参加完乡试后，他竟再次雇凶杀我。这次又幸亏我命大，还抓获了凶手。曹大人，凶手可是交给你了的，这凶手如今可在？这一次，曹不动没有打断徐小贤的话，他居然极为平静地听完了徐小贤的陈述，脸上甚至连愤怒都不再有，而是变得极为平静。原告陈述完了没有？晚生说完了，请曹大人带证人。好，带证人上堂。随着曹不动一声大喝，2名差役押着李三走了进来。堂下何人？小人李三。徐小贤说周作雇你行刺他，是否真实？回大人，确有此事。好，你将8月17那晚上的事一字不漏的详细道来。李三当下竟真的将周作1000两雇他杀人的事说了出来，更详细说了刺杀徐小贤的经过。徐小贤听完反而纳闷了，如此干脆的回答，莫非这李三没有被曹不动要挟？曹不动这厮看来是想将我8月17那晚去过兰闺坊的事给坐实了。原告证人之词，你可有异议？回曹大人，确实如此。好，本官宣判，周作雇凶杀人，但杀人未遂，依据大臣律，当发配北荒充军。然被告已经死亡，故此案到此为止。现在本案已结，接下来本官再审许小贤谋害周作一案。8月17夜，徐小贤在兰闺房饮酒的时候，中途曾经离开过兰闺房。被告徐小贤，你是否承认？徐小贤回忆了下，那晚他泡澡的时候还看到过曹不动这厮，这是没法否认的。确有此事，晚生喝的有些多，再加上在贡院里关了9天，故而想去洗个澡。本官再问你，在本官见到你之前，你可有去过兰闺房的前院？没有，晚生出了兰闺坊的门，径直就去了澡堂。你撒谎！你害时去过2趟前院，第1次去了，回来之后没过片刻又去了第2次。现在你必须告诉本官，你在这个时间做了什么？曹大人，你血口喷人！疼！李三那个晚上就在2道桥头等着杀你。2道桥头距离兰闺房的牌坊仅仅数丈，李三将你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你还妄图狡辩。相隔数丈，又是夜晚，那晚在兰闺坊喝酒的不知其数。李三他哪只眼睛看见的是我？大人，小人号称快手李三，凭的就是这眼力。小人敢发誓，正是他徐小贤去了前院，2字都是他。来人，徐小贤谋害周作一案，证人无误，证词充分，按照大臣律。他话还没说完，外面就响起了鸣冤鼓的声音，随后一群气愤的学子呼啦啦冲入衙门。晚生凉邑县秀才安荷花联合本次科考300余考生，状告周作。尔等胆子不小，这里是公堂，本官正在审案，你们都是秀才，极有可能中举，当知道大臣律法。来人，慢，嘿嘿，举人，
你是凉州的父母官，你可知道本次乡试偌大凉州才考取了几个举人？曹不动心里一咯噔，顿时皱起了眉头。不是每年都取15个的吗？莫非今年出了岔子？拜你外孙周作、周阎王所赐，423名考生，经科仅考取了3人，3个人啊，千年难得一见的壮举啊！你外孙周作干的好事，你们家的清水蚊香我们带来了许多，现在请曹大人当场验证他是不是有毒。曹不动惊呆了，科举取士可是经查时候的一项重要政绩，这次凉州怎么可能才考上3个？再说这关清水蚊香什么事？案子要一桩一桩的审，你们这案子本官接。就在这时，衙门外忽然传来了高呼声：“让让，请让让，本官要见本科介人徐小贤。”来人，先将徐小贤这厮。慢！明明他从不学习，可却在科举考试中断层第一，第2、第3名想要和他并列都很勉强。其他考生只因点了一盘蚊香就进阶榜。当时学子们不会想到，竟然有人胆大到在蚊香里掺杂迷魂药。话说上回徐小贤正控告周阎王买凶杀人时，一大群得知真相的学子乌泱泱涌入府衙，纷纷来讨要说法，追究周阎王之罪。刺史曹不动急欲先问罪徐小贤。正是这个时候，齐文俊站了出来。曹大人，今2件重大的案子都牵涉到了令外孙，按照大臣律，你当避嫌，这2桩案子现在由本官来审，你且旁听。曹不动明白齐文俊一直在等着这个机会介入此案，但他无可奈何，哪怕心里不愿，他只能拱手退让。下官治下不力，劳烦齐大人了。本官既然预见，若是不闻不问，确实不妥。你放心吧，本官审案是极为公正的、肃静。本官北凉府台齐文俊现审理此案。齐文俊接过主审权，徐小贤却瞪大了眼。这个有过几面之缘的老头，竟然就是当初张桓公委托帮他摆平周阎王那事的府台齐文俊。诸位学子稍等，本官先解决徐小贤这件案子。贡院蚊香案，本官一定给你们一个公道。这时候袁术之终于挤了进来，他老了，耳力不太好，正好听见齐文俊说要先解决徐小贤。大人，徐小贤解决不得。下官太学院学宫袁术之，徐小贤本次乡试5科，其中3科甲上，2科甲下，大臣科考10余年绝无仅有，是国家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他的2首诗词，本官3日前就快马送去了太学院。这2首诗词是极有可能入文风格的。徐小贤解决不得，陛下定会召见。所有人听到这话都惊呆了，就连徐小贤本人也一样。老子真的不想出名啊！县衙一时鸦雀无声，科举夺得解元还是小事，可诗词入选文风格，那可真说得上是一步登天了。齐文俊再三询问袁术之消息的准确性，不由感叹：凉州出了如此了不得的才子，是凉州之幸，是大臣之幸。诸位，大臣开国16载，陛下对每年的科考都极为重视，数次改革才有今日学子们的出路。按律任何舞弊之事，当满门抄斩，更何况是敢于阻止科考，在神圣的贡院下毒之人。来人，点蚊香验证其效。齐文俊命人点燃蚊香，又命令贼曹任平带捕快查封清水蚊香店，捉拿周阎王之父周阳归案。那周阎王的外公曹不动立刻上前：大人，就算蚊香有问题，那也是周作的问题，关周阳何事？曹大人，关不关周阳的事，需要审后才知，你不用着急，稍安。可许小贤杀周作一案尚未完结，人证在此，难道齐大人就敢如此包庇？你的话有些多，现在是本官审案，你的问题咱们待会再议。曹不动一噎，躬身退了2步，眼里凶光一闪，对站在他身侧的都尉刘造使了个眼色。刘造不动神色的也后退了2步。没有人注意到他将手里的一张纸条递给了他身后的一个毫不起眼的老者。李三，现在本官再问你，你当真看见了徐小贤从兰闺房出来去了前院吗？我是真看见了呀。你从实招来，由本官为你做主。我再告诉你一句，那晚本官也在兰闺房，徐小贤确实从兰闺房下来过，不过是和本官一起在澡池子里泡澡，没有离开半步。大人，我抗议。你闭嘴！那晚你与本官同在兰闺房，本官后来给徐小贤搓背，你也是看见的。堂下顿时轰动起来，府台大人给徐小贤搓背，这小子是个什么来头？李三作为老江湖，这会儿哪还不明白情况，给齐文俊砰砰磕了3头，指着都尉刘造：是他，就是他。前2天晚上，他在大狱里威胁了小人做伪证，说小人只要做了就放了小人，小人句句属实，还请大人为小人做主。该死的李三，分明是你狗约的说那晚有看见徐小贤去了兰闺房前院呢。来人，将凉州都尉刘造拿下，
革去官职，收入大牢，等本官择日再审。刘造这就慌了神，不过想到曹大人背后势力通天，又镇定了下来。他相信曹大人一定会救他忠诚的部下。现在本官宣布，李三被刘造威逼利诱做了伪证，徐小贤无罪，这件案子就此结案。接下来本官就来审这清水蚊香一案。蚊香已经点燃，咱们开始等待。趁着等待的功夫，袁树枝一脸媚笑地看着徐小贤。此刻的徐小贤在袁树枝的眼里没有半点厌恶，他觉得徐小贤整个人倒散发着袅袅文气，好闻极了。这老头莫非还有断袖之癖？樊志，考场之上，老夫对你抱有偏见，这是老夫之过，还请樊志原谅。袁大人，您这可是折煞晚生了。袁树枝发自内心的行礼，一想到一代文曲星被自己穿小鞋，他就悔不当初，正好趁机道歉。二人一时攀谈起来，片刻后居然生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之感。徐小贤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奇门杂谈，居然都随口道来，这令袁树枝顿时刮目相看。更叫人惊异的是，徐小贤居然懂得农经，还扬言要在那梁邑县养蚕。圣人说民以食为天，食从哪里来？袁大人啊，晚生说一句不当说的，若是肚子都吃不饱，衣服也穿不暖，何来精力潜心于正经？更遑论著书立说了，您说是吧？樊之所言有理。故而农才是而今大臣之根本，因此农经不可小觑，它才应当发扬光大。公堂逐渐变成了徐小贤的演讲堂，所有学子，包括齐文俊、曹不动，都仔细听着。时间流逝，蚊香烧了一半，在场众人都感觉到一股困意，哈欠连天。就是这样的效果，宫院里我等和此刻的症状一模一样。妈的，好困，这时候要是有张床，我定能一觉睡到大天亮。该死，这蚊香果然有问题，配方来自徐小贤，这徐小贤竟然有这等心机，断不可留。不过老夫的人呢？曹大人，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言？老夫无话可言。周作当着，这特么的就不要脸了。周作都死了，你倒是光棍。如此，待周作尸体上堂，斩之。曹不动就惊呆了，何曾听过斩尸一说？周作的尸体被仵作查找，死因剖了个七零八落，这尚未缝合完成，又要挨一刀。大臣的律法没有这样子的呀。周作已死，这活罪可免，但死罪难逃，故而本官为平民愤，特斩周作尸首，以震慑宵小，以儆效尤，另剥去周扬凉州巡察使之职，听候吏部定罪。赢了，周阎王哪怕死了也受到了惩罚，活该。幸亏府台大人在此，否则我等哪里能斗得过曹不动？这周家算是完。你们特么是不是搞错了主次？你们应该主张自己的权利啊，不是应该向齐文俊提出凉州重开乡试的吗？你们不重考，那我不还是介意？古代一队陌生骑兵闯入县城，直入关老爷的府邸，不一会儿府里就鸡飞狗跳，哀嚎遍野。他们将关老爷一家灭门。百姓听到了这个消息，却没人害怕，这队骑兵又杀了800官兵。百姓更是高兴的直拍手，直说这些不明身份的骑兵是在为民除害。凉州县衙中正审案的齐文俊听到这个消息后，只是吸了一口凉气，因为他知道这是大陈王朝的刀旗。一堆血淋淋的人头被刀旗扔在大堂上，曹不动当场就晕了过去。他在这些人头中看到了自己5房7妾，还是3个儿子7个孙子，这是绝了他曹家的后。巡察使周扬被带了上来，只是一看那小山一样的头颅，他顿时就尿了。这是岳父家被满门抄斩了，难道齐文俊拿着陛下的尚方宝剑巡查北凉？大胆周扬，你纵子破坏大臣科考，你可知罪？下官不，小人知罪。你的罪远不止这么简单，你和曹不动坑害遗弃欺压凉州百姓，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现在将你和曹不动的所有罪过招供，否则你看看这些人头，本官是不介意将你也抄家灭族的。小民这就交代。周扬很上路，他洋洋洒洒写了半个时辰，真的将他和曹不动的龌龊事给写了出来，最后摁上了手印，递给了齐文俊。这时曹不动才悠悠醒来。齐大人，你欺人太甚。来人，将曹不动的官服剥掉，押入大牢，好生看管。齐文俊，你敢？曹不动，你女婿可都全交代了。一场风波就此收尾。徐小贤只以为斩向凉州城的这一刀是皇帝手里的刀旗，还在心中大赞皇帝英明，却不知这支骑兵名为刀锋。刚才说到哪里了？刚才说到金岁上半年的税赋。对，这上半年的税赋尚未能入库，但根据户部的折子来看，比去岁并没有什么增长，这点赋税如何扩军防范卫国嘛？算了，
继而不谈这个事。朕记得3年前张环在朝中担任过迎清光禄大夫的大儒张环，他辞官之后去了哪里？陛下怎么突然提到他？陛下，张桓公而今就在北境之地的梁邑县。跑得这么远，你们不一直劝朕立太子吗？朕觉得应该招张桓回宫，由他来教导朕的这4个儿子，以2年为期，然后再行考核，如此选出能够带领大臣继续走下去的某个皇子为太子。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严宽，你告知吏部，让吏部行文。太钦差。不，既然要请张桓为帝师，就得诚意十足，所以请张桓这件事，朕亲自去。陛下，万万不可！梁邑县距离北魏不过区300余里，万一陛下去了梁邑县的消息传到了北魏，臣恳切陛下收回成命。朕意已决，你们不用多劝。朕是从梁邑县走出来的，现在也想趁着这身子骨还能动，再回去看看。此行保密，轻车简从，就带上朕的那1000亲卫即可。大陈16年9月初1，徐小贤终于回到了梁邑县。他带着来福和简春夏站在了自己家的那扇朱红的大门前。科举结束，接下来就是娶玉儿入门了，这门楣也得重新做一张新的来挂上。少爷，你回来了，考得好不好？徐小贤的那张灿烂的笑脸顿时就黑了下来。少爷是需要靠考试中举人吃饭的人吗？少爷，这次没考好没啥，接下来安生读书，明年少爷一定能再中个解元。这句话仿佛给了徐小贤当头一棒。解元，多么可怕的名头！少爷我啊，可是有中了，却不知道会不会再被京都的某个神经病给撸掉。别瞎想，走，进屋，明儿个找个收荒货的来，少爷后院那屋子里的所有的书，统统给少爷拿去卖了。少爷，咱不可自暴自弃，你是徐府的独苗啊，你若是不思进取，玉儿小姐现在可还不是少奶奶，她若见你这般，不愿进这徐府的门，可如何是好？过2天，你家少爷我和玉儿的婚期就能定下来了。进屋，在这门口说话像个傻。徐小贤回到闲云水榭，煮了一壶茶，屁股还没坐热就被叫去了祭府。他提着一堆糕点，屁颠的过去，却忽然发现这里的气氛有些凝重。坐。徐小贤坐了下来，他看的是季月儿，月儿的眼睛似乎有些红，好像刚哭过。这是怎么回事？叫你过来是这样，情况有些变化，你和月儿的婚事。原来我是打算在今年这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将月儿许配给你，但有件事，你和月儿都是不知为何被北都侯府知道了。北都侯府的罗侯爷让祁文俊祁大人带了一句话，说你和月儿的婚期得等罗府3少爷罗灿灿完婚之后才能进行，所以罗灿灿这名字很熟啊。对了，不就是那什么3少爷吗？这狗约的他是嫉妒老子。岳母，我和月儿成亲，关他罗府什么事？罗灿灿与你同岁，他来过梁邑县，也正好见过你，他为什么会起了这样的心思，实难理解。但北都侯府既然发了话，咱就算是龙虎山的土匪，也没有办法和罗焕熙手里的刀旗相抗衡啊。何况你伯父在这梁邑县为官，若是真服了北都侯府的脸面，他这官儿恐怕也当不下去了。小贤啊，只能委屈你们了，好事多磨，就再磨2年吧。这狗约的欺负人啊！徐小贤原本以为解决了周阎王，自己的好日子就到了，没想到现在又凭空杀出个罗灿灿。徐小贤沉默了片刻，牵起了季月儿的手。无妨，既然如此，那咱们就再等等，最多明年这个时候。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不管他3少爷成不成亲，咱们的事儿都得要办。若是北都侯府要降罪下来，我说句不当说的话，就算跑去北魏，咱们依旧能够活出个人样而来。反之，北魏和大臣可不对付，你这是叛国，以后这种话万万不可提起。听闻你这次又中了解元，袁术之先生更是将你的2首诗词推荐给了太学院苏老伯父，心里欢喜啊。若是你的诗词真的能入文风格，陛下极有可能召见你。你怎么还一副不喜的样子？陛下可比北都侯府大多了。徐小贤一听这话，顿时明白了，若是真能入了当今皇上的法眼，讨了皇上的欢喜，求皇上给自己赐婚，那么北都侯府带的这句话就是个屁。伯父啊，这若是真得了陛下召见，他要是赐个官怎么办呢？我真的不想当官啊。那就要看你怎么取舍了，是我女儿重要，还是你那不想当官的理想更重要？你自己去权衡吧。男人慌张地跑进厕所，一通释放之后终于舒爽了。可当他想要擦屁股时，手边摸到的却是竹片、瓦片、木棍、树叶这些东西。因为在古代并没有柔软的手指，老百姓如厕完都是用片状的东西直接刮，这种东西被统一叫做厕筹。男人忍着异样的感觉从厕所出来，走起路一瘸一拐，他差点哭出来。徐小贤站在造纸作坊里，
里面正如火如荼的生产纸张，可是至今没有达到他的要求。直到王富贵捧着一打用稻草当原料做出来的纸张时，徐小贤才眼前一亮。将这一批的纸全部分下去吧。不是说不能写字没用吗？这东西就不是用来写字的，分给百花村所有的村民们，用它来擦屁股。王富贵惊呆了，要知道目前造纸作坊还在试做阶段，就制作这么一份。少爷每天付出这么多成本造出来的纸，居然就这样分给大家擦屁股了，这屁股似乎也显得高大了起来呢。他招呼着所有人将这批纸挨家挨户地分了下去，还不忘记叮嘱每户人家，这是少爷送的百花纸业的第一批纸，擦屁股用。百花村顿时就轰动了起来，生活了大半辈子，用那棍子瓦片都习惯了，这玩意儿真的能行？我还真以为他无所不能，这纸确实是卖不掉的。至于他说的京都长安的那些富人们，不就是用的纸吗？哼哼，以奴婢所见，他哪里能造出能用于书写的纸？倒是个败家子，在那造纸作坊里投入了那么多的银子，恐怕会亏得倾家荡产。那些凉州送回来的女子，不是都安排在了百花房吗？待会儿将这些纸分给他们一些，毕竟也算是他的一番心意。踩着一地的夕阳，徐小贤精疲力尽地回到了家里，但心情却是快乐的。有了这手纸，老子终于可以不用棍子了。带着一些裁切好的纸，他从后门去了季府，偷偷溜进季月儿闺房，看到了一白衣背影。徐小贤正想上前蒙住他的眼睛，忽然唰的寒光一闪，一把剑顶在胸口。是你，你经常这样干啊？伯母，这是第一次。是不是傻？这才第一次，你也好意思？这话的意思是让我经常这样来一下。嘿嘿，一定。月儿呢？简秋香有些意味深长地打量着徐小贤。月儿在县衙办理田产过户，待会应该就会和他爹一起回来。怎么，月儿缺银子又在卖田产？看来月儿要那些田产，不是徐小贤出的主意，你真不知道。伯母，我能知道什么？这几天你知道的，我都在忙着造纸啊，和月儿都没时间说上几句话。你真的要将百花村外的那2000多亩农田进行改造？改造之后真的能亩产翻倍？不是亩产翻倍，是一田两种。通过排灌沟渠，在稻谷成熟之前就将田里的水放干，这样一来打稻子的时候更方便。打完稻子之后，将田一犁就能栽种别的作物，比如小麦、大豆什么的。来年3、4月就能再收获一季。真能行？肯定能行。你去外面等等，月儿应该就快回来了。好，对了，伯母，我带回来了一些纸，出工的时候用很好。凡纸。伯父。季中谈一脸喜意的来到了徐小贤面前。他听季月儿说起徐小贤要一田两种的时候，极为兴奋。若是这技术能够推广，可是造福大臣的天大好事啊！这纸太软，韧性还行，不能书写。这纸就是你那造纸作坊弄出来的？回伯父，正是，这是第一批实验品。不过我打算也生产这玩意儿。拿来干啥？擦屁股。给我试试。你造纸就是为了擦屁股？对了，它还能擦嘴巴。你小子也不嫌恶心。季月儿拿起一张纸来仔细的看了看，又捏了捏，还扯了扯。莫说，这东西确实柔顺，恐怕还真好使。就在这时，简秋香走了过来，她去了院角打了水来，洗了洗手，坐在了季县令的身边。这纸啥都好，就是薄了一些。本来就要加厚，弄成3层纸它就没问题了，这是小事。好使，好使。成本几何？尚未核算，不过小侄估算了一下，不会贵，寻常百姓也能消费得起。县衙已经将徭役之事传达到了各村镇，3天之后，所有服徭役的村民们会在牛角沟村集合，听凭你这河长的调遣。多谢伯父。季县令交代完了这件事，又想起了徐小贤要弄的农田排灌工程，他有些狐疑。稻田种植水稻是常年蓄水在田里的，你刚才说到了稻谷即将成熟的时候，将稻田里的水放干，这会不会影响到来年水稻的播种插秧？这怎么会？到了来年的5月份，田里冬小麦、大豆已经成熟，收割了之后就犁田放水，正好赶上插秧。培育秧苗不需要多大的地儿，时间上并不冲突。季县令捋着那2撇八字胡须，蹙眉想了片刻，没敢立刻在全县推广徐小贤的这个法子。伯父，百花纸业作坊若是满负荷运转，需要劳工800至1000人，是1800的壮年劳动力。你怎么打算？移民，继续往百花村移民。百花村完全可以升级为百花镇嘛，那地方能够容纳下上万的人口。可是百花村的良田却也只有几千亩，这么多人移民到百花村，他们吃什么？伯父，你忘记了我还有2万多亩的山地，那破地方能种出多少小麦来？沙石土地，土壤极薄，根本不利于小麦生长。1亩能够产出100来斤，就顶了天。您就放1万个心，我真的有办法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就抛开那破地和良田，单单我那百花纸业作坊就能够养得活他们。当真？当真。这事儿我再想想。那再委托伯父一件事，百花村2000亩农田实验田要修建排灌工程，还请伯父帮我招募至少500人，工钱每日10文，管饭日结。
行，这事儿我这2天就给你消息。对了，凡知祁文俊祁大人这几天估计会来良义县。咱们这造纸作坊里面是3套同样的设备，其中2套继续造昨日生产出来的那纸，另外的那一套，王富贵，你安排几个人继续以竹浆为原料实验造纸，这样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要怕失败。本少爷怕的是在同一个地方不停的失败。另外，你派一些村民去各地收购稻草和麦秆，我也不知道这东西什么价，少爷我要大量，不要压价，和市场一个价，但要让卖家自己送到这里来。另外，这纸造好了之后，不能再像昨日那般裁切。来，少爷，我给你说要怎么弄。80岁文坛大儒在破烂县城里结交了一个10几岁的小傻子，2人不仅兄弟相称，还经常关起门来偷偷做些别人不知道的好事。听话，让我看看。隔着房门，下人都听到里面传来阵阵怪笑。这天，傻子提着一沓位纸又来看他，一老一小坐在凉亭里。张桓公手里拿着这一卷草纸，看了又看。这东西就是你说的用来擦屁股的玩意儿。嘿嘿，这玩意儿极为好用，谁用谁知道。你不是说要造出更便宜的能够书写的纸来吗？工艺已经解决了，接下来就可以造出比桑皮纸更好，却比桑皮纸更便宜的纸了。当真？老哥，我还能骗你不成？不过，我觉得你更需要这种纸。你这次又中了解元的消息已经传回来了，可喜可贺。哎，我怕的就是这解元。老哥，你想啊，去岁时候就被京都某个大能给抹去了，这显然是有人不想我得这解元，意下估计是不想让我去京都。那你想不想去京都呢？我压根就没想去，在这良义县多好，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闲来无事弄点蚊香饴糖和纸来赚些银子，顺便还能兼顾着修那渠河水库，这种日子多美好，何必去京都那一汪深潭里找不自在？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这句话极有意境。你不想去京都，这一次可不一定了。听闻袁术之将你的那2首诗给寄去了太学院，你那2首诗词是怎么写的？来，写下来，老哥先帮你鉴定一下。知棋，嬷嬷。徐小贤倒没有矫情，他提笔便在纸上写下了当时在考场上写的诗词《阳关曲》和《琵琶仙》，墨迹未干，张桓公便迫不及待地拿起了那首《阳关曲》。暮云收，尽意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老弟，千古佳作，千古佳作啊！这首诗就凭这2句，便可入文风阁。此生此夜不常好，明年明月何处看？好极，妙极！老弟，相信老哥的眼光，这首诗入文风阁入定了。若是苏公有异议，老哥我亲自去京都为这首诗作辩。您可省省吧，我倒是宁愿他不被人知。老哥知道你之理想，但是老弟啊，当官未必不好，这些以后老哥再和你细聊。把那首词给我瞧瞧。碧海连连，试问曲，冰轮为谁圆缺？吹到一片秋香，清回了如雪。桃林小筑，一片寂静。徐小贤心里无比忐忑。张桓公这次过了一盏茶的功夫，才徐徐抬头。老弟之才华，举世无双，此词已是中秋诗词之巅峰，世间恐怕再难有人能够超越。入文风阁毫无问题，不枉袁术之在老夫手里当过教习。桓公，下官这眼光妥不？就在这时，那月亮门里走进来了一个人，他匆匆而入，声音先至。张桓公和徐小贤抬头，袁术之已经走近。下官袁术之，问桓公好。真的是你？真的是我。快，请坐。知棋，快去拿老夫的那一盒好茶来。那叫知棋的书童转身跑去了屋，2个老学究这才相互搀扶着坐在了凉亭里，一时之间都激动莫名，彼此沿着过往，感慨时间如白驹过隙。昔日在长安书院做教习，承蒙院长大人之关照，下官一直感恩在心。这次下官来凉州主持乡试，带了一些京都的特产送给桓公，还望桓公不弃。你呀，能来看看老夫就令老夫开怀了，毕竟都是给皇上办差的，公事自然重要。再说我这老头子今在这地方住的也安好，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桓公啊，你这品性依旧如此高洁。其实京都咱们当年那些人可都记挂着您，他们也让下官给桓公您带了话，希望有一天您能官复原职，再入京都。再入京都，老夫这脾气你是知道的，只怕到时候又要上书给皇上，可莫要把皇上给气坏了。对了，皇上今身体如何？只听说头疾更甚，连华神医都束手无策。陛下依旧没有立太子，可不好立啊！大皇子唐不期的母亲虽然仅仅是个昭仪，可却是兵部尚书潘北墓的亲妹妹；二皇子唐不语，其母夏昭容是东郡侯府夏侯爷的亲妹妹；三皇子唐不悔，其母亲德妃，她可曾带着3000上10代的土匪为陛下立下过汗马功劳；四皇子唐不惧之母贤妃梅氏，乃是掌控着大臣一大半盐矿的梅淑然嫡孙女。桓公，您说这得立谁为太子？这一个个背景都如此强大，不对呀，皇后娘娘呢？皇后娘娘，她和陛下青梅竹马，乃是陛下发妻，
也是五皇子唐不归的母亲。只是五皇子唐不归幼年就被送去了警察为质子，皇爷已经10来年了。这顺序，我的意思是，这位皇后娘娘不是陛下的发妻吗？怎么他们的孩子不是大皇子，而是五皇子？这说来话长，听闻大臣元年之前，陛下和皇后娘娘诞下了一个孩子，只是那时候正是战争激烈之际，二人并未曾拜堂成亲。然后那个孩子在战火中丢失了。1年后，陛下灭了黎朝，建立大夏，2年内娶了5个，简皇后最先入宫，其余4人位居其后。皇后娘娘一直没有身孕，反而是最后一个诞下了五皇子唐不归，那是大臣4年的事了。五皇子而今才12岁。这位皇后也是可怜。如今昭中左相严宽一系支持二皇子唐不语，右相江上游一系似乎在支持着大皇子唐不弃，朝中不平静啊。希望那几个老兄弟能够安好。老弟，反正这2首诗词都是要入文风格的，不如将你此前所做的那几首一并寄去长安，怎样？老哥，您可就别添乱了，我真的不想出名。你以往做了怎样的诗词？能否给老夫瞧瞧？这读书人就是这样，一听好的诗词，就像酒鬼一听有美酒一样。徐小贤只好点头。张桓公即让知其将3月3、锦瑟、长相思，还有端午文会上的4首咏荷花的诗词拿出。我这老弟淡泊名利，老夫早已想将他所做的这些诗词寄给苏公，奈何他不愿意，你且瞧瞧。袁术之捧着这些诗词，顿时就沉迷了。过了许久，他一遍一遍仔细地吟诵了这些诗词之后，才抬起了头来。徐小贤以为他会夸他，却没料。桓公，下官已入册，敢问在何处？我擦！徐小贤整个人都僵硬了，还以为他会说什么惊世之语呢。他取了一卷纸递给了袁术之，此物名为手纸，擦屁股所用，袁大人试试。袁术之太急，刚才读那些诗词憋得太久，他跟着知其向厕所跑去。徐小贤这才对张桓公拱了拱手。老哥，这些诗词千万别再寄去京都了，天色渐晚，我得回去了，明儿个还得去渠山水库看看，改天给你送一些能书写的好纸来。好吧，你记得入宫时候用这纸，它真的会让你觉得入宫是一种享受。老板疯了，原本爱财的他突然跟钱干起来了，每天到处大把大把的撒币，一边撒一边幻想着自己富可敌国的场景。新开的店铺，他一点钱也不想挣，每天净想着把里面的商品免费送，巴不得县城里所有人都来薅他的羊毛。他还准备着如何打广告，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情。繁殖铺子我已经弄好了，按照你的吩咐，还请了个小二，就是我远房一堂弟。这百花纸什么时候开始售卖？别急，正式售卖之前，咱们得来一波广告。是像端午文会时那般写一些标语挂起来？但这标语不能那样写，要这样弄。志蕊、嬷嬷，这开门做生意不是上了货品，等着顾客上门完事了吗？咱们这手纸不一样啊！你想想，人们用棍子早已习惯，这忽然间听说用纸这个东西在老百姓的心头有一个不好的印象，它太贵。你说老百姓一听这百花纸业铺子卖擦屁股的手纸，他们的第一想法是不是买不起？安荷花一怔，这话有些道理，因为他在试用过这手纸之前也是这么想的，直到他用过之后知道了售价，他才陡然明白这玩意儿一定会卖得火爆，甚至能够超越蚊香。但现在听徐小贤这么一说，他才知道自己这是一厢情愿了，一个商品从未曾有过的商品，他首先要被顾客接受。那要怎么做？百花纸业定于10月初2要是开业，10月初2至10月初6期间，所有商品只送不卖。安荷花大惊，志蕊以为少爷写错了，接着他们便又看见徐小贤在另一张纸上写道：凡于10月初2至10月初6期间前来百花纸业铺子里，以100卷纸为限进行抽签，抽中者可免费获得1卷，不中者请下次再来。就这样弄得做得更大，在县衙外面的墙上张贴这样2张，然后在淡水楼荷兰闺坊的外墙上也张贴这么2张，当然咱们铺子外也得有。安荷花愣了半天，才豁然开朗。原来你这就是让咱们良义县的老百姓知道手纸这个东西。对，你还得告诉他们，这手纸就是用来擦屁股的。对了，开业的那天，我将百花馆的那10个姑娘请来，到时候咱们那铺子外锣鼓喧天，惊奇招展。相信我，百花纸业翌日1个时辰，满城皆知。安荷花顿时对徐小贤佩服得无以复加。百姓们可爱凑热闹了，而且用纸擦屁股，那可是京都的贵人才有的享受。若是他们自己也能用到，岂不是也高人一等？那这百花纸业的售价就在活动的最后一天来定。徐小贤沉吟片刻，又提笔在一张纸上写了一行字：百花村百花纸业新品发布会。这东西你做一张横幅，到时候挂在舞台上，剩下的事我来。好，凉州城那边也是这样弄的。现在作坊里造出来的纸都送去了凉州城，今儿个是9月28，还有3天的时间，你去好生准备准备，我去一趟百花馆和姑娘们说说。消息很快传出去，城里的百姓无不闻之，全都期待着这位许少爷又会整出什么花活。3天时间一晃而过，偏居桃李小筑的张桓公和袁术之都特地赶了过来。繁之天才啊！看着这场面，张桓公捋着胡须，由衷的赞美了一句。
单单凭着他营造出来的这声势，他已然相信百花纸业的生意会极为红火。你说他这声势弄得如此之大，却偏偏又只送不卖，这是什么意思呢？人傻钱多，脑子坏了呗。少爷行事，岂是凡夫俗子能够看懂？徐小贤站在舞台中央，此刻他当然是全场的焦点。他的视线徐徐扫过，然后用一张纸卷成了一个话筒。没办法，人实在太多。诸位，请肃静。百花闻香，天下无双。百花纸业，伴你美好生活每一天。这里是百花纸业新品发布会的现场，本少爷徐小贤欢迎大家的光临。百花纸业将是百花村的一个支柱产业，本少爷依旧是那个目的，带领百花村脱贫致富。百花纸业的建成，标志着百花村的事业步入了一个新的台阶，意味着百花村村民们的收入能够更上一层楼。桓公，樊直果然有一颗救国救民之心，他这就是在实实在在的履行扫义务而治天下。自然，他可是老夫的忘年之交。这等了不得的少年郎，我当为陛下引荐，让天下百官皆以樊直为楷模，时时将百姓记在心上，事事以百姓之利为己任。此举万万不可。为何？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桓公所言有理，我这是情不自禁了。这财迷有这么大公无私吗？怎么听见燕儿说他那蚊香作坊赚了不少银子呢？百花村百花纸业是属于凉邑县所有百姓的，它将会成为咱们凉邑县的一个标志性产业，它将给凉邑县带来丰厚的税收，为解决凉邑县财税窘迫问题尽到它的一份责任。创建百花纸业，我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改善百花村所有人的生活。同时，百花纸业作为一种商品，生产这些商品的目的又是什么？比如百花蚊香，它能够有效驱蚊，还你一个宁静的夏天；比如百花饴糖，它价廉物美，让你的生活天天甜甜蜜蜜。而百花纸业，它将从呵护你们的屁股开始。人群顿时哄笑起来，小娘子们羞得直低头。然后徐小贤举起一卷手纸进行介绍，等到差不多的时候，他又在这场活动上再加了一把火。为了表示对乡亲们前来捧场的谢意，接下来将正式进行抽奖活动，并同时带给大家一场视觉盛宴。有请云姑娘带着百花馆的姑娘们登场。在百姓们翘首期盼下，锣鼓声响起，接着他们便看见了一个个戴着面纱、穿着五颜六色裙的姑娘鱼贯而出，在舞台上跳起舞蹈来。百姓们哪见过这场面？接下来由小女子主持着抽奖仪式。这里是百花纸业新品发布会现场，小女子在这里为百花纸业代言。另外顺便邀请所有人推荐你们在乡下的亲戚朋友前往百花村参观。若是有人愿意在百花村落户，百花纸业作坊每日工钱20文，百花书院正在建设中。来年春，所有百花村村民的子女可免费入学。许公子承诺，百花村村民的子女读到哪儿，他供到哪儿。此言若有违背，天打雷劈。卧槽，台词里没有这最后一句啊！下面抽奖环节正式开始，姑娘们将抽奖箱子拿下去。人群轰动，争先恐后的向姑娘们挤去，有人大失所望，有人欢呼雀跃，也有人根本挤不过去，只能望着人海兴叹。请抽中者上台，由许公子亲自为你们颁发奖品。就是一卷纸巾，徐小贤却活生生将这发布会弄得就像卖苹果手机一样。诸位，接下来是本次新品发布会的重头戏，价格。我们费尽了心血生产出来的这样高品质的纸，它一卷卖多少钱呢？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用得起这手纸，我们仅仅赚取半文钱的利润。我宣布，百花蚊香纸业第一种产品手纸，它的价格是10文钱一卷。天，我还以为得50文呢，这么大一家，展开来比那桑皮纸可大多了，这价格真的良心啊！等它上市，从此告别棍子。傻子哭丧着脸从厕所里出来，手里还拿着一根沾着血的木棍，走路一瘸一拐，没走2步，气得直接一把扔掉木棍。去你丫的！回到房间就开始蒸稻草。半天后，傻子将稻草捞出，打成糊糊，之后又是洗涤、筛选，最后终于在别人看不懂的目光中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卷卫生纸。徐小贤前世是个扶贫干部，穿越古代后上厕所一直用木棍擦屁股，今天终于用上了卫生纸。他迅速让人将这种纸量产，并且用卫生纸开了一场发布会，还请来了曾经很有名的青楼花魁来主持发布会。这是一场圆满的新品发布会，也是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场新品发布会。它虽然发生在大陈北境偏远的凉邑县，但它就像一颗石头落在了平静的湖面，它产生的涟漪扩散去了很远很远，还经久不散。但那是徐小贤现在不知道的。在这百花纸业的铺子里，云13娘正仰着脖子，似乎极为深情地注视着徐小贤。你答应我的2件事，准备什么时候兑现？去淡水楼吃饭简单，就今儿晚上吧，咱们就当举行一场庆功宴。那另一件事呢？这个真的需要到明年，我现在很忙，你知道的。再说，他们10个姑娘也不够开青楼啊。行，我可以等。希望的是你莫要忘记。我们走了，晚上淡水楼不见不散。这要命的狐狸精！百花纸业铺子那5天的赠送时间过去，
在随后的销售中极为火爆。而今梁邑县街坊们见面都不再是问你吃饭了没有，而是问你那手指用了怎样。简春夏这丫头说教我武功，现在都把我给忘了。李妞妞都已经踏入了6品啊，一掌下去可以劈开一块砖头。这让徐小贤有些难受，他也拿了一块砖头来试过，才知道力的作用真的是相互的。少爷，少爷，啥事？天大的喜事！是不是罗灿灿那厮要成亲了？不是，放榜了。这次乡试，少爷你真的在榜首，解元呢。真的？真的。少爷10年寒窗，可算是苦出头了。此往后就是举人老爷了。奇怪，这次为什么就没有被录下来呢？比这试卷更早送去太学院的那2首诗词，怎么还没有消息传来？我知道了，明儿去衙门报备，少爷我成了举人，那些田地可就不用给县衙缴纳税赋了。当庆祝，志蕊杀一只鸡来炖了。就这样。以前你一心所想是去京都参加会试，得入金殿面升为一方父母官。少爷，莫非你忘了？自那场大病之后，你知道少爷我已经改变了想法。既然如此，为何要去参加科考？你告诉我的呀。你说举人不用缴纳田地税赋，你忘了？少女就惊呆了，心想那60亩田能缴多少税赋？就为了这个那么辛苦的读书考试？我觉得若是能够再考个状元，那才是读书人该做的正事。可别，这人啊，贵在有自知之明。少爷我没有那么远大的理想，只想这个家平平安安的。等少爷我娶回了少奶奶，这个家也就完整了。陛下，既然您这次没有剥夺徐小贤解元之身份，何不一起成全了他？这2首诗词，陈建之新写，太学院12学士会上，进阶认为可入文风格。苏公，你瞧这雪，1片2片3、4片，落在手心就看不见。可你再瞧窗外的雪，一样的雪花，但它们落在梅间树下却堆积了起来。你说这是何道理？老臣以为这便是后积之缘由。你说的没错，1片2片3、4片成不了气候，但若是无数片，这整个天地都能被大雪覆盖。所以徐小贤他还不到在这大臣扬名的时候。老臣明白了。你其实还是不明白，朕原本是打算在9月初去一趟梁邑县的，后来被一些事耽误了。华神医也苦苦相劝，所以朕只好打消了那个念头。朕指的是今岁去梁邑县的念头。等明年开了春，朕还是要去的。爱妃，明年春可愿随朕去梁邑县看看？臣妾自然愿意。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梁邑县那地方是个苦寒之地，这是你知道的。到了那里恐怕会受些委屈，一切也都没有宫里方便，你可要忍耐一些。臣妾也不是什么富贵人家的娇贵之人，那梁邑县以往毕竟也曾经待过。朕有时候会回想从前，那年冬就是在梁邑县的那场初雪中，朕和许云楼在青龙台赏雪，我们赏了1天1夜的雪，喝了10大坛子的酒，才有了而今的大臣。可惜他走得早了一些，终究没有陪朕赏一场这长安的初雪。那年冬就在长安城外的九曲池头，你们2人分明在那亭子里煮茶赏雪的，终究人走茶凉。四喜、丸子，你们俩是我志蕊收来的人，从此往后就是这府上的一份子。你们只要记住一点，用心为徐府做事，少爷不会亏待你们，我志蕊也不会为难你们，都随意一些，不够了锅里还有，自己去添。志蕊的话音刚落，门口落下了一个小姑娘。小姑娘探着脑袋张望了一下，自个跑去了厨房。很快她又回到了屋子里，左手端着一碗豆浆，右手端着一盘馒头。她坐在了徐小贤的身边。志蕊说的对，都别客气。简春夏说着这话，就将徐小贤碗边的那个鸡蛋拿起，在桌上敲了敲，剥开了就咬了一口。志蕊撇了撇嘴儿，看了看简春夏，默默地将自己的那个蛋推到了徐小贤的碗边。你爷父说待会叫你去一趟县衙。啥事？还能有啥事？你不是要人吗？今年这雪来得有些大，他怕有些地方的村民房子给压垮了，估计是将那些村子里的人移到百花村的事。这是个好事，徐小贤已经等了很久，甚至将修建房舍的砖瓦都烧了很多出来，为的就是给那些移民们建造新房子准备的。好，月儿呢？她怎么没过来？我过来的时候，他好像在堆雪人，都要出嫁的人了，也不知道他怎么喜欢弄那么幼稚的东西。徐小贤一怔，笑了起来。
因为早上他也在堆雪人，志蕊还说他幼稚，他将鸡蛋拿在手里走了出去，穿过那道后门来到了季府，果然便看见了一个穿着一身白色裙袄的女子正在欣赏面前的雪人。徐小贤走了过去，却觉得有些诧异，这个雪人模样颇为威武，手里还拿着一根棍子，背上还披了一件红色的大氅。月儿怎么会喜欢这模样的雪人？冷不冷？有点，他威风不？威风，来吃个蛋。季星儿顺手就接了过来，徐小贤顺手就将他抱入了怀里。季星儿陡然一惊，快快快，走走走！天上明明下着雪，可百姓们却在抢购粮席。只因在古代，很多百姓都很难熬过冬天，有的被冻死，有的被大雪压塌，茅屋砸死。人们通常会花几文钱买张席子，将尸体裹起来埋葬。为了能让百姓安全过冬，徐小贤专门让县令组织了一次移民。有了百花纸业之后，徐小贤准备将百花村升级为百花镇，工地上的建设如火如荼。徐小贤却有些不放心，那些房子终究还没有干，这样住人是不行的。少爷，我们不怕，这样的房子已经比我们曾经的房子好上太多太多了。对，少爷，我们以前村子里的那些茅草房还要漏雪呢，一旦出了太阳化雪的时候，房子里就没一个干的地儿。少爷，我们真的很想搬新家，您可千万要成全我们呀！小人再也不想回原来那旧房子里去住了。一个个族长们纷纷发言，所求皆是尽快的迁入。待会我叫窑匠们再多烧一些炭，你们要保证每家每户这个冬炭火不断。若是木头不够，少爷，这大冬天的也没啥事，我们可以上山伐木。对，伐木这是由我们下西村包了。可别，现在咱们移民过来，就都是百花村的人了，这种事大家都得处理。大家有这样的热情来共同建设百花村，少爷我极其欣慰。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一位便是百花村的村长李大爷，你们听他的安排就是听少爷我的安排。接下来我给大家5天的时间搬家，5天之后咱们要开始动工建设新的造纸作坊了。规矩不变，所有参与劳动者每日每天20文钱。好，我们都听少爷的。另外我需要1000壮年组成百花村的护卫队，他们将接受专人的训练，必须得能吃苦耐劳，他们也是有工钱的，每人每天30文。你们将这个消息带回去，5天之后会有专人前来挑选。这场会开了2个时辰，徐小贤为这些族长们画了好大一张饼，让他们一个个激动得无以复加。徐小贤内心中想着护卫队训练的事情，脑袋里冒出了一个想法。恰好他回到家时，听说了他的几个师伯回来了，他当即邀请几人上门。你们不知道，姑爷我弄出来了一种好酒，就连我岳父大人都还未曾尝到，我可藏起来的，就是为了等你们回来一起品尝。莫非你娘的这酒还能够和兰闺房的醉花雕相比？待会你们一品便知。现在就取来我们闻闻。五哥你就省省吧，我这时候拿出来，你们恐怕光顾着喝酒，这酒可不能像喝醉花雕那样用碗喝。那用什么喝？酒杯太小不过瘾。嘿嘿，二哥可别夸着海口，我这酒你就算酒量再大，最多喝1斤下去必醉。哈哈，姑爷，我韩秋山可是10碗不醉，岂止1斤，那可是足足5斤。既然如此，咱们打个赌，如何？行，随便你赌啥。你们要不要一起来参与？所有人，只要谁能将我酿造的那酒喝下去1斤不醉，那就算我输。你们想要我干啥都行，可若是你们都醉了，那你们就要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请求。好，姑爷快把酒抱出来吧。徐小贤这才抱出一坛酒，就在众目睽睽之中，徐小贤拍开了泥封，一股醇厚浓郁的酒香顿时飘了出来，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无比惊诧地望着那酒坛子。好香烈的酒味，姑爷，这酒叫啥名儿？闷倒驴，就是连驴子都可以放倒的意思。来，酒杯，你们真的用碗？当然用碗。徐小贤取了个酒勺，挨个的给他们盛了一碗，这至少得3两。几人哪里还顾得了许多，尽皆端起了酒碗来，大大的喝了一口。一股强烈的酒味刺激着他们的味蕾，这是和他们以往喝的酒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好酒，好酒啊，姑爷，此酒果然远非醉花雕可比。就凭着姑爷你的这酒，从此往后让二哥我干啥都是一句话的事。说完这话，他一口将碗里的酒给干了下去。这酒你什么时候弄出来的？有个把月了吧？那你干嘛藏着掖着？早些拿出来我们喝啊！就2坛子，今儿晚就干掉了1坛。你以为弄这东西容易啊？这东西难弄。若是要大规模的生产，倒也不是太难，只是这东西消耗粮食巨大。我酿造了2坛子酒，大致10斤，用掉了小麦30斤和稻谷20斤，共计50斤。这种酒现在还不能大量的去生产。为啥？缺粮，老百姓吃的都不够，哪里还有多的余粮来酿酒？再等个2、3年吧。3人说话的功夫，韩秋山几人又喝了一碗，最后醉倒在桌上。徐小贤只能将几人安排在西厢房，一个个打着呼噜沉沉睡去。姑爷那酒厉害啊！姑爷你就说吧，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兄弟去做的？先喝一杯茶，醒醒酒。我先问问，这马帮的路线固定吗？每年都去哪些地方？这路线可不固定，
走南闯北去过的地方还真是挺多的，比如这北境，咱们曾经跨过了上阳县的营关去和北魏做过生意；往北，咱们去到过北魏的都城扶风城；往南，咱们去到过大陈的京都长安。那东西两边呢？云国和景国去过没有？东西方向是另外一个马帮在经营，不过它不叫马帮，而是叫威远镖局。其实前身和咱们一样，是塞外的一股马匪。都卖些什么东西？三师妹，就是你岳母统筹整个马帮的安排，她说卖什么，咱们就卖什么。比如这次你岳母看中了手指，她准备卖到北魏，你可得抓紧生产一些才好。大哥，我想要二哥韩秋山留下来帮我。老二能帮你什么？我打算在百花镇建立一支1000人的护卫队，请二哥当这团练的总教头。有必要吗？很有必要。既然如此，那我就去给老二说说。多谢大哥。其实，若是马帮辛苦，整个龙虎山的弟兄们都可以来百花镇。现在大家都还能跑，就再跑几年吧。等我们都跑不动了，就来百花镇混口饭吃。不过你可要把百花镇经营好了才行。片刻之后，韩秋山大步地走了过来。姑爷，大哥和我说了，可我就是个粗人，哪里懂得训练别人。二哥请坐，我不是让你将他们教得能够飞天遁地，你瞧瞧这个，就照着这玩意儿操练他们，另外再加上你战斗的经验，这样就成了。姑爷，你这是想造反啊？造反这种事情，徐小贤连想都没去想。这活儿其实不错，你岳母曾经就说过，天底下最大的一笔生意就是夺了这天下，自己当皇帝。我觉得三师妹说的对，只是她毕竟是女流之辈，姑爷你真可以。徐小贤赶紧将韩秋山给打发去了百花镇，让他在而今的百花镇里挑选了1000青壮年。这批人连同来福、李二狗等人一并落在了韩秋山的手里。沈怀云几人无事可干，也跑去了渠山里可怜的来福等人。就在那冰天雪地里，被徐小贤的这几个大哥给操练得死去活来。无论如何，这些人的战斗力要比咱们龙虎山的那些喽啰强，至少得达到大陈刀旗的水准。哎，可惜没有战马，大哥，要不这样，明年不是先去北魏的吗？回来的时候买几千匹战马偷偷运来，如何？到时候看吧。不过这护卫队的武器我看不太好，啥时候写封信给小师叔，请他帮忙打造一批送来。大哥，小师叔好些年没有抡锤子了。没关系，县里若是提一嘴姑爷练兵的事，他恐怕又会将龙虎山里的那炼铁炉子给燃起来。扶贫干部穿越到古代，白酒瘾犯了，只能随便拿起一坛花雕吨喝起来。然而这种低度数的酒完全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他喝起来感觉像是在喝糯米水一样。一想到以后再也喝不到白酒，他就浑身刺挠，他只能自己动手。徐府前院，季月儿和智蕊蹲在一旁，仔细地看着徐小贤捣鼓着一堆不知名的器具。这就是酿造烈酒最为关键的一步，它的名字叫半固态法酿酒技术，用这法子就能够酿造出闷倒驴那样的烈酒。说着这话，他取了 U 型空心竹筒，插在了这赠筒的木盖上。简单的说，待会这赠子里的蒸汽会通过这管子出来，现在这天气很冷，这蒸汽便会在主管中凝结成水，流出来的就是酒了。这一次徐小贤酿造300斤粮食的酒，能够出900来斤，他需要送一些给张桓公，还得送一些给岳父大人。接下来就是等了，得2、3个时辰。丸子，取几张凳子来。几人坐在了这赠筒旁，就这样看着，却没人觉得无聊。隔壁的季星儿回来了。咦，好香，好香的酒香。对了，肯定是徐小贤那家伙在酿酒，得去看看。这就是酿酒，我尝尝。季星儿从那陶瓷罐子里舀了一勺，将小嘴凑了过去，小口的喝了一口。这酒怎么比上次那种，就是你说的那闷倒驴更好喝一些呢？你是女人，上次那种太烈的酒是男人喝的。那这酒叫什么名字？徐小贤瞧了瞧季星儿，少女一身火红，要不就叫女儿红。好，徐小贤，你这解元果然是凭本事考来的，女儿红这个名字挺好。季月儿瞧了瞧自己穿的这一身白，忽然斜了季星儿一眼，看向了徐小贤。这酒是你亲酿，我倒是觉得叫解元红更为妥当，因为这酒肯定不单单是给女人喝的，这天下男子定然也会喜欢。那莫如就叫状元红，我虽然不是状元，但取状元红这个名字更能受到天下酒客的喜欢，尤其是文人。季月儿就想斗败季星儿，至于解元红、状元红倒无所谓。对，就这名字，状元红，大气好听。女儿红才好听，状元红，每年就一个状元，他红啥？就是因为每年才一个状元，所以状元才是天下学子的目标。许郎此酒就仿若酒中状元一般，他本就高不可攀，取这名字正好相得益彰，比那女儿红大气了不知道多少。哼！我打算明年开春在百花镇建一个酿酒作坊，这酒现在还不能生产太多，
得等酒卖出去换回来了粮食之后，才能大量的去酿造。既然这酒产量不会太多，物以稀为贵，这瓶子得再好生设计一下，将状元红打造成百花镇的高端商品。这是个好主意。听说北魏最好的酒一斤要500文，咱们这个得比他们高才是。晚上，一桌热腾腾、香喷喷的菜，一壶酒香四溢、新酿的状元红，一桌人依次而坐。樊之，你这酒味道极好，生意上的事我不懂，但我觉得这酒有市场，还是极大的市场。不瞒伯父，小侄正准备明年开了春，在百花镇再建一个酿酒作坊，就生产这状元红。好名字，不过樊之啊，酿酒需要的粮食极多，这大臣可没有一颗多余的粮食来酿酒啊。这个小侄清楚，所以我是这么想的，请伯母的一队马帮将这酒贩卖至北魏都城扶风城。听沈大哥说北魏的粮食比咱们大臣便宜，我想的是将卖酒的钱买成粮食再运回来，我的想法是这样。就在这酒席上，徐小贤洋洋洒洒描绘出了一幅庞大的商业蓝图，这令简秋香和季中谈极为震惊。就在这个时候，外面2个客人不请自来。为何不叩门而入？唉，我干的那事有些不靠谱，耽误了人家徐小贤，这内心有些愧疚。傅伯，你闻到了没有？好香的酒！这酒的味道，莫要说兰闺坊的醉花雕，就连北魏的岁寒甘露也远远不及。奇怪了，徐小贤这府上怎么会有如此美味的酒呢？三少爷，你究竟去不去见徐小贤？罗灿灿有些纠结了，因为他那一句话的事，他实在不好意思去见徐小贤，可这酒的味道却偏偏又牵着了他的鼻子，令他欲罢不能。就在这时候，常威悄悄咪咪地摸了过来。该死的家伙，你特么吓着少爷我了！罗灿灿正要拔剑，一家伙宰了这狗东西，福伯却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这是徐小贤养的狗。好吧，狗仗人势的东西。罗灿灿深吸了一口气，正要跳下去，忽然一个黑影闪过。简姨，是我，罗灿灿。就特么你叫罗灿灿，你还好意思跑老子家里来？不是，这位三少爷怎么称呼丈母娘为简姨呢？哼，你罗三少还记得简姨？我漂亮的简姨，就算是烧成灰，我也忘不了啊！没文化真可怕。你爹就是这么教你的？不是，我爹他压根就没教我。嘿嘿，简姨，我饿，又冷又饿，您能不能让让，容我进去喝一口热汤，给徐小贤道个歉？哼，进来。简秋香收剑回到餐桌上，罗灿灿跟在后面进了门。一进门就被酒香吸引。哇，好香，好香的菜，好香的酒。他抬眼看向了徐小贤，眼里毫无愧疚。这一定是你徐小贤做的菜。可这酒，这么香的酒，我罗灿灿喝遍了大陈，也从未曾闻到过这么香的酒。他毫不客气地端起酒杯，一口饮尽。罗灿灿感觉这酒就像这冬天里的一把火一样，从喉咙烧到了胃里。这一刻，他觉得自己浑身的每一个毛孔都舒张了开来。好酒，好好的酒。简姨，再给小侄我来一杯。这菜是徐小贤做的，这酒是徐小贤酿的。而今月儿尚未和徐小贤成亲，我也还不是徐小贤的岳母。现在我的话对徐小贤可没那么好使。罗灿灿顿时尴尬，他讪讪一笑，看向了徐小贤。我说小贤，你看这事闹的，其实吧，我是嫉妒你。月儿姐姐如此漂亮，又知书达理，我没坏心思，就是想让你们再用些时间来加深了解，仅此而已。罗三少爷，你知不知道这北京的冬天有多冷？尤其是晚上。既然三少爷说没有坏心思，还请三少爷告诉侯爷一声，我许小贤和姬月儿情投意合，就请侯爷成全了这桩美事。这个自然，本少爷向你赔个不是。来来来，咱们干一杯。这是我的碗啊，你是星儿姐姐，借用一下，喝了就还你。罗灿灿说着，面含深情，连干3碗。徐小贤都纳闷了，这北都侯府的三少爷是这么谦和的人吗？3碗下肚，罗灿灿大醉。三少爷的性子您是知道的，让大家见笑了。许公子，您这府上可有空房让老奴和三少爷暂住一宿？伯母和这北都侯府，这是说来话长，曾经和罗焕熙，也就是北都后打过交道。他并没有细说，因为季中谈的脸色似乎有些不好看，但有这句话也就够了。他那一双稀疏的眉微蹙着，因为罗灿灿跑到徐小贤这府上来，在而今情况不明的时候，其实真不是一件好事。明儿一早将三少爷送走，别让他多待。身为开国大元帅唯一的儿子，却被府上管家欺辱了整整14年。他一朝觉醒，手刃恶奴，本以为可以平安一世，可没想到刚结识的侯府少爷，只在他家喝了一顿酒之后，就匆匆离开。徐小贤，多谢昨的美酒，我罗灿灿第一次喝醉，让你看了笑话。原本想在你家过年，但估计我若在你，恐怕这个年也过得不舒坦，莫如离去。对于婚期之事，我罗灿灿向你道歉，回去之后就给家父说起，大致明年2月你就能得到消息。
好了，我走了。等你大婚之时，我罗灿灿再来。对了，你家那条狗得拴好，下次它再咬我，我真的很喜欢吃狗肉，尤其是冬天。这罗灿灿倒是磊落，身上没啥纨绔的气息，就是匪气足了一些。徐小贤收起了这封信，他并不知道罗灿灿天没亮就被赶走了。哎，福伯，他们为啥就不告诉徐小贤他的身世呢？知道又有何用？他本年少，原本这是隔着一层窗户，彼此不见，彼此安好。他去了长安，就意味着这层窗户只被捅破。那么谁退一步？徐小贤若退，那不如不去。徐小贤若不退，难道陛下能退？陛下为何就不能退？因为陛下退，就意味着当年陛下不对。他是皇上啊，能不对吗？幸亏昨晚上我醉了，不然若是我说了出来，岂不是会酿成大祸？当然。那父亲为啥又叫我见见徐小贤？不知道，不过家主敢这么做有他的深意。家主不会将偌大的北都侯府置于危险之下，家主也不会让云楼先生的儿子被陛下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罗灿灿离开了，徐小贤坐着，老马破车去了季府，接上了季月儿，往桃林小筑而去。张桓公正坐在一张小棋前，皱着眉头看着面前的一局残棋。繁殖可算是有暇了。老哥啊，这不就快过年了吗？前2天我亲自酿了一点好酒，老哥喜酒就给老哥送一坛子来。你还会酿酒？嘿嘿，略懂。来，请进，请进。这棋，此残局乃是齐贤窦阡陌所创，红黑各妻子，名为七星聚会，乃是红旗必输之残局。袁老头说此局在京都极为流行，但至今无人可解。我都研究了这棋局半旬了，至今也还没有眉目。繁殖，你可会下棋？略懂。那此局你仔细瞧瞧，可能看出其中奥妙。先是炮2平4，接着卒5平6，兵4进1，将6进1。徐小贤的手越来越快，棋盘上的棋越来越少。过了一盏茶的时间，徐小贤直起了腰来，棋盘上剩下了6枚棋子，红黑各半和局。和局，红方未输，这就意味着这七星聚会被解了。可你小子才刚进屋啊！来，咱们对弈。张桓公很快将棋盘恢复，徐小贤执红，他执黑，二人就这样杀了起来。结果第1局张桓公输了，张桓公越下越慢，一直到第4局。老弟，老哥算是服了你了。此局被解，若是传入京都，你将名震天下。老哥，我可不想要名动天下，我就想在这凉邑县当个逍遥富家翁。可惜呀，知棋去吩咐厨房多做几道菜，待会正好尝尝繁殖酿造的酒。而今大臣5贤只有齐贤窦阡陌还留在京都，他一辈子醉心于棋道，脾气比较怪异，不过尤其欣赏懂棋之人。老弟，你若是去了长安，他定会对你极为喜欢。老哥谬赞，我这人没有太大的理想，不依饭菜，可乐终身，听风无忧，落雪成眠。有佳人红袖添香，便觉一盏灯火可亲。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老哥，你的这个忘年交可是胸无大志之人呀。不，老弟这才是真正的高风亮节。对了，老弟，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应该是一首词吧。来，到书案这边来，老哥给你磨磨。这词一听就有非凡品，写来给老哥瞧瞧。徐小贤推辞不过，只能来到书案前。季月儿磨墨和张桓公一起翘首以盼。徐小贤取了笔，饱蘸浓墨，落笔而下，便是一纸飘逸出尘的行书《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观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妙，此词慷慨悲壮，意味无穷，令人读来荡气回肠，心头陡然升起苍凉之感。然其中偏偏又蕴含了淡泊宁静之氛围，高远的意境和深邃的人生哲理。老哥，我是这大臣历史的一过客，随便写，这次有些颓废，你可万万莫要往心里去。不，老弟，这是你高洁的情操和旷达的胸怀。张环深吸了一口气，将胸中那不得志的郁结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一缕长须，将纸放下，顿时豪气干云。来，就凭着这首词，咱们当扶一大白。徐小贤拍开了酒坛的泥封，一股浓郁的香味顿时飘溢了出来。张桓公的那双老眼陡然就愈发的明亮了。此酒何名？状元红。这玩意儿颇烈，可容易醉人，咱得慢慢喝，还得少喝。这名字取得很好。好酒，入口初觉辛辣，再觉甘醇，后劲十足，其韵悠长，仿若溅出血迹于眉间。再品之，便似那雪里玫红。
一口饮之，没似火，燎原于血源之上也。此酒只应天上有，实乃玉液琼浆，瑶池仙酿。老哥，没你说的那么金贵，我打算开了年就建一座酿酒坊，到时候每月都给你送一坛子过来。当真可量产？当真，技术没啥难度。酿酒需要很多粮食啊。我打算从北魏去买粮食。那就好，咱们大臣缺粮啊。若是凉邑县或者凉州的粮食来酿酒，恐怕有消小残你一本。三人喝酒吃菜，不一会儿，张桓公就喝下了半斤。徐小贤怕他喝出好歹来，赶忙劝他：此酒虽好，可不能贪杯。另外那位齐贤既然摆出了一局七星聚会，老弟我这也有一个残局，名为带子入朝。老哥你给瞧瞧。张桓公一听，顿时心痒难耐，只道这小子如此厉害，在破七星聚会残局时，又能想出另外一个残局。莫非还能一心二用？不知我能不能破之？棋盘前，张桓公和季月儿认真地看着徐小贤，凭着脑子里的记忆，将那同样有名的带子入朝一局给摆了出来。就是这样，老哥你仔细研究，我和月儿得先回去了。改日再见。好，老哥，这眼见着就过年了，你一人在此有些孤单，莫如到我府上去过年。你可别管我这老头子，这些年习惯了，你们快走，快走！二人离去，张桓公从一局残棋跳入了另一局残棋之中，无法自拔。都没见过你下棋，你何时想出这棋局的？你相公我胸有丘壑，这些玩意儿同样信手拈来。季月儿银牙轻咬着嘴唇，丢给他了一个白眼，心里却美滋滋的。我这未婚夫诗词文章信手拈来，琴棋书画他的书法极好，不知他的琴和画如何？老马破车回到徐府的时候，已经是未时。季月儿径直回家，他先是将徐小贤的那首《临江仙》给默写了下来，然后取来棋盘，摆出带子入朝残局。少女坐在书房中，看着这棋局也入了神，浑然不知她的娘亲简秋香走了进来，站在她的身后看了看那首词，又看着她的这棋局看了很久。70岁老头交了个17岁的小男朋友，小男朋友给他送了个礼物，老头满心欢喜的拆开，然后就每天沉迷于做游戏，且手边还抱着半斤高度散白，不喝一口就浑身刺挠。这棋就是樊芝弄出来给张先生的棋局。爹，这棋局叫带子入朝，是许郎破解了齐贤窦先生七星聚义的残局后所摆。爹，你能看出其中端倪吗？樊芝他当真解了齐贤的残局，女儿亲眼所见，他几乎不假思索。这小子厉害啊！这带子入朝之局先留着，待父亲再多想想。季中坛此刻也放弃了去思考这局棋，他随手拿起了旁边的一张纸，又仔细地看了看，这张纸上正是季月儿写下的那首《临江仙》。看来樊芝真的无异于仕途了，可惜了。就凭他将百花村弄成百花镇变成，而今那般繁华的模样，他若是入朝为官，定会名垂青史。算了，他既然安于这凉邑县，你千万记得，你也要安于这凉邑县。女儿现在也觉得这样挺好。明年扩建的造纸作坊完成，酿酒作坊若是在建成，百花镇的基业便算是稳固了。就在父女二人说着徐小贤的事的时候，季星儿飞快地跑了进来，有些惊慌，嘴里吐着白雾。爹，门外来了一个人，说他叫齐文俊。不是说在凉州查出了窝案来不了吗？怎么现在又来了？这眼见着过年了，齐文俊不回北凉府，跑我这地方来干啥？师兄好。师弟好，好久不见。师兄啊，师弟我可想死你了。师弟，你不会是要在师兄家里过年吧？知我者，为师兄也。走走走，外面风雪甚大，今儿夜里，咱们师兄弟又像当年在长安书院那般把酒言欢，秉烛夜谈。作为曾经在长安书院的同窗，二人皆在张桓公门下读书。要论成绩和才华，季中坛是比齐文俊更高的，只是入仕后，寒门终究不比官宦世家。咱们是大臣6年分别的，在九曲池头，那也是一个下着大雪的冬天。师兄，你指着那文风格意气风发的说老子的诗词文章，终有一天会被供在里面。嘿嘿，师兄，你这理想怕是早已被磨平了。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哎，莫提当年你还指着长安城说要立于那最高的庙堂之上。不过伯父而今虽已辞官，但人脉还在，师弟为何不走动走动？师兄，而今京都形势变化莫测啊。算了，不说国事，恩师身体可好？这到凉邑县的时辰晚了一些，我没敢去，怕打扰了他老人家。恩师的身子骨还硬朗饮烈酒，半斤而不醉。明儿个我们同去拜访恩师。你那女婿呢？这小子在凉州城干的那事把我给套住了。不过他那事干得漂亮，恐怕会受到北都侯府的重视。
徐小贤在凉州城为了弄死周阎王，结果阴差阳错将曹次立一伙给拖下了水，被齐文俊给一网打尽。师兄，有件事得提醒你一下。师弟，请讲。凉州城曹不动全家被杀，府兵死了500来个，这事儿你知道吧？听夫人回来说起过，那不是陛下派了刀骑前来干的这事儿吗？大臣刀骑穿黑甲，背长刀，骑黑马，这是标配，也是他们的标志。我在凉州城见到了一个人。谁？大管家。季中坛豁然一惊，倒吸了一口凉气。皇帝唐无望当初在凉邑县起事，曾有一场极为有名的战役——桑阳河大捷，而实际指挥者便是大管家。大管家出的手。这么说，当初京都那传言是真的？云楼先生果有不臣之心，背着陛下，私自还拥有一支强悍的军队。恐怕是真的，我就不太明白，大管家都隐忍了10几年了，为什么要在凉州城砍那2刀？如此一来，陛下岂会容他存在？还有北都侯府，以前可是许云楼的右指挥使啊。房间里顿时寂静。这一刻，季中坛也想了许多。宫里的那位可恨不得许云楼断子绝孙，大管家此举分明是授人以柄啊！老师对当年事知道的更多一些，咱们不用去多猜多想，明儿个咱们去求问一下老师吧。师弟我来此，也正是想要求老师解惑。放下了这个话题，此间的气氛顿时轻松了一些。齐文俊转头就看见了书案上的一张纸，他起身走了过去，拿起来一瞧，顿时瞪大了眼睛。师兄，你依旧那么厉害，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师兄高才，这越老才越高。你这是破了尘世，豁然开朗啊！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师兄，凭师弟我这浅薄的学识，我觉得这首词能给苏明阳苏公品品，万一入了文风阁，岂不是圆了你昔日的理想？这是樊之所作。樊之写的，难怪，我就觉得师兄你搞不出来这样有深意的词。我不是那意思。对了，师兄，樊之住在何处？我可想死他了。你堂堂北凉府府台，想徐小贤一个介远干啥？他就在我这季府的隔壁。走走走，咱们去找许小贤。你嫂子正做菜呢，找徐小贤干啥？嘿嘿，这小子欠我1顿酒。不巧，这小子今儿晚上还没回来。这大雪的天，他跑哪里去了？和几个友人去了淡水楼，这不，我那2个女儿也去了。恭喜樊之，要说来我这是走了狗屎运。去岁时候，樊之你莫要多心。去岁时候若不是因为那莫名其妙的缘由，那界缘依旧是你的。哎，要说咱们凉邑县，一到了冬天就太冷清了。兰闺房里的那些小姐们，恐怕都闲得会绣花了。只怕就算是那头牌，也求爹爹告奶奶的，想要求个入幕之宾，赚几个零花。你说的这倒是个好机会。平日里那头牌恐怕得花几百两银子才有机会一清方泽，这冬天岂不是花个几两10几两银子就能达成夙愿？哟，你这话有些道理。要不待会儿吃完了饭你就别回去了。朱重举这才想起自己是订了婚的人了，而周若兰正是他的未婚妻。若兰，我可不是这个意思。跟着大哥学习经商，什么事都习惯了思考成本。嘿嘿，我大哥可以作证，我朱重举已经很久没有去过兰闺坊了。二弟，咱们做人要行得端，坐得正。比如在凉州城的时候，咱们可是去过兰闺坊的。不过我喝的有点多，去了澡堂子里洗澡。听说你和一小娘子去了后院1个时辰才回来，弟妹也莫要多心，他们应该是在交流做生意的事。我说大哥，你可别冤枉我。哼，朱重举，你什么德行？我周若兰还不知道。你们确实是在交流做生意，只不过是皮肉生意，不许再有下次。否则我家可是开药堂的，砒霜有，鹤顶红也有。到时候你想怎么死？我操！徐小贤吓了一跳，这女人狠啊！可怜的朱老二，这以后的日子恐怕没那么好过。这个长官逛妓院有个奇怪嗜好，面对那些娇滴滴的姑娘，他丝毫不动心，反倒对澡堂子情有独钟，每次来都要叫一个小白脸给他搓背。就是因为这个嗜好，他在澡堂里认识了曾经开国大元帅的儿子，不但在打官司时为他站台，还在年关的时候专程前来探望。齐大人，您来的不巧，咱凉邑县镇的兰闺坊休业了，说是明年2月才开。您看这就3天就要过年了，就不耽误您的事。你现在赶回去，走快一些，还能赶上过元宵是吧？这话啥意思？想赶我走？当叔父我的左脚踏出北凉府的时候，这右脚就没想过在元宵之前踏回去。当叔父我的这左脚踏入你这徐府的时候，这右脚……大爷，这右脚我帮您抬出去。你小子试着抬抬，叔父我这右腿可粗了，抱抱是真的可以的，至于抬吗？你可要想清楚了。叔父能够抱住您这大腿，可是我许小贤之幸。来来来，伯父、月儿，咱们去里面坐坐。蕊啊，杀2只鸡，
将昨儿买回来的羊肉给炖了，咱们晚上正好吃火锅。一行人走入了主院，齐文俊视线落在了闲云水榭这4个字上。果然是云楼先生的手笔，徐小贤必定就是许云楼的儿子。伯父和这位齐大人认识，昔日长安书院同窗，那人家都爬到了北凉府府台的位置上了。伯父，您放心，您这是厚积薄发，未来定会官运亨通。师兄，凡之这话有理。这一次凉州府被弄空了，我问询了北都侯府的意见，送的是你的名字上去。谁叫咱们曾经是同一个宿舍的兄弟呢？举荐信9月下旬就送去了吏部，按照正常流程，吏部任命的文书最迟应该在11月送达凉州，可等到了12月末，却依旧没有，所以这事儿肯定有了变数。你也别患得患失，毕竟任命文书没有下来，说明还有几分机会。哎，莫说这些繁殖煮酒，你说的闷倒驴，我可没有忘记，定叫叔父满意。这个夜里，徐府的羊肉火锅味道香极了，但比这羊肉火锅味道更香的是桌上的一坛状元红。好酒，师弟，这酒厉害，你可要悠着点。师兄，师弟我的酒量你理应清楚。季县令扬了扬门，没再劝阻。5杯过后，齐文俊大醉。徐小贤吩咐四喜和丸子将齐文俊安排去了东厢房，其余人这才继续开心地吃起了热气腾腾的火锅。第二天，齐文俊便协同季县令一同在百花镇视察。师兄，这是什么讲究？站在百花镇的那2000余亩田间，齐文俊看见的是茫茫一大片被大雪覆盖的篱笆棚子。这田过冬还需要保暖吗？这是一片实验田，繁殖稻谷的。他说，一田可以2种。2种？怎么个种法？稻谷成熟前，将稻田里的水悉数放干；稻谷收割之后，将干了的田深耕一遍。然后种上黄豆繁殖，说种黄豆有改善土壤之效果，还可以种别的东西，比如油菜。师兄，这法子有些道理啊，这下面种的就是黄豆。对，繁殖说这法子在南方更好，咱们这北方冬季太冷又太长了一些，会影响到黄豆的生长成熟。明年插秧的时候，恐怕会往后推迟10天半个月。那会不会影响到明年稻谷的收成？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没敢全县推广，且看看明年这2000余亩试验田的结果如何。一行人继续前行，齐文俊抬眼而望，看到的是青砖碧瓦的院落。师兄，咱们进镇子里去瞧瞧。他们来到了一户人家的院子里，看见一个女人正在杀鸡。大婶，这是准备过年呀？大爷，你眼瞎啊？我有那么老妖？本姑娘今年才18。哈哈哈，那姑娘贵姓？本姑娘李金花。你们这冷的天跑来百花镇干啥？哦，对了，你们肯定是2道贩子。我劝你们别打那些作坊的主意，不然万一误伤到了，咱们少爷的岳父可是凉邑县的县令大人，你们告状也无门。徐小贤这小子，莫非还扯老子的虎皮来做了大旗？姑娘多心了，我从外乡来，听闻百花镇很是出名，故而来看看。这鸡留着明儿年30吃。不，待会就炖了，爹晚上回来用小火煨着，晚上吃正好。这百花村的人吃鸡都这么随意的了吗？齐文俊一行在百花村逛了大半天后，才满脸感慨地来到桃林小筑拜访恩师。若不是亲眼所见，弟子实在难以相信徐小贤真的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将百花村变成了而今的模样。莫要说你，就是老夫去过百花镇3次，每一次去的地方都不一样。凡只凭借闻香、饴糖、手指这些发明，才能创造百花镇的今天，你们万万做不到。确然如此，凡之那脑子太妖孽了。可惜这小子始终无意为官，不然大臣定会多一名贤能之臣。我听说百花镇还没有设立镇长，这镇长可由县令指派，凡这个镇长还是可以的，至少这样他在百花镇做任何事也说得上名正言顺。恩师，此言有理。待得休沐结束，弟子就给樊之委任一个百花镇镇长之职。大辰16年除夕，远道而来的府台，齐文俊干脆就在徐小贤家里过年。几人闲聊中，徐小贤无意就说起养蚕之事。养蚕这件事真不是我吹牛，江南蜀州养蚕为的是桑叶，咱们这北境没有桑树，但有柞树，这指的是树的一个类别，比如渠山就有的麻栗树和狐狸树。等等，樊之，你的意思是这2种树的树叶也可以养蚕？当然，吃柞树叶的蚕吐出的丝叫柞蚕丝，吃桑树叶的蚕吐出的丝叫桑蚕丝。不过有一个事实是，柞蚕丝确实赶不上桑蚕丝。桑蚕丝是长纤维，具有优良的弹性和韧性；柞蚕丝是短纤维，弹力韧性都较差。桑蚕丝手感丝滑，而柞蚕丝手感偏硬。但柞蚕丝也不是一无是处，用它纺成的丝绸比桑蚕丝更为结实耐用。哇哦！樊之，明年你把这东西给弄出来如何？齐大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徐小贤分身无数啊，所以明年肯定不行。那后年总可以了吧？樊之，你可知道丝绸这个东西市面上的价格？上等丝绸10两银子一匹。樊之啊，你那酒要酿造多少才能卖10两银子？
这丝绸里面有多高的利润？无论是江南还是蜀州，桑农甚多，蚕茧价格在50文钱一斤，10斤蚕茧可出生丝1斤，一匹绸缎通常用生丝4斤6两，你算算这成本是几何？一匹绸缎材料成本为2两3钱银子，一匹绸缎利润7两，这是能干啊！关键是这是不需要用到壮年的劳动力，可以解决百花镇妇女的就业问题。这事儿我记住了，明年开了春我试试。师兄，你瞧，樊芝当个百花镇的镇长是不是名副其实？我啥时候成镇长了？樊芝啊，一镇不能无长，百花镇是你一手建立起来的，这百花镇的镇长就由你来担任了。有没有月俸？没有。镇长啊，前世镇长很牛叉的，这一世居然连工资都没有，差距怎么那么大呢？3000骑兵不打仗，全都躲在山沟沟种田，结果碰上大旱，颗粒无收，寒冬到来，没有存粮的他们只能打劫土匪，只因他们是忠于大将军的尖刀部队，战力恐怖。大将军死后，他们深受皇帝忌惮，才落魄到如此地步。哎，这年头土匪家也没有余粮啊！红莲教的教主红莲圣母看见关山去，还没提借粮的事，人家就直接给跪下了，说他们有好几千口要养活。青龙寺呢，一家伙搬去了残月山里，太远了，而且去打劫那些和尚不太划算。所以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咱们的未来在哪里？前些日子望月陪我去了一趟百花镇，小少爷在那里训练了一支1000人的护卫队。我看小少爷之志恐怕不下于家主，明儿个我得出去一趟，和简秋香见一面。若是他马帮需要人，咱们就先投到他的马帮当中。大管家就没有别的路了吗？要不和北都侯罗焕熙说说，去他的军队。咱们而今是皇帝唐无望的心头之患，再和罗焕熙接触，只怕会给他带去祸端。大管家略略说明了处境，安排了一人给简秋香带了一个竹蜻蜓，第2天就带着一个骑兵头领下山了。这么冷的天，您老怎么不在山里歇着？有点事。今年茶园的收入如何？入不敷出，生意难做。玉秀啊，辛苦你了。您等着，我给您泡一壶极品猴魁来。有些浪费了。没啥浪费的，今年只卖出去了1壶，还是季贤令带着小少爷来喝的。梁义县太穷，这1两银子1壶的，以后可别进货了。不，你记住，无论如何，这极品猴魁茶园里都必须备上半斤。可是大管家，老爷不会再回来的了。可小少爷在。可你我都不知道小少爷究竟是不是真的小少爷。既然老爷将府邸都留给了小少爷，那小少爷就是小少爷。你记住了，小少爷只有一个，他就是徐小贤。可那回你却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恶奴虐待。他不是好好的墨，这事情没那么简单。张绣的背后是徐瑞，可徐瑞背后呢，会不会是皇帝唐无望？当时若是出手，只怕小少爷活不下来。既然这样，那你为啥又敢在凉州城灭了曹不动满门？因为小少爷长大了，也因为唐无望的脑疾，他恐怕命不久了。2人正说着话，简秋香已到了门前。常伯，你以竹蜻蜓为信，我还以为许云龙没死，你来找我还有何事？少爷是死了，但少爷留下了一支刀锋，学会了夜雨刀法8刀的刀锋。有多少人？3000。他果然如娘亲说的那般妖孽。云楼先生的儿子依旧在，要不要我去将他叫来？刀锋太锋利，小少爷现在握着会伤了自己。那你是什么意思？刀锋若是论起来，是你的徒弟辈。老奴老了，想请小姐您帮小少爷握刀。简秋香顿时就瞪大了眼睛。不管这怎么说，这3000骑兵可是皇帝心头之患。少爷当年建立刀旗的时候，只做了2只竹蜻蜓。他说若是以后有难，拿这只竹蜻蜓去找师妹，所以老奴来了。咱话的说在前面，马帮不是军队，马帮的目的只有一个赚钱，我们不打仗，也轻易不杀人。你放心，他们原本就是少爷调教出来的，懂得规矩。另外，你能不能帮我问问徐小贤，他那百花镇可还能容得下一些妇女孩童？什么意思？刀锋藏了10几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有了家室，待在那深山里会耽误了他们的后人。简秋香顿时明白，让这些战士的家人留在百花镇，那些战士因为家人终究会有所顾忌，可是这些人若是被定义为叛军的话，你们出去一下，我和简夫人聊一些别的事情。其实你大可放心，小少爷为啥会训练1000护卫队？这本就不合规矩，可他偏偏就做了。若是小少爷的手里再有3000强大的骑兵，想当年少爷起事，手里不过才2000骑兵，何惧之有？再说真有什么事，少爷的母亲死前也留了东西，你拿着这东西，北魏不会坐视不理。常伯从怀里取出了一块漆黑的牌子，递给了简秋香。简秋香看了，吃了一惊。他的母亲是北魏国的人，她是皇族的3公主。北魏不知道他们留下了一个孩子，没有成亲哪里来的孩子？不过这块墨玉牌子是小姐留下来的，我想北魏的皇帝恐怕认得这个东西。娘，尝尝从徐小贤那里纳顺来的桂花糕，就知道吃。对了，你爹还在那边？在，
姐姐也在，齐叔叔也在，几个人也不觉得无聊。从种田说到了治国，那徐小贤也是，他又不想当官，偏偏还高谈阔论治国之道。他说了些啥？我没怎么听进去，好像是说，而今大臣若是再增加农业税赋，恐怕会有危险。他这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吗？对了，他还说，而今那些六大家占据了太多的资源，这才导致了大臣建国16年还这么穷。应该向六大家族开刀，嘿嘿，人家六大家族为大臣消灭离国出了多少钱财，这大臣建国了，人家肯定得拿那些好处呀。想来这也是皇帝许了人家的，他徐小贤这是眼红人家吧？哼，春夏这些日子星儿练武的事，不能因为过年而荒废了。你可给姐姐多盯着她一点。你生的你不管，你这小姨怎么当的？教别人也是教，教你侄女还不是一样的教？我要赚钱，我不赚钱，全家人都喝西北风啊！这话说的，简春夏顿时闭了嘴。简秋香又瞪了简春夏一眼，她站了起来，走了出去。娘，你去哪？去隔壁。大管家他可有同意？正月初10，所有弟兄去百花镇建房子，这件事你来办。建房子？对，建房子。马帮没那么快能够安排下去那么多人，但弟兄们出了山，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在小少爷的地盘子上建房子。你们的家人以后就落户在百花镇。这么说，村子里那些女人孩子的户籍也能够落在百花镇了？简当家的暂时还没有答应，他还需要和他夫君商量一下。但建房子这事得着手进行。但你们要记住，咱们山里出来的人可没有任何特权可言，甚至要比那些村民更努力的去劳作，这一点务必要让所有人都能清楚的认识到。关山明白。天色已晚，咱们走吧。大管家，又要下雪了，这时候回山里黑灯瞎火的不太方便，莫如今儿就歇在上香茶园。等村子里的人安排妥当了，你在这茶园给我准备一间房子，到时候我就住在这了。好。大管家和关山走了出去，站在了飘雪的夜里。他抬头望了望，上了马车，思索了片刻，去徐府看看。关山一怔，驾着马车又往梁月巷子而去。站在徐府紧闭的大门前，望着那2盏崭新的大红灯笼，大管家指了指这门楣，记住，此间少爷便是你们未来的主人。大管家抬头望了望这院墙，忽然长身而起，飞了上去。他想了想，飞入了院子里。常威上一次遇见那个要翻墙而入的人，没有咬着，今晚上又遇见了一个，他小心翼翼地靠近。80岁的瘸老头半夜从寡妇家出来，不想着回家，竟想着翻别人家的院墙。只见他轻轻一跳，就越过了墙壁。可他刚刚落地，一条大狗就将他扑倒在地。他连忙和大狗搏斗起来。大管家不过是想去徐小贤的厨房找一口吃的，喝了一天的茶，就吃了一个馒头。他饿啊，哪里知道他杵着拐杖才刚刚踏前一步，常威在漆黑的夜色中猛地发起了攻击。大管家一脚将常威给踹飞了出去，一阵狂吠，却没有再次扑来。他不是傻狗啊，刚才那一脚差点要了他的狗命。他忙向正院跑去。咱们走。大管家，你刚才想干啥？咋一品高手差点被狗咬了？在凉州城，我们站在远处看过了小少爷，但太远了，我这老眼昏花看不太清楚，所以就想偷偷进去看看小少爷。没料到内有恶犬，要不要属下去将那恶犬给弄死？属下记得大管家您喜欢吃狗肉。关山的眼睛在黑色的夜里贼亮。这是小少爷养的狗，把山里的那一套收起来，出来以后万万不可去打小少爷那狗的主意。哦。关山不无遗憾地驾着马车走了。大管家想要回头再瞧瞧那院子，刚才踢了那狗一脚，没看清那狗是什么毛色，感觉挺肥的，可惜了。这件事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你这就不讲道理了。文俊在这里，你问问他，这种事情可有先例？若是我办了，万一有人查下来，夫人这弄不好就是个满门抄斩。这啥事严重到了满门抄斩的地步了？等等，都别激动，伯父，究竟是个什么事情？他要扩大马帮，这是好事啊。可你知道他扩大马帮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吗？哪里？山里的土匪。嗨，我还以为多大的事，人家土匪愿意下山，就像兰桂坊的姑娘愿意从良一样，总得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可那些土匪都有了家眷，他们的家眷也要跟着出来，说是要去你的百花镇安家落户。落户你知道不？他们可是没有户籍的，得凭空捏造出他们的户籍来。这万一被查到，是不是大罪？徐小贤一听，觉得这事儿倒是有些麻烦。他想了片刻，脑海中灵光一闪。这样，启叔父，今年冬北凉府冻死的人还没有统计报到户部吧？啊，这样做岂不是和顶白鸭一个意思？也不完全是，白鸭会死，现在是把死了人变活，反正都死了。这北凉府一个冬天死的人报上去的太多，皇上还会怀疑你治理一府的能力，不如就少死几个，各村镇要注销的户籍统统收到你官署里去，再将这些户籍送到凉邑县来，伯父转手弄一个迁移文书，将所有人的户籍落在百花镇，这不就完事？你小子胆子也太大了吧！嘿嘿，叔父回去之际，小侄给您准备几坛状元红，多谢叔父了，人对我真的很重要，就当帮我徐小贤一个忙。哎，好吧，
看看还是小贤有本事，这不就办妥了吗？反之啊，今儿中午在伯母这边吃饭，伯母给你做几个好菜。说着这话，简秋香起身离去，出门的时候还瞥了一眼季中坛，哼，哎，这一家伙可欠了齐文俊一个天大的人情。师弟，我在家里的地位不是太高，就麻烦你了。师兄，看得出来，家有悍妻，师兄受委屈了。几人还不知道简秋香说的土匪就是刀锋。徐小贤正愁找不到人扩大马帮，这下可真是瞌睡来了有枕头。正月初5一过，徐小贤就跑去了一趟百花镇，让王富贵安排了砖瓦匠和窑匠开始制砖瓦烧窑。这一次从外地要迁来数百户的人家，说好了，他们出事过来建房子。我知道这土上的洞，哪怕烧火烤也得给本少爷化开了这砖瓦。少爷不是说百花镇不再接受移民了吗？那些都是本少爷的远亲，难道本少爷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在异乡受苦受难置之不理？哦，原来是少爷的远亲，那小人这就去安排。建房的地儿也寻一个，就在少爷我那荒地附近找找。对了，等这窑烧了出来，你到我府上来一趟，咱们今年还要搞个新鲜玩意儿来给大家增加收入。少爷，啥好活计？酿酒，你寻10来个机灵点的20-30岁的人给我，少爷教他们酿酒。太好了，还不快去！王富贵转身就跑了。徐小贤这才一摇一晃的往李大爷家走去。李妞妞也不在家，徐小贤去了侧院的牛棚。好吧，小母牛也不在家，今年这小母牛发了情，得弄去配种了，这样生了小牛犊子才有奶。姬月儿可盼星星盼月亮的等着呢。转身他去了雪平沟，在各个作坊视察了一遍，最后来到了那一望无际的荒地里。那些土匪的家眷肯定多为女人，就让他们来侍候这地吧。3月末得翻出一小片的地来种植土豆了，可惜没有花生可以种。徐小贤如此想着，转头便看见了杵着拐杖专程向他走来的大管家。你们是什么人？我咋没见过你们？哟，小少爷居然如此警惕，好好好，只是还是大意了，应该带着几个护卫才对啊。我是常伯，少爷，敢问这里就是百花镇？你们有何事？我们是答应归顺简当家的土匪，这不来瞧瞧在百花镇的哪个地方安家比较方便吗？哦，原来是你们啊！你们回去，初时叫你们的人来建房子就行，其余事本少爷自会安排。乔老儿能不能和少爷您聊聊？没啥好聊的，像你这样年纪还身有残疾的人，我都会给安排些公益性岗位。百花镇的学堂缺一个门房，这个位置给你留着，20文钱一天，到时候你就去学堂，这活儿轻松。你回去告诉你们的人，百花镇不养闲人，除非躺在了床上。另外，同为百花镇村民，你们的孩子同样享受免费入学。就这样，少爷我还要视察，再见。他很好，若是这样，咱们回吧。那学堂的门房也很好。正月初6，齐文俊带着3坛状元红离开了梁邑县，渠河水库又开了工。徐小贤想着自己作为河长，无论如何得去看看。渠山上的雪水会从3月下旬开始融化，不知道能不能够将内库的水蓄满。若是不能，还得将渠山里面的山泉水进行引流。外坝的建设得先从一洪道开始，得保证内库的水放出来能够经过一洪道流出去，去解决部分地方的春耕用水问题。如此想着，徐小贤叫上了4喜，正要出门，却看见一脸不喜的季星儿气呼呼地走了过来。这大清早的，你这又是怎么了？还能怎么？娘非得要我来保护你。你这么大人了，就不能自己练练功夫？总不能我以后嫁了人还给你当保镖的吧？徐小贤顿时笑了起来，这小姨子已经很久没有跟着他了。季月儿说他使唤不动，因为不知为何，就算给妹妹10两银子，他也果断的一口拒绝。现在丈母娘给他下了命令，这原本就是他不情愿做的事，他如此生气倒也理所当然。我就是去看看水库建设，你不想去就别去。再说周阎王死了，曹不动也下了大狱，我徐小贤如此低调又不遭人烦，哪里来的那么多仇人想要杀我？说完这话，徐小贤抬步就走了。季星儿气得直跺脚，却毫无办法，只好跟在了他的屁股后面。姐夫正在猛追小姨子，他迫切地想和小姨子同骑一马，只因乡下的路又窄又泥泞，马车不能通行，姐夫只能寄希望与小姨子能带他一程。托我一程，我现在能够爬上马背了，你别怕。男女授受不亲，自己的路自己去走。雨霞，你能飞，要不把马给我骑，你飞过去。别想。季星儿打马而去，徐小贤只能跟在后面抵达渠河水库。徐小贤让段山找来了几个主要负责的石匠，这坝能蓄水120-130米上下，通体由调石砌成，调石之间浇灌的是糯米灰浆，这玩意儿的粘合强度不用怀疑，足以抵挡1000年不遇的山洪。开启闸门的滑轮试过没有？试过多次，用5头牛能够将闸门给拉起来。蓄水之后再试试。好。徐小贤走下了大坝，沿着还没被水淹没的小路往曾经的青龙寺而去。喂，你又跑那鬼地方去干啥？就是去瞧瞧。我总觉得青龙寺建在这地方有些诡异。听丈母娘说，那慧能和尚曾经是北武林的总瓢把子禅舒心，还曾经是旧朝平乱大将军。我再去拜访拜访。野鸡，别怕，就你这胆子还敢去闯荡江湖？
人家简春夏那么小就敢独自一人从千里而来，我看你还是更适合在闺阁里绣花。哼，本姑娘怕的是鬼，又不是怕人。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你是不是干了啥谋财害命的事？你信不信我宰了你？徐小贤撇了撇嘴，没理他，继续向前走去。踏入了那道正门，却陡然一惊，跟在身后的季月儿一把将他推了开去，也跨入了这门里。这才半年过去，青龙寺怎么就塌了？显然不是，这是人为。王富贵他们秋天还来这里收割过稻谷，那时候青龙寺依旧在，他们甚至还在寺里歇过脚。这说明青龙寺的和尚在离开的时候并没有破坏它，也说明他是在这个冬天被人所破坏的。为了财，青龙寺的和尚不可能留下财物，那是为啥？有可能是看这寺庙不顺眼。徐小贤说着这话，向后院那边而去。诚心禅院的那堵围墙依旧在，那里曾经是青龙寺住持慧能大法师的禅房。这偌大寺庙都被翻了个底朝天，这诚心禅院当然也不会例外。然而当他踏入这后院的月亮门的时候，又吃了一惊。这禅院里完好如初，地上没有积雪，院墙的角落更没有蛛网，就像刚被人打扫过的一样。这地方怪瘆人的，要不咱们回去？就在徐小贤想要转身回去的时候，那禅房里忽然走出来了一个老嬷嬷。站住，不许动，举起手来，不然我就放箭了。你再不站住，我真的放箭了。徐小贤在这一瞬间果断地张弓松手，毒箭离弦而去。跑啊！他一声大吼，身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季星儿果断地转头就跑。徐小贤在转身开跑的那一瞬间，又射出去了一箭。转头的那一刹那，他似乎看见那老嬷嬷在笑。卧槽，这特么的莫非是遇见了千年老妖？徐小贤跑得比兔子还快，可他还没来得及跑出10丈，就觉得背后一疼，砰的一声，他一头栽倒在了雪地里。这特么的大意了！前面的季星儿在慌乱之中施展出了他那蹩脚的轻功，他刚刚跃起3丈，眼前陡然一黑，从天上掉了下来。娘娘丢出去了。菩提本自性，性尽是菩提，亦非可修香，更无可作香。莫要说这佛经倒还有点意思，走的时候将这庙里的佛经给本宫征回去。奴才遵命。说说吧，是个怎样的人儿？生得很是俊俏，身子骨有些单薄，射箭有一点点力道，没有学过功夫。另外心地应该善良，行事有些拖沓，大致就是这么个样子。明儿个你去凉邑县走走，多了解了解他，看看他这些年在凉邑县做了些什么。奴才遵命。只是这地方已经被徐小贤撞破，他既然来了这里，怕不是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知道了云楼先生可能藏在这里的刀谱，娘娘是不是该离开这里了？也该回去了，陛下恐怕会在3月初动身来凉邑县，叫秀春卫收拾收拾，待会本宫就启程回去。你弄清楚了徐小贤的事，再跟回来。娘娘，奴才斗胆问一句，为何不将他杀了？活人有时候比死人有用。既然这地方没有寻到那刀谱，云楼先生会不会将那刀谱放在凉邑县的那徐府中？那个贱人派了个奴才在徐府待了14年，只怕那徐府的每一个角落都被翻了个遍，却没找到，那便不会在那里了。老奴知道了。老嬷嬷躬身退下，离开了诚心禅院，起落间向凉邑县而去。这位身为二皇子母亲的夏昭容才放下了手里的佛经。许云楼，你究竟会将那刀谱藏在什么地方呢？那真的会是一本刀谱吗？怎么回事？那老妖怪居然没有要我和姬仙的小命，我可是看见了那老妖怪的模样。按照道理，他不是应该将他们杀了灭口吗？醒醒，醒醒！徐小贤蹲在了季星儿身旁，使劲地摇了摇，没将季星儿摇醒，反倒将自己的鼻血给摇了出来。他深吸了一口气，将季星儿扛在了肩膀上，撒腿就向外跑去。徐小贤，你对本姑娘做了什么？放我下来！季星儿是血流满面的回去的，那一身红色的裙袍满是泥水，头发都被泥水给僵住了，还散乱着。一见歹人了，徐小贤怎样了？我是不是你亲生的？你们以前就说我是捡来的，这话看来是真的。我都这么惨了，你关心的居然是徐小贤。我早说过他就是我的克星，你却偏不信。我跟着他就没有过上一天安生的日子。哎呦喂，我的鼻子！季月儿在他的闺房里听见了这番话，陡然一惊。什么叫跟着他就没过上一天安生的日子？徐小贤是我的未婚夫，你季仙跟着他过什么日子？少女为了捍卫自己的主权，如风一般跑了过去，这才看见妹妹凄惨的模样。这究竟是怎么了？不急，你慢慢说，姐给你做主。你怎么给我做主啊？他禽兽不如啊！徐小贤不会想要大小通吃吧？
他的牙口能有那么好吗？星儿，你给娘仔细说说，究竟发生了什么？少女的肩膀抽泣着，她将青龙寺所见的状况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季月儿那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还以为真出了那难以想象的事呢，大惊小怪。你去洗洗，换一身干净的衣服，我去徐小贤那里问一下。禅院里不住和尚，反而住了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孤男寡女闯入这荒山破庙，还没来得及做正事，就被寺庙中住着的老女人给吓得狼狈而逃。伯母，那青龙寺究竟藏着什么秘密？那老妖怪不简单，功夫很是厉害，但要拆了那么大一座寺庙，我觉得他们另外还有人。我知道，我和师兄弟们一起去看看。我也去。你去了也是个累赘，你在家好生休息，伯母为你做主。简秋香说完这话，提剑便走。徐小贤望了望天边的夕阳，摇了摇头。历经此事，徐小贤又一次意识到了这个世界不太平。漆黑的青龙寺里有几盏灯笼，就像鬼火一样的在晃动。简秋香带着5个师兄弟，握着武器来到了青龙寺后山。他们有在这里安营扎寨，看着留下来的炭灰灶台等迹象，大致有500人上下。他们在这里待了至少5天，你们再看看这些坑洞，是他们埋锅造饭的地方。这一溜排过去足足16口，这些人不像是土匪，倒像士兵。为何？这是军中才有行军灶。难道是刀旗来过？和刀旗的行军灶有些不一样，刀旗的行军灶是大灶套小灶，小灶用于出烟，这些没有，这些是标准的边军行军灶。当然府兵也是这样挖的，但府兵挖的没这么规范。边军？难道是驻守在上阳县的北部边军派了人来过这里？他们是在找什么东西？这番搜寻一夜无果，经此一事，保护徐小贤这件极为重要的任务就落在了10月的身上。姑爷，五哥我江湖人称踏雪无痕，五哥我虽然才2品中，但就算是大宗师也不一定能够追得上我。你怎么练成了这么厉害的轻功？其余师兄们练武的时候，我挑衅老虎在后面追我，以此来练轻功。因为我寻思着，若是遇见了不得的高手，只要能够比他跑得快一些，他岂不是就拿我无可奈何？牛逼！那五哥要是遇到高手咋保护我？姑爷尽管放心，到时候我扛着你跑，只要不是宗师高手，绝对安全。转眼到了2月，简秋香收拢了大管家的刀锋骑兵，建立了北境马帮，这些骑兵的家属也尽都安排了下来。徐小贤专程跑到新建的4合院村子里，拜访了这些人的头头。大管家，在这里住的可习惯？极好，比山里好太多太多了。多谢小少爷。习惯就好，若是家里缺了什么，你只管找王富贵，我新任命的百花村村长，他若是不能满足你，他会告诉我，我来给你解决。多谢小少爷，有而今这样的生活，老奴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你这腿，改天我给你做一张轮椅，这样你出行也方便一些。大管家心里顿时暖洋洋的。多谢小少爷了，老奴杵着这拐杖已经10来年，也已经习惯了，就不劳烦小少爷了。不麻烦，很容易的事，人活一辈子，总是会有许多不如意的事，那些事现在都过去了，你就安心在这里养老。你这身子骨太瘦，估计以前在山里面吃了不少苦头，所以你以后的生活得自己好生改善改善。若是喜欢喝酒，酒要少喝，等少爷我酿酒作坊建成，少不了你的酒喝。多谢小少爷了。不用客气。另外就是百花镇所有人都是融为一体的，我不希望你们的人与其他的村民们格格不入。这个不急，刚下山总是有些不习惯，但得慢慢改变。你那宅子不远就是李大爷家，你们恐怕共同的语言能够多一些。等天气暖和了，都出去走走，和那些老人们聊聊，也可以弄一个老年活动是吗？喝喝茶，聊聊天，打打牌啥的。徐小贤像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开导大管家。这些话如春风细雨一般的流入大管家的耳朵里，令他觉得自己原本已经油尽灯枯的身体似乎都再次焕发出了生机。大山里受的那些苦是值得的。我得回去了。对了，我该怎么称呼你比较好？小少爷，若是你愿意，就叫老奴一声长伯。好，长伯，以后无事也可以来我府上坐坐。这个老人，我总觉得他很厉害。厉害好，若是他厉害，才能证明那3000人更有用。我说姑爷，你是不是看出来些什么？一个风烛残年的孤寡老人，还瘸了一条腿。我不是看出来些什么，是觉得这样的老人值得尊敬。尊敬？对，尊敬。这说明了他有着坚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正是因为这种意志、这种精神，才让他的这帮人和那些土匪不一样。若换作是我，莫要说带着那么多人在深山老林里待10几年，恐怕就算是10几天也难。我做不到，他却能做到，所以他值得我尊敬。也有道理啊。我说句得罪你们的话，他的那些人比你们原本的马帮自律性强了很多，这种自律铸就了他们不一样的纪律。若是伯母能够用好这帮人，真的就是捡到宝了。北境马帮真的能够名扬天下。马帮的存在不是为了杀人的，而是为了做生意的。
可这个世道，马帮要将生意做得更大，首要的就是杀人。少爷，淡水楼的掌柜陶喜想要见你。哦，他来干嘛？请他进来。徐解元，小人听说您酿了一种叫状元红的酒，小人想来问问徐解元，这酒可卖？我开设作坊酿酒肯定是拿来卖的，只是这酒很贵，刚刚建立作坊，产出的酒也不多，我得用这酒去换粮食，不然哪里有那么多的粮食来酿酒？小人知道这酒肯定会很贵，但没有关系，小人不要多，只要每月许公子能够卖给小人10斤就成。10斤？那倒可以，但有2点你要记住：其一，状元红的名字不能更改；其二，这酒我给你3两银子1斤，你必须得卖6两银子1斤，少1文钱也不行。陶喜一听就惊呆了，没料这酒会贵到如此高的价格。从京都运来的醉花雕，算上运费售价在400文1斤，这已经是我知道的最贵的酒了。这酒是用什么玩意儿酿造的？不过物以稀为贵，凉邑县还是有一些有钱人家的，10斤酒不多，就算是凉邑县真卖不出去，等淡水楼在凉州城开业了，想来在凉州城也是能够卖得出去的。你要想好了，咱们也算是很熟的人了，我也不瞒你，状元红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都会售卖去北魏，定价我也给你透个底，它的定价是4两银子1斤，给你的少1两银子，每个月只能给你10斤。陶喜已经敏锐地抓住了这酒的商机，他连忙点头应下。小人知道了，就10斤。徐解元能够以3两银子1斤的价格给小人10斤，小人感激不尽。另外，小人还想求许谢元售卖几张菜品的方子如何？老规矩，300两银子1道菜品。我懂，我求许公子10道菜品。陶喜从袖袋中取出了30张银票，恭敬地放在了徐小贤的面前。徐小贤乐滋滋地收钱，当即提笔写下了一行漂亮的行书：龙井竹荪，凤尾鱼翅，八宝野鸭，姜汁鱼片，酸梅酱烧鹅，红烧乳鸽。想了想，他又写下了4道相对好做一些的菜品：松仁小肚，四喜丸子，京酱肉丝，东坡肘子。徐小贤写满了10张纸，等墨迹干了之后，递给了陶掌柜。没了，全卖给你了，叫你的厨子先行验证，尤其注意刀工火候。就这样吧，哪一天弄明白了，我再去你淡水楼尝尝。一定，到时候一定请公子来验菜。陶喜如获至宝的将这10张方子收好，与徐小贤告辞，兴冲冲回了淡水楼。县令因为太穷，差点对皇帝五马分尸，只因他没钱修水库，于是在女婿的建议下，开始让捕快对商人收进城税，可没想到收到了皇帝头上。给吧，早些入城，等朕在凉邑县安顿下来，就给户部和刑部一道圣旨。皇帝的车队在凉邑县的悦来客栈里住了下来，然后他带着皇后坐马车往淡水楼而去。这地方和以前倒是没有变什么模样，这说明凉邑县依旧如16年前那般贫穷。我倒是没料到你依旧记得。回去之后，我便让户部免凉邑县税赋5年。马车停在了淡水楼的门口，皇帝和云皇后下了马车，他仔细地瞧了瞧这淡水楼，视线落在了楼前的那门柱上。有花时拮据难运，莫负年华似水，无酒场何时不兴，且惜岁月如金。这对联写的极妙，字很不错，其中寓意更为不错。诸位客官，小人乃是这淡水楼的老板，这副对联好吧？他可是小人去求了咱们凉邑县的谢元公徐小贤写的，比如龙蛇奔行，亦如层云掩山。徐小贤，云皇后一听，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不知觉的又多看了这副对联几眼。掌柜的，可有好酒好菜？老爷，咱不是自吹自擂，这凉邑县不，就算是整个大陈最好的酒和最好的菜都在本店。不过这价格小人得先给客官们讲个清楚。酒小店只有2种，玉泉酒50文钱1斤，徐解元亲自酿造的状元红6两银子1斤，诸位可自行选择。这么贵，这用什么玩意酿造成的？这徐小贤不是个书生吗？他怎么还会酿酒？这小子怎么和他爹截然不同呢？在掌柜笑盈盈的注视下，皇帝唐无望当即选择了喝最贵的酒。另外将那位徐解元弄出来的菜品上3道来先尝尝。掌柜赶紧下去准备。正在这时，皇帝几人又听到了隔壁传来的喧嚣声。凡之，所谓人生3大幸事，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你如今已是解元，也算榜上有名。但不知这洞房花烛夜的日子究竟定在何时？我伯母刚随马帮出门，只待她回来，我与月儿便可拜堂成亲了。最好能够早一些，我也想参加你们的婚宴啊。繁之就在隔壁，要不要见见？暂时不忙，时间过得可真快，他就要成亲了。成亲了也好，这样大哥的血脉就能延续下去。繁之成亲，以你的名义送一份大礼。好。你说这小子明明去岁考中了解元，他为啥就不进京参加会试呢？朕还真想瞧瞧他若是去参加会试能取得个怎样的名次。我倒是以为他如此选择极好。他若真去了长安，他胸无大志，其实对所有人都好。
唐无望沉默了许久。陶掌柜带着俩小二端来了3盘菜，放在了桌上。客官，这3道菜都是徐小贤亲手所写的方子。这一道名为平桥豆腐，这一道名为酱汁鱼片，还有这一道它叫松仁小肚。此酒名为状元红，给客官打了1斤，请诸位慢用。若是需要添菜，招呼小人一声就行。陶喜介绍完毕，走了出去，关上了门。好香，你别说，这菜品看起来卖相还是极为不错的，价钱也不错啊。小小梁邑县，这豆腐也敢卖200文钱。进贤，开酒！朕这辈子还没有吃过200文钱一份的豆腐，更没有喝过6两银子1斤的酒。到了这里，梁邑县倒是开了眼界。魏公公拍开了酒坛子的泥封，一股浓郁的酒香顿时就飘了出来。唐无望眼睛一亮，朕一闻就知道是好酒，来都尝尝。酒是独一无二的美酒，菜是独一无二的好菜。有才，懂酒，善菜。徐小贤倒是给了朕颇多惊喜，但纳入城税。进贤，回去你一道圣旨送去吏部，梁邑县县令季中堂为官不作为，擅自收取入城税中饱私囊，罢去他的官儿，发去刑部受审。这金科榜眼罗书然就任梁邑县县令一职，即刻上任。另外再给户部一道旨意，将徐小贤的这状元红纳入皇商采购，月供300斤。奴才遵命。徐小贤和季月儿眼见着就要成亲，皇上却要将徐小贤的岳父下大狱，这亲怎么成得了？再说不就是10文钱吗？哼，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不可乱了规矩。走吧，朕罚了。徐小贤浑然不知，他当初给季中坛出的那个主意会给季中坛带来牢狱之灾。第二天，他带着人去了李大爷家给母牛配种，不想竟在此碰上了微服的皇帝一行。大叔，看你面生的紧，刚来梁邑县吧？不错，公子贵姓？啊，免贵，徐小贤，字繁之。你们在这百花镇随意走走吧，别靠近作坊就行。我还有点事，告辞。许公子留步。还有啥事？是这样，我们昨天才到梁邑县，昨晚上在淡水楼吃了一桌席面，喝了1斤状元红。听闻淡水楼掌柜的说，这状元红正是公子所酿，朕真的让人很难忘。所以，许公子，那酒能不能多卖一些给我？我可以给银子。徐小贤当即拒绝了。大叔，你给金子都不行。像大叔你这样的富贵人，大致不知道咱们大臣缺粮食，酿酒就是烧粮。若是作坊正常开工，这一天就要烧去数千斤的粮食。咱们梁邑县穷，官府收的税赋又高，缴纳了官府的那一份，地主家里的余粮也不多了。徐小贤挥了挥手走了，只留下皇帝一行看着他的背影。这小子，若是咱们那孩子还活着，应该也和繁之一般大小了。不，应该比繁之大1岁。知道朕为什么迟迟不立太子吗？芸娘，朕多么希望那个孩子能继承大统。这些年来，朕派了暗一卫在各处寻找线索，皆不得。再加上朕的身体有恙，终究无法再等下去了。知道朕的心意吗？可你依旧将我儿唐不归送去了景国为质子，那时候他才2岁。2岁？你知道吗？今年他13岁了，他没有机会再回来，再回到我的身边来。就算是他回来了，恐怕也根本不知道他的母亲生的是什么模样。所以皇上，我是不会原谅你的。皇帝沉默了许久，当时其实是，算了，你不原谅我，我也理解。他毕竟也是我的儿啊。不说这些了，咱们是出来散心的，莫要去想那些事。走吧，前面好像就是百花学堂，去听听这学堂里教的是什么。大管家自己推着轮椅从百花学堂出来，没想到一抬头就看见了熟人。什么时候到的这里？昨儿刚到，今儿来这里看看。那不如去那亭子里坐坐。我现在是这百花学堂的门房，那就进去坐坐。一别16载，我没料到你还敢来这里，只怕刀旗都已经跑到我曾经待过的山村里了吧？你在凉州出手杀了曹不动，不就是为了引我来这里吗？你知道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吗？当然是想杀我。现在我送到了你的嘴里，你若是依旧不杀了我，等我回了京都，我依旧不会放过刀锋。你错了，我请你来是希望你能护着小少爷，莫要让他再受了那些委屈。如果你还记得青龙台结义，还记得淡水楼的那几坛酒，还记得刀旗死掉的那些人，那就将小少爷放在心上。少爷既然给小少爷取名为小贤，那就让他在这梁邑县好生的闲着，在大臣好生的活着。你这是在威胁我？你可以将这当成威胁，若是你不愿意，
这大臣再乱了又如何？唐无望的身上忽然爆发出了一股强大的杀意，大管家身上的刀也在刀鞘里发出了阵阵刀鸣。唐无望一招手，一剑从凉亭外而来，那把刀也豁然而起。堂堂皇帝却暴打80岁瘸腿老头，作为已故开国大将军的忠诚管家，隐居在贫穷县城的学堂当保安，可没想到还是被皇帝给揪了出来。你终究没有学会夜雨刀法的第10招。你倒是没有荒废，居然也已经到了一品中的境界。大哥曾经说夜金于勤，荒于嬉，这些话我记得，所以哪怕国事再忙也不敢荒废。可少爷最为重视的公平2字，你却忘了。那他对我做的事就公平。徐小贤正会重用，因为他的才华，也因为他是大哥的儿子。这17年来，若不是我看着，他早就死了。你们都以为朕是那个被性弃义之人，许多事你不知道，也不必再去知道。朕准备将3公主唐若曦下嫁给他，如此，你就算真死了，也应该可以安心了。可小少爷已经有了婚约，继月儿的母亲是简秋香，你是认识的。想来就算是你下了圣旨，他恐怕也不会让他的女儿为妾。凭着徐小贤解决了5万多老百姓的生活问题，我赐给他一个男爵，他们可为平妻，但3公主必须在季月儿的前面入徐府的门。你转告给简秋香。话我可以带，但简秋香愿不愿意，我不能保证。无妨，我再留一封信给他。如此甚好。这百花镇甚好，我再去走走，你也多多保重，争取活到徐小贤成亲的那一天。另外，不要告诉徐小贤朕的身份。多谢了。居然还手下留情了，一品上这些年你还真的是很勤勉。此刻，徐小贤尚不知天上马上又掉一个媳妇儿下来，他正在酿酒作坊外指导着王富贵建粮仓，用来储存卖酒换回来的粮食。你这作坊明明在生产，卖我一些就那么难吗？都说了是用来先换粮食的，你是不是粮商？你若是粮商，我就卖给你。我啥生意都做，说说看你这酒要如何换粮食？状元红1斤4000文，可换稻谷260余斤，或者换小麦400斤。你若是觉得可以，那就用粮食来换。怎么这么贵？贵？你瞅瞅大臣哪有多余的粮食？你嫌贵，我还嫌贵呢。1斤状元红可换回来260斤的稻谷，装满我建的粮仓需要2000斤状元红，你觉得多吗？不多，以后还得建。那你换回来的这些粮食如何处理？酒坊当然还要扩建，但更重要的是分给百花镇的村民们吃了。现在他们顿顿都只能喝粥，喝粥哪里喝得饱？所以得让村民们吃上白米干饭才好工作。你慢慢逛，我还有事，得走了。我刚来，怎么又要走？你们这少爷他说的是真的吗？挣回来的粮食会分给百姓？切，皇帝老子的话有假，但咱们少爷的话却从来都是真的。百花镇能有今天，全靠少爷。皇帝老子说要给咱们梁邑县免税，免了3年了，都未曾兑现，反而这税还越免越高。你说我们信谁？皇帝一噎，不过倒没有和一个平头百姓置气。他和云皇后就此在梁邑县住了下来，每日就在百花镇各处参观。这一日，在荒地上又遇见了带着妇女种土豆的徐小贤。到了播种土豆的季节了，这片去年翻过一次的地得重新松土，重新施肥，以便于土豆的培植。听说他将这渠山下的2万多亩山地都开垦了出来，这孩子这样的山地能有多少作用？他是真的善良啊，只不过是为了给百花镇的老百姓一个赚钱的名头罢了。我怎么就觉得他不是个肯吃亏的主儿？你以前也是种过地的，这样的瘠薄地能种出什么庄稼来？皇帝顿时语塞，他蹲在地边，用棍子撅起了一块土来看了看。这地确实种不出什么庄稼来，可许小贤为啥又如此上心呢？终究是个书生，他不懂得农事。等他种了1季，亏得连种子钱都收不回来之后，他恐怕也就放弃了。皇上是按一位，属下按7。参见陛下，骑兵场攻，渠山之上发现有1500北魏锐士正向此处而来，请陛下速速离去。北魏锐士，刀骑现在在何处？正向这帮匪人围过去。刀骑擅长的是马战，你去告诉刀骑统领项谷，断了敌人的后路即可，驱赶他们过来，不必贸然和敌人一战。你去吧，按照朕的吩咐即可。属下领命。这是陛下，按照敌人的速度，恐怕最多1个时辰就能冲到这里。无妨，朕自有应对。
我们一行从京都出来，换了几次马车，几条线路，知道我们到了梁邑县的屈指可数，但敌人藏在渠山里，那便说明敌人早已知晓我的行踪。皇帝并不知道，此时一支部队已经和北魏瑞士交上了手。我是来福，还等前来受死。他妈的畜生啊！这都是我北魏瑞士啊！短短的一炷香的功夫，我1500人就只剩下了500人，对面至多死了200。射箭，给我射死他！大妈呀，我要死了，要死了！皇帝安排的刀骑和大管家安排的刀锋刚赶到战场，就看见了来福大杀四方。等到一切结束，浑身是血的来福匆匆跑去给徐小贤汇报。哪里来的敌人？有多少？听说是什么北魏瑞士，有1500人。咱们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少爷，都是小人不够厉害，没有保护好他们。小人砍死了386个，但咱们这边也死了327个，伤了123个。卧槽！一人杀了386个北魏瑞士，这是什么牲口？先带着伤员去周氏医馆，赶紧包扎治疗。给周掌柜的说，用最好的药，不要让弟兄们留下后遗症。快去！哦，少爷，那小人走了。北魏瑞士怎么会翻过渠山来冲击我们这个穷旮旯？这些人不会是冲这个富商来的吧？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先不管他什么身份，抚恤金可咋办？想到那么多牺牲和受伤的护卫队成员，以及需要支付的抚恤金，徐小贤就头疼，当即也不顾对面之人的身份索要起来。毕竟这些瑞士明显是冲着此人来的。我不要你的解释，你知不知道我这边死了327人？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327个家庭的破灭，这简直是飞来横祸。赔钱，每人100两银子，伤者每人30两银子，一个子儿都不能少。荒唐！朝廷的抚恤金都只给10两银子，你徐小贤要100两，分明是敲诈嘛！太伯有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你作为建立百花镇的首领，当懂得育民之道，抚恤金可以有，却不能过，不然他们就变成了为银子打仗了。哼，你说育民，其实就是愚民，但你可知民可于一时，却不能于一世。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我将百姓视为人，所以他们尊称我一声少爷。若我将百姓视为猪狗，那么我亦是猪狗，这就是公平。你是个生意人，你不懂。再说泰伯的这一句断句不是你这样断的，他的全句应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圣人的意思是诗、乐、礼这3样东西是教化民众的基础。如果人民掌握了诗、乐、礼，就让他们自由发挥，上位者无需干涉。如果他们玩不来这些东西，那我们就要去教会他们，让他们知道和明白这些东西。圣人之意不是愚民，而是要教化万民。你瞧瞧你，家财万贯却没有文化底蕴，可要记住了，不然这话说出去会让人家笑话的。啊，是这样吗？敌国精英士兵本要袭击皇帝，却不想在还没出山就被傻子训练的护卫队所杀。傻子为了给出抚恤金，竟直接向皇帝索要4万两银子，顺带还用知识嘲讽了一波皇帝。被智商碾压的皇帝晕乎乎的给出4万两银票当做抚恤金。皇帝转过天就去请了一位老臣出山，一同登门拜访傻子。老弟，老哥支持你，生而为人，许多事不可放弃，这便是原则，这就是坚守的底线。不过有件事老哥得告诉你一声，老哥这2天恐怕要离开梁邑县去京都了。皇上召你回去。正是，夕阳虽然就快落山，却也有余温洒向人间。此去长安，老哥当发挥这余热，为大臣再做点什么。那明儿个我去桃林小筑再陪老哥坐坐，顺便说说那一局棋。甚好，老哥等着你来。几人在此谈天说地，皇帝借着这个机会对这位故人之子有多了几分了解，心下起了各种心思，但脸上却都没有表现出来。徐小贤甚至没从他的脸上捕捉到一点掏了4万两的介怀神色。等到离开的时候，云皇后却突然叮住了智蕊。姑娘啊，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徐府？不记得了，那时候应该很小，反正我是老爷捡来的，倒是听以前那恶奴说过，我来的时候才2岁。那是哪一年呢？智蕊觉得这位大神有些奇怪，却不知云皇后心里已泛起了惊涛骇浪。我今年15岁，我算算，那就是大臣4年来的。这不对，许云楼死在大臣2年，他怎么可能在大臣4年将智蕊捡了回来？如果智蕊是许云楼和魏熙的女儿，她应该是17岁才对。难道真的仅仅是因为长得像而已？云娘，该回家了。云皇后有些迷茫，满怀疑惑的上了马车。时间一晃到了6月中旬，这期间徐小贤抽空让匠人做了几把诸葛连弩，随马帮外出跑伤的简秋香也回到了梁邑县。
在徐府，他和徐小贤、季月儿互相聊起了近况。志蕊这时候却匆匆地跑了进来。少爷，外面来了一队黑甲骑士，还有一个公公，说请少爷开中门接旨。公公接旨，这咋回事啊？樊之先将传旨的宦官迎接进来。月儿，我们去厢房里听听。徐小贤很是忐忑地走了出去。晚生徐小贤，敢问大人？咱家总管大太监严小花，进去吧，先接了旨意再说。严公公请进。徐小贤引着严公公进了正门，严公公站在了水榭的台阶上，将手里的圣旨展开来。梁邑县解元徐小贤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梁邑县徐小贤才高八斗，有济世之能，更册封徐小贤为梁邑县男，封地百花镇10亿300户，许三公主唐若曦下嫁徐小贤为妻。闻许小贤与季月儿已有婚约在身，朕特许待三公主下嫁之后，梁邑县男许小贤可与季月儿成亲为平妻，即刻通告全国。钦此。啥玩意儿这么突然？这旨我不接可以吗？许县男不接还真不行，这是皇上对你的恩赐啊！快来接了去，容我也好喝杯茶。小贤，先接旨吧。伯母，这强扭的瓜他不甜啊！皇上谁啊？这突然给我赐婚，我和月儿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此情天地可见。公主那么高的身份，我徐小贤承受不起，还请公公转告皇上，请他收回成命。再说这梁邑县乃是苦寒之地，公主住在这，万一有个3长2短，岂不是害了他的性命？许县男，你既然能被皇上看中，想来也有过人的本事，这是皇上对你寄予的莫大恩赐，你怎么能这样去想呢？刚才咱家去了一趟梁邑县县衙，也宣读了一道圣旨，那是给冀中谭冀大人的，冀大人得皇上赏赐，调任凉州担任刺史一职。你说这里面有没有皇上因为你而提拔冀大人的原因呢？你就是简秋香。正是。这是皇上叫奴才亲手交给您的，请您看看。秋香妹子，见信安。此行梁邑县你正好不在，二哥在梁邑县指导了徐小贤的许多事，也见了大管家和刀锋。二哥很想杀了大管家的，但终究还是没有下手。徐小贤这个孩子，我和芸娘都很喜欢，故而二哥想让他成为我的女婿，这算是给了他一道护身符。但宫里的规矩你知道的，所以只能让月儿委屈一下。反之那孩子有时候有些倔强，若是他不愿意接旨，还得请你劝劝他，哥是为了他好。唐吴啊，接旨吧。严公公终于还是完成了传圣旨的任务。等他们离开后，徐小贤把圣旨扔在桌上。伯母，我们走吧。去哪？去北魏或者景国、云国、莫国都行。你坐下。月儿，你也坐下。现在可以确定你之前说的富商就是皇帝唐吴王。要知道大臣除了开国册封的5大侯爵之外，你可是第一个被封爵的人，有这层身份，你做很多事都会方便得多。唐吴王为啥会这么做？或许他是看中了你的潜力，也或许是因为你的父亲吧。我父亲是谁？简秋香心里踌躇半晌，犹豫着是否要将徐小贤的身世和盘托出。可就在这时候，云13娘却匆匆进了闲云水榭。徐小贤，你安排在百花学堂的门房，常伯要死了，他说想见你最后一面。什么？简秋香脸色一变，带着徐小贤赶到大管家所住的四合院里。少爷，简大当家，你们来了。生病了，人老了就不中用了。以往在山里那么苦寒都熬了过来，没料到现在好不容易过上了好日子。简当家的，可否让我和少爷单独说2句话？你想做什么？我想把少爷的身世告诉他，我认为他这个时候应该知道。简秋香沉默过了会儿，还是带着季月儿退了出去。我还有身世。当然，要不然皇帝唐吴王怎么会将公主下嫁到这旮旯来？少爷，你不知道，也没人给你说过，你其实是开国大元帅许云楼唯一的儿子。他被唐吴王设计，大陈2年死在了漠北战场上，你娘是北魏的3公主魏熙。徐小贤整个人如遭雷击，愣愣地听着，想不到他竟会有这样的身世。当年唐吴王和你爹一同起兵，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平的世道，可后来唐吴王忘了初心，小少爷你宅心仁厚，一定要对他多加提防，哪怕是成了对方女婿。接下来我会传你醍醐灌顶大法，让你多几分自保之力。啥醍醐灌顶之法？
你不是很羡慕那些武林高手能够飞来飞去的吗？老奴将这一身内力传给你，你就能飞来飞去的了。不是，你先等等，我还有很多疑惑。老奴等不起了。大管家陡然飞了起来，脸上的神色异常激动，就像要完成一件极为庄严并神圣的事一样。宝元手艺，气手丹田。丹田在哪？在胃。这特么居然是丹田。徐小贤感觉胃很胀，越来越胀，他很想低头看看自己的肚子是不是鼓了起来，但他不敢动。徐小贤的肚子逐渐长得像怀孕了4个月了的女子，且还在越来越大。住手！你这是做什么？这是醍醐灌顶之法，现在打断他们2人必死。这无常是疯了吗？敢用这么危险的法子？男人怀胎9月，眼看肚子逐渐胀大，即将临盆的时候，却又缓缓缩回到8月大小。随即“啵”的一声，男人的孕肚全消，任督二脉豁然贯通。只因老头将一身功力传给男人，才造成了如此异象。完事了。你现在已经是3品上的实力，好啊！小少爷记住，你爹是许云楼，砂糖无望报仇。大管家说完，带着某种诡秘的笑容，闭上了双眼。喂，你醒醒，给我说清楚啊！老东西，你故意的吧？徐小贤伸出手来，在他鼻子前一探，真没气了，伯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他有没有将自己修炼的秘籍浩然正气诀传给你？啥秘籍？没见着啊！我觉得体内有好多蚂蚁在爬，没有秘籍会不会出啥意外？这个老东西，我去给你找找。若是没有秘籍，不出半年，你体内真气将会失控，到了那时候就唯有自宫了。什么？自宫？徐小贤和季月儿吓得脸色发白，简秋香最终还是没能找到那个功法，只能赶紧外出请高人相助。倒是没料到我那女婿还有如此高的才气，如果他不是许云楼的儿子，本宫倒是想要成全了这桩美事。可惜若曦一定不能嫁给他，他只能去死。娘娘，三公主已经长大了，长大了也一定不能嫁给许小贤。可娘娘，老奴安插在公主府里的眼线带回来了一个消息，三公主殿下想去看看她的未婚夫。不行，这绝对不行。娘娘，老奴说句实话，娘娘莫要因小失大，二皇子争夺储位才是娘娘应该去着重思考的事。少爷，家里来了客人，季大人在陪着。什么客人？好像有些来头，季大人称呼他为侯爷。上次来的罗灿灿也在，还跟着一个不认识的老头。当初卓京不是和侯爷您说好的，让他在这里平淡的度过一生的吗？本侯也想啊，但没料到大管家竟然在凉州现身，引得唐无望微服凉州，更没料到还给许小贤赐了婚。现在全天下都即将知道樊之是大哥的儿子，那我来看看我的侄子，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侯爷高义，当不起。若是我真的有那高义，早10几年就应该将樊之接到侯府去。罗侯爷好，您不该来的。来都来了，难道你还不欢迎？我爹真的是许云楼。若不是，恐怕大管家也不会为你在凉州出头。大管家是你父亲的首席军师，他是绝对忠诚于你的父亲的，他也是为之忠诚于你父亲的。徐小贤只觉头大，如果不是大管家，他现在也不会有当太监的风险。小贤，我身边这位你也认识一下，他是我们大臣的宗师高手，剑圣李黑白。剑圣前辈好。我好，不过看你小子好像有病啊。哎，剑圣前辈真是慧眼啊，不知能不能救救我。徐小贤将大管家弄的破事儿给说了出来，李黑白当即为徐小贤搭脉。许云楼的这个狗屁军师简直是个疯子，醍醐灌顶之法哪里是这样用的？他这是给你埋下了一个天大的祸根。醍醐灌顶，罗焕熙心中大惊，万没料到大管家竟然敢对许云楼的儿子用这么危险的方法。那该怎么用？应该从后背的风门穴落手，将真气强行渡入风门穴，逐渐拓展其经脉，以贯通任督二脉。这无常居然从百会穴强行渡入，也是你小子命大。师傅，那现在怎么办？按照你这说法，他岂不是命不久矣？醍醐灌顶之法是一门邪恶功法，他现在体内的真气正在乱窜，为啥需要自宫呢？就是给这些真气找到一个出口，把那火儿给切了，这些真气就会慢慢的流出去，直到他体内所剩无几，达到某种平衡，自然也就性命无忧了。不是，我不想切啊。不想切，我想想，要不就渡入另一股真气，让两股真气达到平衡，想来也可以。有把握不？只能试试，你要不要试试？
李黑白看着徐小贤的视线极为炙热。作为一名极有研究精神的大宗师，徐小贤此刻在他的眼里便是一件值得挑战的难题。有什么后果？后果无非就是两种：其一，你体内有了两股真气，他们会彼此争斗，为占据你的经脉而争斗；其二是他们同流合污，他们不斗，还拧成了一股，变得更加强大，造出的破坏力也更大。你自宫的时间得提前，是还是不是？能不能将这真气给吸出去？想啥呢？就算是你掌握了醍醐灌顶之法，想要灌给别人都不行，因为他们不是你的。左右都是一刀的事，我还是想要试试。好，那老夫就给你再渡入一股真气，盘膝坐好，就坐这地上。徐小贤坐了下来，啥都别想，脑子空明，全身放松，老夫行功了。片刻之后，徐小贤感觉到了后背渐渐温暖，然后开始变得炙热了起来。徐小贤陡然感觉到了胃痛，火烧火燎的那种痛。徐小贤闭上了眼，想到漂亮的季月儿，想到未曾谋面的京都第一美人三公主，哎，果真是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智蕊端来了姜汤，才发现那白胡子老爷爷在给少爷治病。李黑白的额头上冒出了汗珠，甚至他的脸色都开始变得有些白了。僵持了一盏茶的功夫，李黑白才用了很大的力气收回手，他的身子陡然向后一仰。怎么了？出了岔子。啥岔子啊？他体内原本的真气全跑了。跑哪儿去了？打通了他的七经八脉，那些真气跑到七经八脉里去了。那原来任督二脉里面的呢？就剩下老夫的真气了。那这是个什么情况？就是说你因祸得福，七经八脉乃是武者最难打通的经脉，罗灿灿也没通。若是通了七经八脉，未来前途大大可期。这么说我没问题了是吧？当然有，那是我的真气，又不是你的，你并不能掌控它。还是得切？恐怕还要早点切，因为老夫渡入的真气多了些，你恐怕踏入二品下的境界了。我烫吗？现在你只有同时修炼浩然正气诀和老夫的太上忘情诀了。好在这两本功法我都记得，你小子有福了。我是真不想要这福气啊。罗焕熙等人也暂时在百花镇住了下来。苦逼的徐小贤就此过上了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的生活。他承认自己以前有个武侠梦，可现在这个梦生生被揉碎。为了季月儿下半辈子的幸福，他只能开始疯狂练这两门功法，平时只能抽空去到百花镇指导工匠们工作。等着第一把用百炼钢打造的大刀出炉后，拿来和护卫队现在用的刀比比，理论上他应该能够轻易斩断护卫队手里的刀，那样就可以大规模的生产了。这种方式铸刀成本几何？一斤铁100文钱，一把刀单铁的成本就要8两银子，贵是贵了一点，但如果真达到了百炼钢的强度，它是值得的。只是每个月就这么1万斤铁，要将刀锋整合在一起的3000护卫队给装备起来，这需要一段时间，这实在是有些慢啊。徐小贤心中十分担忧，自从知道自己父亲许云楼是皇帝忌惮的开国将军以后，他心中就没有什么安全感。有支武装，无论发生什么，总能有个应对。开国大将军的儿子快变成太监了，明明他马上就要和未婚妻洞房花烛，却没想到已故父亲的管家突然跳起来传功给他，一身功力搞大了他的肚子，想活下来唯有自宫。心急的丈母娘赶紧找人来帮忙。这是我娘姑灯下大师，小贤你可叫一声外婆，另外那位叫做东师傅，我称呼他小师叔，你可叫做小师祖。嘿嘿，小贤啊，你现在身子觉得怎样了？回外婆，前些日子那位大宗师李黑白来过一次，他将内力渡了一些到我的身体里，将原本的浩然正气给赶去了七经八脉，但他的真气太过磅礴，导致我体内针扎一般的疼，于是他丢给我太上忘情诀和浩然正气诀这2本书让我练，说若我自己练出这2股真气，说不定能够将体内的真气给同化或者是炼化。这老家伙不靠谱啊！那你现在觉得好一些了没有？别说，练了这2种内功之后，经脉中似乎没那么疼痛了。哦，伸手，外婆亲自瞧瞧。李黑白要你同时练2种内功，他的想法是好的，但外婆不觉得能够成功，因为你体内真气不平衡，你练出来的属于自己的真气，立刻就会被李黑白的真气给吞噬，所以得先解决掉平衡的问题。这要怎么解决？我再给你渡入一道霸道真气。还来？外婆，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的，就不麻烦您老人家了。怎么，你还担心外婆会害你不成？若不是因为你是我外孙女婿，我还不会这样去做呢。给你传功，我的境界都会松动。李黑白这人还不错。对了，他跑哪去了？还有北都侯罗焕熙不是来了吗？怎么不见人呢？
李黑白去了京城，说是找什么叫英九的太监问浩然正气这事。罗叔被皇帝下旨调到南疆战场去了。真是多事之秋啊！不说这些，盘膝坐下，外婆将你体内的真气调理平衡，为了月儿未来的幸福，作为当外婆的，不希望你走到太监那一步。徐小贤不想被切，只能乖乖地坐在了地上。师姐，有没有把握？谁知道呢？他李黑白敢试试，我孤灯下当然也得试试。传功持续了一盏茶的时间，孤灯下收手，满脸苍白，却露出了一抹微笑。许郎好了吗？剩下的就看他造化了。小贤，起来，不痛了吧？依依，真的觉得浑身轻松，多谢外婆。这话说的还有些早。现在你既然练了太上忘情诀和浩然正气诀，那就必须同时在练这霸道真气，唯有如此，才能维持你体内真气的平衡，才能无恙。只是可惜此生无缘问鼎大宗师了。徐小贤嘴都笑咧了，他觉得只要不割，那什么大宗师可不重要。孤灯下和东十五就这样在凉邑县住了下来，每日各处参观。期间，东十五发现了徐小贤的百花镇护卫队训练之法精妙，主动请缨给徐小贤的护卫队当起了教官。时间一晃到了11月，这一天，徐小贤正为了下半辈子的幸福勤奋练功，志蕊又像一只花蝴蝶一样跑了进来。少爷，少爷，外面说是京都来的三公主驾到了。啊，她怎么主动来了？徐小贤走出大门，终于见到了皇帝许给他的三公主，只是一眼，徐小贤瞬间就惊呆了，不是因为唐若曦的美貌，而是因为她的模样。她和我前世的妻子秦若曦简直是一模一样。徐小贤甚至没怎么听唐若曦说了些什么，他的脑子里一片混乱。若曦，你认识我不？现在算是认识了。现在不是，我是说你还能想起咱们从前吗？从前我们未曾见过，哪里能够想得起来什么？徐小贤明白了，他仔细看着眼前唐若曦的脸，是那么的相似。这莫非是老天爷给我的弥补吗？可是我哪里有什么不妥？为什么一直盯着我？啊，没事，我就是看着你，有些见到了故人的感觉。原本皇帝赐婚时还一脸硬气拒绝的徐小贤，此刻前后态度判若两人。一旁等着说正事的公公不得不出声打断。啊哈，许爵爷风采依旧。原来是严公公，转眼大半年未见，公公您也是风采依旧啊。对了，公公，不知道皇上而今的身子骨如何了？许爵爷，难得你能有这份孝心，也不枉咱们皇上将三公主下嫁于你。皇上近来头痛之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轻减了许多。皇上说这凉邑县是个好地方啊，他来走了一遭，似乎龙体浑身上下都通泰了。许爵爷既然有心于皇上，看来皇上与许爵爷是心意相通的。这不，皇上正要请许爵爷您去一趟上京啊。这徐小贤心里一咯噔，心里涌起一股不好的预感。传皇上口谕，凉邑县男许小贤，识文入文，风格为天下文人之表率，乃朕之贤婿。客传许小贤即刻启程往京都面圣。徐小贤脸上带着笑意，心里却对将皇帝唐无望的祖宗八代给翻了个遍。妈的，百花镇才是少爷我的主场，这特么去了京都，哪怕带着兵也不安全。徐小贤很想拒绝，可看到站在一旁的三公主，他就没这个硬气。另外，三公主殿下这一趟来凉邑县，还担负着考察产业，将爵爷的各种产品纳入皇商的任务。许爵爷可要珍惜日子，多多和三公主熟稔些才是啊！待等是必就和咱家一同回京。多谢公公。你在百花镇做的这些，唐无望看在眼里，再加上你是元帅许云楼的儿子，唐无望将你召入京都，恐怕是想借你的身份来削弱五大侯六大世家。至于危险，在老身看来，不会来自于唐无望。毕竟你外公是北魏皇帝，这么说我还算安全？那也未必。我听说上京想要你死的人很多，比如长公主唐献瑜。原本我以为会有皇家刀旗随行上京，可没有。同时他的口谕也没有说你能不能带兵去京都。如此一来，你带兵入京都，明面上是护送，但他可以理解为你预谋不轨，他掌握着主动权。
隐而不发，直到某一天你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当皇帝的心真脏啊！我给你的建议是，务必在唐无望驾崩之前回来，否则你只怕再也回不来了。看来我需要好好准备一番啊！徐小贤心里盘算着家底，诸葛神弩得给护卫队装备上，百炼钢锻造的唐刀也得装备上。去了京都，家里的事不用去操心，娘把马帮运营得很好，咱们接下来的这些计划都能更快的实施下去了。有你在家里看着，我哪里会不放心？倒是你自己，牛奶木瓜汤依旧得喝，因为效果真的不错。少女顿时羞涩的垂头，想起了昨晚就在闲云水榭中，徐小贤家伙说要验证一下牛奶木瓜汤的功效。那牛奶木瓜汤的味道很好。许郎，少女抬头，含情脉脉地看向了徐小贤的眼睛。京都繁华，也多繁花，繁花虽美，可千万别迷了你的眼。至京都后，若是见到了公主，待我向她问好。娘子放心，此去京都你也知道多有烦心之事，哪里还有赏花的心思？你要尽快回来，等你回来的时候，再验验这牛奶木瓜汤的效果。好，我会尽快回来的。等我回来，咱们就拜堂成亲，正大光明的生孩子。志瑞提着一个包裹，站在远处的马车旁，悄然地看着。徐小贤一行马车缓缓远行，可还没出凉州，就遭遇了袭击。天上掉下一具尸体，砸到男人脚边。男人惊恐地抬头，就看见更多自家斥候的尸体像下饺子一样掉下来。山谷两侧突然冒出许多伏兵，但男人却并不慌张。他挥舞着刀戈开箭使，指挥着手下的部队立刻开始反攻。不多久就擒下了贼首。说出这次袭击的幕后主使者，不然我先从敲断你的腿开始，一点一点的慢慢折磨你。徐小贤，你不得好死！这个我就算是死在这里，主人也定会给我们报仇的。徐小贤咧嘴笑了起来。来福提着大刀走了过去，一家伙砸在这汉子的腿上。别，我说，是徐略徐大人指使的。还以为你嘴有多硬呢。你既然交代了，那接下来本少爷就带你去京都，将你带去中书舍人徐瑞徐大人的府上，要他养你一辈子，你看如何？许爵爷，不要啊！您大人大量，就把小的当个屁放了吧。冤有头债有主，你而今的一切都是那位徐瑞徐大人造成的，他得对你负责。来福，将他带下去，好生看管起来。来福拖着那汉子出了营帐，徐小贤的脸色才渐渐地变得阴暗了起来。徐小贤派出了2队，一队往凉邑县而去，搬来更多的兵；另外一队去往京都，将他遇袭这事散播开。这仅仅是一场试探，我以为后面恐怕还有更大的凶险。莫如回去，有了这场刺杀，也算是给了你一个回去的理由。再不济就去魏国。我倒是觉得至少在抵达长安途中应该是太平的了。再说暗处，北境马帮会有一支商队去京都，若不是因为若曦，按照我的性子，恐怕真会掉头就跑。那你到了京都准备怎么做？先去一趟那位中书舍人徐瑞的府上。我府上曾经有个叫张绣的管家，他也是徐瑞派来的。我现在对这人倒是有些兴趣，就要看他的骨头硬还是不硬了。强来，他可是朝廷命官。说什么强来？我现在可是皇上未来的女婿，到了京都，我先砍徐瑞一刀，这狗打了就看主人会不会出来。若是不出来呢？那就再砍长安梅氏一刀，应该问题不大。梅淑然可是贤妃娘娘的爹，所以你觉得到时候皇上是会护着我呢，还是为贤妃娘娘的爹来出头？我这是在给皇上一个机会，验证一下我们对皇上的一些猜测。若是皇上真要对付我，我想我还是有办法跑的，只是损失会大一些。徐小贤停留了20天，待到凉邑县更多的护卫队加入，他们才再次动身。这些人的胆子倒是愈发的大了。不过这些人刺杀樊芝这事也不是个坏事，这小子故意在京都散播了那件事，他这意思是想看朕的态度啊。皇上，徐爵爷现在可是带着2000人马而来，这是不是有些过了？朕又没说不准他带兵而来，他若是不多带一点兵，万一死在了路上怎么办？查查到底是谁派人袭击的樊芝？听闻是中书舍人徐瑞背后指使的，这你也信？臣不信，但臣觉得这件事莫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免得狗急跳墙。朕没死之前，倒是希望他们能够跳墙。再说，朕也仅仅是说查一查，又没说要如何去办了他。臣遵旨。足足走了3个月的徐小贤，终究还是抵达了长安。此刻的城门早已开启，站在城门两侧的原本颇为慵懒的守门士兵，此刻也都紧张了起来。他们握住了腰间的朴刀，站在了城门口，和那2000黑甲骑兵遥遥对视。大臣京都重地，若无旨意，严禁带兵入城。来者何人？速速报上名来。本少爷乃凉邑县子，封皇命入京面圣。许爵爷，皇上并没有允许你带兵入城，你可带随从10人入城，其余人等退后5里驻扎。将军，
皇上并没有说不允许本爵爷带兵入城，还请将军约束好手里的士兵，莫要发生了不必要的冲突。不可，此乃皇都规矩，哪怕是王侯将相也必须遵从。我若是非得带兵进去呢？那你就是谋逆之罪，当诛。杀进去！小心，关城门，射死他们。将军贵姓？徐小贤，你胆大包天。将军，我胆子其实挺小的，皇上真的没有说不允许我带兵入朝。若是我不带着兵进去，我怕啊。若是我就这样回头走了，是不是又会落得个抗旨不遵的罪名呢？你放心，我不会为难你的，皇上的旨意很快就知道。北城门这里发生的事件是大陈建国18年以来从未曾有过的大事件。这件事当然飞快的就传入了大陈皇帝唐无望的耳朵里，他还没来得及感慨徐小贤这个未来女婿的彪悍，左右二相直接来到了御书房。片刻之后，兵部尚书潘北木也风风火火地冲入了御书房。皇上，这成何体统？虽然他徐小贤是皇上您未来的女婿，可臣以为他这分明是在向皇上您示威。皇上给了他天大的恩德，他徐小贤非但不感恩，还做出了这等事来。他这根本没有将国法放在眼里，更没有将皇上的……你约束好各部兵马，凡之之事无需你们去处理啊！皇上，怎么？莫非你真以为凡之要造反，就用那2000人跑到京都来造反？严公公去告知一下三公主，你随三公主同去北门，传朕的口谕，徐小贤可带兵入城。不过入城之后，他手里的2000军士的安顿在南山皇家猎场。奴才遵旨。徐小贤，莫非你当真以为皇上会饶了你？三公主毕竟还没有下嫁给你，就算你真的成为了驸马爷，你也是没有资格带兵入城的。哦，我就带兵入城了，又如何呢？你就等着禁卫军的到来，等着皇上砍了你的脑袋吧。那位中书舍人徐瑞住的三井坊距离这里有多远？怎么个走法？距离这里大致13里地，从前面5里左右向右转，进入二桥胡同，穿过二桥胡同再左转。你问这个作甚？找他算一笔旧账。我劝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那距离京兆府不过2条街巷，你若是真去做了，我保证京兆府的捕快会将你捉拿归案。所以你这是在劝我善良？赵将军啊，这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来了。徐小贤这句话并没有说完，朱雀大道上2辆马车飞驰而来。你来啦？我来了。来了就好，你受的委屈我已经知道，父皇也已经知道，严公公来宣父皇的口谕了。好，很多话待会再说。皇上口谕，徐小贤接旨。臣徐小贤接旨。徐小贤可带兵入城。皇上有言，徐小贤所带之兵悉数前往南山皇家猎场，就驻扎在皇家猎场里。徐小贤一人入宫面圣。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臣遵旨。公公，我这时候就去见皇上吗？当然，随咱家走吧。公公，还是你随着我走吧。你想干啥？一点小事，绕一点路，顺便去解决一下，再去宫里，不耽误时间。殿下，老奴这旨意已经宣读完了，接下来许爵爷要做什么事，全凭殿下拿个主意。唐若曦哪里去想那么多？自从见到徐小贤，他整个人都陷入了情网中。好，许郎要做什么都可以。男人带兵冲入京城，一举擒拿了守城将军，并且招摇过市，可却没有被皇帝判谋反之罪。相反，皇帝还帮着男人安顿兵马，只因皇帝是个老钓叟，想把男人当成鱼饵来钓大鱼。徐小贤的队伍来到了三井坊徐瑞徐府的门口，仿正意图阻拦，却被来福一脚给踹飞了出去。华平官遇袭，这位徐大人是主谋之一，我来找他问个究竟。原来是这样。唐若曦看向这门里的视线，就变得有些冰冷起来。你们是什么人？光天化日之下，我是来福，尔等拿命来。慢，来福啊，这些人是无辜的。可少爷，您不是说到了徐府之后就劈上2刀吗？你劈那些房舍吗？再不济劈一些花花草草也行。好。天杀的，你们是什么人？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快来人啊！有匪人入室行凶，快报官啊！我不打女人，但你太吵，所以不得不打。你是谁？她是徐瑞的夫人，她这辈子从未曾受过如此的屈辱。她捂住脸仰望着来福，瞪大了眼睛，咽了一口唾沫。你敢打我？我问你是谁？我真的不打女人的，你千万不要逼我。我是徐府主母。少爷，这妇人你有没有兴趣？徐夫人，徐大人可在府上？你又是谁？啊，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梁邑县子徐小贤。徐小贤，你何故闯我府邸？可知这是天子脚下？你先回答我，徐大人可在府上？他早已上朝，你究竟……徐夫人的话戛然而止，因为徐小贤脸色顿时变得有些黑。来福，带点人将这徐府给少爷我批了。小人这就办。许爵爷，徐大人回来告诉他一声，我徐小贤来了，让他亲自来找我，不然我要他的命。批了。一群士兵跟着来福冲了进去，一阵噼里啪啦的猛砍之后，这三进的院落所有的建筑轰然倒塌。徐夫人双眼一翻，她根本不知道相公何处得罪了这位从梁邑县来的一个小小的子爵。附近的街坊还以为徐大人这是被抄家了。陛下，反之恐怕是头烈马。烈马才是好马。上游，你说朕并没有给京兆府府尹廖岿然旨意，他又为何没有任何动作呢？因为反之声名在外啊，明眼人都能看出他有陛下扶持，官员们当然会顺应陛下您的想法。唯有那6大世家会惶惶不安。徐瑞是利益代表之一，反之砍烂了徐府，吃大了某些人的脸。廖岿然这厮能够这么多年做得四平八稳，莫非皇上以为他会看不出这出戏吗？不过什么？他初到京都就连续劈了2刀，第1刀表明的态度就是让所有人知道皇上您就是他的靠山，这第2刀嘛也是向皇上您表明了态度，他没有别的恶意，就是顺便来报个仇。不过徐瑞背后是没事，若是樊芝的身边没有了那些士兵，他极有可能会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的啊。那么你的意思是，卒子既然过了河，若想要他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得有车马来保护。哈哈，你瞧，京都阴霾多日，樊芝入城，这阳光就洒落了下来，甚是明媚，朕心甚慰。皇上，带兵入城终究是不太好的，等朕见到他将云水别院赐给他之后，让他将带来的这些兵安放在云水别院吧。劝我来了，咱家不敢论国事，但咱家也不想许爵爷您飞蛾扑火。长安梅氏世代生活在长安城，从离朝初年就存在，四皇子堂不惧，是贤妃娘娘的儿子，很有可能继承大统。许爵爷回头是岸。多谢公公的这番好意，只是我许小贤虽然渺小了一些，但我许小贤有一颗忠君爱国之心。我是皇上未来的女婿，皇上的意思我大致能理解一些。我现在可没法回头，还请禀报梅淑然梅老家主一声，大臣驸马许小贤登门拜访。请许爵爷稍等，龙小人禀报家主知晓。不多时，梅氏家主梅淑然就迎了出来，他的视线落在了这一行人的身上。顷刻，他的瞳孔陡然一缩，2道白眉忽然微不可察地抖了2下，不是因为看见了三公主，更不是因为看见了徐小贤，而是他看见了徐小贤身后半步距离的智蕊。殿下前来，老夫有失远迎，还请殿下恕罪。你确实未曾远迎，不过以你长安梅氏的地位，倒是不需要对本宫远迎的。这是小人之罪，只因老夫年迈着腿脚，着实不太利索。行了，今儿个不是本宫来找你，你有啥好说的，就对许郎去说吧。小人谢三公主，许爵爷来老夫这里，不知有何贵干呢？老家主啊，你是大生意人，我呢是个微不足道的小生意人。这次从梁邑县来，遇见了3000匪人，我寻思梅老家主见多识广，听闻这梅氏和五花八门多有往来，所以我仅留下了一个活口袋来给梅老家主瞧瞧。或许梅老家主能够帮我查查这背后的主使者是谁，那就看梅老家主愿不愿意帮我这个忙了。梅淑然对此毫不在意，他在意的依旧是站在徐小贤身后的智蕊。和魏国三公主魏熙真的是一模一样，只是大臣元年云水别院的那场大火，不是已经将魏熙给烧死了吗？怎么会有一个女儿呢？莫不是许云楼没有死？梅家主被这个猜测吓了一跳，以至于忽略了徐小贤。梅老家主，大家的时间都很珍贵，皇上还在宫里等着我呢。这样，我将这个人给你，另外还有一车货物需要卖给你，别的货物不值钱，我已经处理掉了，就带了一车入京，就放在你这书房的外面。许爵爷，三公主殿下，这货老夫买了没有问题，但许爵爷说的那遇袭之事，老夫得辩解一下，此事绝非老夫所为，许爵爷开个价吧，算是梅氏对许爵爷的全心意，和刺杀无关。梅老家主是个爽快人，那我就不客气了。此来京都见到了大世面，一车货，一个人就卖300万两银子。好，300万两银子，老夫买下许爵爷的这一车货，一个人。要说起来，皇上和云楼先生当年入京都，是老夫为云楼先生开启的城门。老夫和云楼先生有数面之缘，那是老夫这一辈子最值得吹嘘的事。而今
云楼先生的少爷入京都，长安没事，必然一如从前对云楼先生那般来对待许爵爷，这是长安梅氏之荣幸。莫非我当真冤枉了长安梅氏？如此多谢梅家主好意了。若是梅老家主不弃，凡至入宫面见皇上之后有了闲暇，恐怕会多有来叨扰之时。老夫扫他以待。既然许爵爷还有皇命在身，老夫也不便多留。再会。哦，对了，徐瑞徐大人那府邸被我因为莽撞给拆了，现在看来我拆错了，要不改天约一下那位徐大人容我当面向他赔个不是？这是小事，他徐瑞哪里当得起许爵爷赔个不是？这事儿老夫派人去给他说道说道。如果这事当真是徐瑞所为，老夫也一定会给许爵爷一个交代。大臣元年，云水别院大火之事，再查生还者。老爷，您这是在怀疑徐小贤的身份？当年所知的消息，魏西确实产下的是一个男婴，若是活了下来，而今正好是18岁，在年岁上和徐小贤是相符的。但老夫今儿个见到徐小贤带来的丫鬟，竟和魏西生的一模一样。莫非魏西诞下的是双胞胎？这就不知道了。若是双胞胎还好点，老夫担心的是那丫鬟比徐小贤小。若是如此，只能说明许云楼当年只怕是诈死。皇帝此番召徐小贤进京，只怕另有目的。众所周知，皇帝的妹妹称作长公主，是一个国家尊贵的女人。然而这个女人却有一个奇怪的嗜好，每过一晚，她就要杀掉一个俊俏的和尚。看来我这侄女婿还有点意思。他入宫了没有？尚未入宫，大致还有半个时辰。走得这么慢？回殿下，他带着2000兵卒。哼！银枪蜡头的玩意儿拖出去杀了！那和尚还来不及求饶，一个戴着面巾的黑衣人从那墙角里飘了过来，一把扼住了他的喉咙，拖走。哈哈，叶知秋，你又嫉妒了。你若有本事，来呀！出入京都砍了几刀，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心里会舒服一些？回皇上，毕竟遭到了刺杀，这刀劈出去，心里的意着实平复了不少。你现在是准驸马了，今儿个你做的这些事是为了二皇子唐不虞，毕竟他是三公主的哥哥。我无意参与进这皇权的斗争，这毕竟是皇上您的家事。当真？算了，朕叫你入京主要有2件事，其一，朕很是想念在凉邑县的那短短时光，云皇后也很想念你，让你来正好可以看看你。其二，你和三公主的婚事该择个日子，但三公主体弱，朕和云皇后都担心她受不了边城之苦，所以朕觉得你和三公主最好就留在京都，这里的气候比凉邑县好一些，且三公主若是犯病，有华神医在，医治起来也方便许多。皇上，您知道我是个没啥理想的人，原本呢这辈子所想就是在凉邑县经营好百花镇，当个富裕的小地主罢了。而今既然即将成为您的女婿，种田这种事自然有人会去种，多谢皇上。只是皇上啊，我那2000兵卒是否依旧有小侄带在身边？徐小贤等着皇帝回答，可皇帝却转移了话题。长安北门外10里地便是你父母曾经所住过的云水别院，朕已经将云水别院重建完成，就赐给你作为你的府邸，另外赐你金鱼佩，准你随时入宫之权。严小花，你带徐小贤先去云水别院休息，看看还需要什么，朕会叫严小花给你送去。徐小贤已经离开了皇宫，听闻皇上将新修缮好了的那云水别院送给了他，作为了他的府邸。皇兄，这又是唱的哪一出？也不是什么大事，那地方毕竟是他父母昔日的居所，皇上这样做也不过是将那宅子还到了徐小贤的手里罢了。真这么简单？当年一场大火烧了个精光，过去足足17年余了，还能复杂到哪里去？这就是云水别院。若是冬季，云雾从那锦湖中升起，鸟绕在林间，便如在云间，故命云水别院。好，就是人气不够旺盛，显得阴森了一些。爵爷可自行置办婢女家丁。徐小贤想着，估计得常住一段时间，准备第2天去找人牙子。可没想到梅淑然得女儿，那位宫里得贤妃娘娘竟派人送来了足足60个宫女。这下可好了，暂时困在京城，又被这么多耳目盯着。徐小贤没有丝毫担心，反而用这难得的安静时光，仔细的去思考一些问题。就这么待了3天，徐小贤再次去到了梅氏庄园。许爵爷在云水别院可还住的习惯？府上还欠缺一些什么？许爵爷只管说来，老夫定会给许爵爷安排的周全。怎么前些日子跟在你身边的那丫头今儿个没有来？云水别院太大，人却太少，还多亏了贤妃娘娘送来的60个宫女，她在家里带着那些宫女们收拾收拾。
哦，如果智蕊是魏西和许云楼的女儿，许云楼怎么会让他们的亲生女儿去给亲生儿子当了个婢女呢？许云楼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今儿个来拜访梅老家主，一来是对梅老家主表示感谢，二来嘛，想向梅家主买些铺子做点小生意，就是卖盐。梅淑然心里一咯噔，脸上却露出了一抹笑容。说买就生分了，老夫自然记得此事。既然许爵爷要卖盐，这当然好说，老夫让管家带你去看几处铺子。至于进货，这价格当然是按照成本价给你。梅老家主大气，那我也不矫情了。这份心意我徐小贤记在心里，往后定有回报。梅淑然端起了茶盏，嘴角自然挂着笑意。想到之前贤妃娘娘私下给她说过，景朝使者将来到时候会设局，借景朝的刀来杀了徐小贤。何须和一个将死之人计较？许爵爷当真要卖盐？当然，我准备在云水别院的外面建立一处提炼精盐的作坊。东石武自觉难以理解徐小贤的脑回路，这种刀尖起舞的时刻，还有闲心弄什么作坊？一场雷雨正在此时落下，街道上行人尽都跑散躲雨，马车行驶着，迎面来了另一辆马车，并且两边的屋顶上突然飞下10个蒙面人。少爷小心，有刺客！少爷快跑，我打不过。少爷，你没事吧？这又是谁派的刺客？这京都也太危险了！掉头去梅氏庄园。你莫不是怀疑是梅氏派的刺客？这次应该不是，但上次肯定是。我再借这个机会讹一笔。一群饭桶，杀一个徐小贤居然失败了。张大小姐，这个我也真没料到啊！现在京兆府的捕快已经将那些尸体给拖走了，要不明儿个我派人去京兆府打听一下，他们是怎么死的。本小姐需要知道这个吗？徐小贤杀了我未婚夫周作，本小姐只要徐小贤死。请张大小姐放心，在下定会在1个月之内取许小贤之命。廖大人，从现场捡回的那些武器来看，其中倒是有些蹊跷。10个人，10把武器，其中断掉的有7把，死者中4人是被2寸长短的箭雨杀死。兵部那边对这些东西也产生了兴趣，如果能够抓住凶手，说不定就能知道他们手里那武器从何而来。若是大臣有了这冶炼之法，大臣军队的战斗力将会得到极大的提高。所以现在恐怕连皇上都知道了。廖大人，若是抓不住凶手，有些麻烦啊。就在这时候，京兆府总捕头林动匆匆而来。大人，前天傍晚时候，徐小贤许爵爷从梅氏庄园离开，恰逢大雨。咋又是徐小贤？他不来啥事没有，他一来就有这么多麻烦。徐小贤这小子生财有道啊，压根就不知道谁是幕后凶手，却一棍子敲到了梅淑然的头上。这是贤妃给朕说，徐小贤借着这场刺杀，在梅淑然身上又敲诈了100万两银子，还有积云山下的1000顷上好良田。不过这孩子似乎无意久留于京都，他派了人将那些钱财都送去了梁邑县，你怎么看？云皇后心里咯噔一下，脸上却露出了笑意。梁邑县毕竟是他的封地，云水别院虽好，恐怕现在还远远及不上梁邑县在他心中的地位，所以他这样做，在臣妾看来无可厚非。朕不请他，看来他是不会入宫了。要不明天你去云水别院一趟，告诉他一声，朕对他的刀和弓弩很有兴趣，南疆战事交着，朕这心里也急啊。若是他冶炼出来的刀真有那么厉害，北都后和南都后也不至于在南疆打得如此辛苦。你告诉他，这是他父亲和朕打下来的江山，朕不会亏待了他。那臣妾明儿个就去走一趟。男人每遭遇一场刺杀，就有上万两银子进账，这次更是敲诈到100万两。苦主更附赠1000顷良田，只因男人身份特殊，大家都不敢明面招惹。梅氏委托了5花8门中的人在查凶手究竟是哪个势力的，而今还没有眉目。但你的斥候倒是得到了一个奇怪的消息。啥消息？张氏的一个下人在那2天经常出入5花8门。张氏一直被咱们生产的手指抢生意的宣州张氏。正是，听说那位张氏家主张雅峰就在京都。这么说，张氏极有可能是这幕后的主使者。听说这京都张氏府邸有一位大小姐叫张玉兰，她曾经有个未婚夫叫周作，就是凉州的那个周阎王。他们说张玉兰生得像一头猪一样，脾气还很不好，甚至生活也不检点，名声在京都早已臭了，根本就嫁不出去。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未婚夫，却被你给弄死了，杀夫之仇，她恐怕当真会记得。这倒是借险之急，我担心的是那些百炼钢锻造的武器，如此强悍的武器，恐怕会传入宫中。万一皇上知道了要这冶炼之法，我如何应对？那去找找三公主殿下。不，见见皇上，有些事得敞开了谈谈。来福，北境马帮进入长安，立刻告诉我一声，让他们等我接下来的安排。就这样吧，夜已深，都休息去。到。
少爷，有车队向咱们这来了。车队就是一辆6匹马拉的马车，还有一辆4匹马拉的马车，然后前后有刀骑，大致300，想来是宫里来的。少爷，您要不要避避？6匹马拉的马车只能是皇后娘娘的凤辇，4匹马拉的马车那肯定就是若曦了。这大清早的来这里干什么？我是不愿意来这地方的。你和繁殖成亲之后，若是真住在这里，还是入宫来看我比较好。我若是说本已经准备入宫去拜见皇后娘娘，您信吗？云皇后慈爱地仔细端详了徐小贤一番，却没有去应他这句话。昨日可有受伤？没有，娘娘，若曦，请进。徐小贤带着2人来到了主院。我这趟来也不瞒你，皇上看中了你杀那10人的武器，你现在怎么打算？娘娘认为我该怎么办？怀璧其罪。若是我说你现在就离开京都，我想恐怕这京都4方城门而今都有了重兵把守，这云水别院恐怕也在他的监视之中。这时候走，皇城禁卫和皇家刀骑恐怕立刻就会杀来，不知娘娘信不信？你倒是有些见地。没错，从今日起，4方城门不再由城门司把控，而是直接由禁卫军接手。除非我交出冶炼的法子。不，就算是你交出了冶炼的法子，你也走不掉。他对你的重视，而今超出了大臣5大侯府。为啥？因为你是许云楼的儿子，因为你的外公是魏国皇帝，当然还有对北魏瑞士那一战，你的后手他恐怕也知道一些。你带来的放在南山猎场的那2000战士，他准备调去南疆，你还能怎么办？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什么意思？这冶炼之法的技术才刚刚实验出来，若这东西能够大幅提高大臣的战斗力，那我献给皇上又何妨？我是他未来的女婿，更何况他和我父亲是结义的兄弟。都啥时候了，你还在说这种话？只要这法子有用，他明天就会一把火再烧了这云水别院。若是我徐小贤的这法子能够让大臣强大起来，我死又何妨？那我怎么办？徐小贤看向了唐若曦，视线温柔。现在只是我们在这里的猜测，若是我将这法子献给了皇上，我徐小贤的那点人对大臣何来威胁？说不定他看在你的面子上，将我当个屁放了。我这就入宫去见见皇上，至于其他，听天由命吧。一顿安抚终究没啥大用，云皇后和唐若曦依旧极为紧张，但他们也只能离开了云水别院。徐小贤立刻唤来了李二狗。接下来你给本少爷听好了，其一，派人赶回百花镇，告诉我丈母娘加强戒备，尤其是铁匠作坊，不能允许任何外人进去。其二，告诉罗灿灿，告诉罗叔我在京城的情况，去吧。李二狗从未曾见过徐小贤如此严肃的模样，他自然知道有大事发生。他拱手一礼，飞身离去。徐小贤叫上了来福，2人乘上了马车，往皇宫而去。要说来吧，其实前2天就计划好了入宫的，结果又被刺杀。皇上知道那是吧？小侄这出入京都，也不知道得罪了谁，那可是下的死手。若不是小侄手里的武器更厉害一些，小侄哪里还有命能够在这里和皇上说说话？你以为朕没有派人保护你？小侄愚钝，原来皇上是派了人保护小侄的。当然，英九当时就在，当时你若有危险，他自然会出手救你。英九就是见圣里黑白来找的那个太监，小侄就知道皇上会将小侄放在心里。小侄感激的话就不多说。云皇后去云水别院带来了皇上您的意思，这其实也是小侄来京都想要做的。当真？正如小侄对云皇后说的那般，臣之一切都是大臣的，都是皇上的，只要皇上需要，臣便可将百花镇的所有产业都献给皇上。朕富有四海，哪里会去亏去你的那点小东西？就算是你那冶炼之法，朕也不会让你吃亏。若不是因为战事，朕何至于向你索要这法子？皇上，我之所以能打造利器，是因为小侄偶然发现在其中要添加一种矿物质，它产于渠山之中，数量稀少，所以至今小侄也就这2000来把这种材料打造出来的刀。小侄在想，若是皇上需要这样的刀，莫如这样，你看如何？你说来听听。皇上，莫如你将北凉府所有的铁锭都给小侄。皇上若是下一道旨意给小侄，小侄集北凉府所有的铁锭于一起，小侄亲自去掌炉，定能给皇上送上一批最好的武器。徐小贤信誓旦旦的，这番话就让唐无望有些迟疑了。那冶炼之法，你百花镇的铁匠也都会吧？除了小侄，还有一名为孙悟空的铁匠懂得这技术。他贤侄就在京都安心待着，朕已经找钦天监给你和若曦合了八字，定了9月初1这个良辰吉日为你们成亲。多谢皇上。不过皇上，您能不能查查究竟是谁对小侄动的手？毕竟小侄在明处，而敌人在暗处，若是小侄心里没个防范，被敌人得了手，这婚期可就没了意义。朕已经让暗一卫查明白了，乃是张士洞的手，朕会给你个公道的。凡之啊，在京都可要多加小心，毕竟朕也有打瞌睡的时候。如此凶险，我能不能回去？成亲之后，你便可归去。徐小贤当真就这么在云水别院安心的住了下来。唐无望将我留下，
奇异嘛，当然是他会派人前往百花镇去找那个叫孙悟空的铁匠。少爷，咱百花镇哪里有什么叫孙悟空的铁匠？当然没有喽。若是皇帝知道了你欺骗了他，这可是欺君之罪。别急，等他派出去的人回来，最快也在8月中秋了，还有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咱们到了时候便离开。如何离开？徐小贤抬头望了望天上的星空，车到山前自有路。普普通通一把唐刀，竟引来皇帝的觊觎。为了得到冶铁炼刀的技术，皇帝用自己的公主做饵，将男人吊成了翘嘴，并让其留在京城。男人在京城无所事事，于是又捣鼓出了白盐售卖。7月半鬼乱窜，这不是开门营业的好时间，再等2天吧。7月17，咱们东西两市2个铺子同时开始售卖这白盐。刚赶到京都的10月，韩秋山看着面前这雪白的盐，眼里满是震撼。这些盐可是他们亲眼目睹徐小贤是如何弄出来的，方法并不复杂，但偏偏千年以来却没有人发现其中的窍门。这盐，姑爷你准备做价几何？咱就这么点产量，又不能大量的去生产，就卖5两银子1斤。3人倒吸了一口凉气。5两银子1斤的盐，这岂不是翻了20倍？要不要做广告？不必了，可取少许让人免费品尝。咱们这小作坊一天也就只能弄出个300-500斤的白盐，就这么卖着吧。这不是徐小贤而今要做的正事，他就是闲得蛋疼，当然也是做给皇帝看的。就在徐小贤定下这事的时候，来福跑了进来。少爷，张桓公来了，见还是不见？走走走，少爷我亲自去迎接老哥的到来。老哥可好？若要说起来，还是在梁邑县更舒服一些。倒是你不该来这长安。老哥，里面说。2人来到了主院。去过长安书院了没有？去了1次。看见了书院门口的那石碑了没有？那是你父亲亲笔题的字。不让有钱之人得势，不让有势之人掌权，不让有权之人贪腐，不让勤劳之人贫穷，不让守法之人被欺。天下少年当为捍卫大臣万民之公平而读书。老夫这些年一直在想他为何会失败，如今终于想通了，只因他没有唤醒百姓之火。凡之啊，你虽在百花镇建立了免费的学堂，可百花镇太小，实现不了你所想要的公平。除非这天谁有本事，谁都可以变得多了，指不定啥时候就能变出个蓝天来。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哈哈，老哥喝茶。老哥想喝酒，都随老哥。志蕊弄了3碟可口的小菜，酒当然是徐小贤带来的状元红。老夫这一世英名怕就要毁在这4个皇子的身上了。读书不行，倒不是读书不行，而是他们的心思压根就不在读书之上，一个个都想着夺大位呢。我倒是觉得奇怪，既然皇上已经知道他不久于世，为什么不早立太子呢？恐怕皇上更希望将这皇位交给5皇子唐不归，皇后的儿子，在景朝做质子的唐不归。皇上和皇后的感情终究是好的。听说大臣立国的前1年，皇后娘娘生下过一个儿子，却因为战事的缘由遗失了，好不容易才又生下了一个儿子，又被丢去了景国当了质子。看来皇上心里极为愧疚，所以他才一直没有册立太子。另外什么？他一直在想方设法的和景国谈判，意图让景国放回唐不归。这不，经岁景国太子景文瑞、大儒费渊、大宗师韦府南等等到咱们这，估计也为此事。反之啊，老哥不是酒喝多了说醉话，你在京都很危险。你是不是入宫一趟去见见云皇后？若是带着3公主一起走，他总不可能连3公主一并给杀了吧？走是肯定会走的，但得等一个机会。而且我走他必然大怒，恐怕会牵扯一些人。我最担心的就是牵扯到了你。我走的时候派人来接你。老哥年岁已高，等册封了太子之后就没老哥啥事了。到时候老哥会去百花镇学堂里当个教书先生。另外，你如果想离京，只怕要见一见窦阡陌，他托信给我说会为你提供帮助的。京都东西2市的铺子上忽然挂了2个崭新的牌匾，百花金盐。百姓看到白花花的盐，争先尝试去买10斤。管家飞快挤进人群，当他将这盐摆在梅淑然的面前的时候，梅淑然视线一凝。徐小贤卖的。回老爷，真是请老爷尝尝。当梅淑然尝了尝这白盐的味道之后，他足足沉默了半盏茶的时间。今儿个是几月几日？回老爷，今儿个是7月17。哦，距离8月15也快了。老爷不能任由徐小贤这样卖下去。无妨，让他先卖吧，迟早这法子会落在咱梅氏的手里。大陈18年8月初5，徐小贤去了长安书院拜访了窦阡陌，2人下着棋交谈了大半天。我是你外公魏啸天的人，你尽管放心，你外公让我跟你说，你离开京都后可直去魏国。我准备趁着中秋节休沐的晚上离开。好，那我会安排人在中秋节的那个晚上在西市放一把火。就这样，
只能这样，因为中秋夜老夫也有一件极为重要的事要做，奉你外公旨意，入枢密院去查查曾经云水别院起火的卷宗。我在京都这么多年，就为等这个机会。不过老夫能不能入枢密院，这就要看你终究弄出的动静有多大了。你怀疑当年谁放火烧的云水别院？唐无望或者长公主唐宪瑜。长公主唐宪瑜为何？因为她当年十分倾慕你父亲，嫉妒心之下做出什么疯狂之事都不难理解。不过听说大宗师叶知秋一直在他身边调查此事，不知结果。对了，叶知秋是你父亲的师兄。是吗？听说那场大火活下来的4个人，我母亲究竟死还是没死？窦阡陌避而不答。别说，你这一局无子夺魁有点意思。他叫带子入朝。带子入朝更合其意，来讲讲看这棋该怎么走。我现在不想和了。不想和，那首先就得逃出升天。唐无望现在对你的重视可是前所未有，他看中的是你的道，看中的也是你的那些产业，偏偏这时候你还弄出了个什么百花精研。要换着我是皇帝，我也不会放你离去。我自然有办法离去，但你若是查出了真相，可一定要告诉我一声。可以，老夫若是查出真相，依旧在这里等你，等你破局。大陈18年8月14，唐无望派去百花镇的人正在快马赶回。徐小贤对逃离长安的一应准备工作早已完成，若不是因为窦阡陌需要在8月15所有人都松懈了的时候入枢密院，徐小贤现在就可以跑了。但他又实在好奇云水别院那把火背后的事。其实去岁在梁邑县初见你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彼此早已认识了多年。我几乎没有入宫看你，不是因为我对你疏忽了，而是因为京都对我的恶意恐怕远远超过了你的想象。我可没有怪你入宫来看我这事，只是父皇不是说等9月初1就是我们的大喜之日吗？这京都对你有啥恶意？徐小贤揉了揉唐若曦的脑袋，终究没有将那些事说出来。你愿意往后随我共度一生吗？我的意思是，我们极有可能会浪迹天涯，当然也有可能能够安稳的生活一辈子。我当然愿意。从父皇的那道旨意发出去之后，我就算是你的人了。无论往后的日子怎样，我都会陪着你共同度过。对了，景国的使者前些日子已到了京都，明儿个中秋，父皇意欲在雅集园举办一场中秋文会。来的使者里面，除了景国太子之外，还有景国大儒费渊以及30个景国太学院的学子。文会？这是景国太子提议的，说是如果在文会上咱大臣赢了，那么大臣就能派出使者前往景朝迎接唐不归归国，所以父皇对这事极为上心。在前些日子就让苏公在长安书院挑选了一些最有才华的学子，景国那位大儒点名了要你去，父皇本就是要你去的，恐怕明儿个严公公就会来接你入宫。好，那我就在这场文会上放肆一把，相信你的相公我单枪匹马就能赢了他们。由你出马，当然能将他们挑落马下。许郎，其实我不求什么富贵，只求能离开这冰冷的皇宫，与你相伴一生。一场文会就决定了一个皇朝的命运，只因皇帝想立的太子还在敌国手里当质子，只有在文会上压倒敌国，皇位才会有继承人。大陈18年8月15，公公带着大队士兵包围了第一才子的庭院。想来许爵爷也知道皇上是多么希望五皇子能够归国继位，但咱家这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京都不希望五皇子回来的可大有人在，所以许爵爷您就成了这件事的关键。皇上自然不能明言，但此中道理许爵爷是个聪明人，自然会懂。许爵爷可不能有任何闪失，所以皇上派了3000刀骑从此刻起一直保护着你。恐怕严公公还不知道，昨晚上就有10几个不长眼的来了我这云水别院，若不是我手里的人身手还不错，你这时候来看见的就是我的尸首了。这些人的胆子实在太大，咱家回宫之后定向皇上禀报。当真？那我就告诉严公公是何人所为，他们是施家的人。你既然要告诉皇上，就请皇上派兵将这几个施家给灭了，如何？严公公落荒而逃。徐小贤哈哈大笑，然后脸色忽然阴沉，因为昨晚上当真有一场袭击，来的人可不止10几个，而是足足300余。若不是早有防范安排，有500特种兵高手拿着诸葛连弩，昨晚徐小贤就会吃个大亏。五皇子唐不归若归，这显然对6大世家都是个不好的消息。他们都有自己支持的某个皇子，并为某个皇子能够登基默默地布置了数年之久。就在这时候，智蕊从外面飞奔而来。少爷，少爷，外面有人来访，说是长公主殿下。
这破地方不吉利。唐宪瑜一进来，视线就落在了志蕊身上，心里满是惊骇。这份气定神闲倒是和你父亲有些像，不过本宫怎么看怎么都觉得你和许云楼挂不上相。或许我随母亲吧。魏西，本宫和魏西朝夕相处了年余，就在这里，你和魏西也不像。莫非殿下是来看相的？本宫就是想看看许云楼和魏西的儿子生的什么模样。本宫担心今儿个不仔细看看，往后恐怕就再也看不到了。我和三公主成亲后，您是姑姑，往后还是亲戚，见面的日子还很多。都说你聪明绝顶，我怎么就没有看出来？死到临头还不知。莫非殿下要杀我？我也不卖关子了，要杀你的就是你那未来的岳父，当今的大臣皇帝陛下。胡说，我和陛下之间无丝毫嫌隙，你是长辈，我许小贤敬你，你勿要离间我们翁许之间的感情。这是本宫今岁听见的最大的笑话。许小贤，你骗他的手段太下作。孙悟空、百花阵根本就没有这么个人，若不是因为景国许下了那承诺，那些刀旗恐怕就是来要你命的。那姑姑可有方法救我？看在若曦的面子上，还请搭把手啊。唐宪瑜转头将他身后中年男子叫了过来。他是诸葛先生，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我保证让他将你安然地送出长安城，送到你的队伍面前。姑姑真愿意为我冒这么大风险？因为你是许云楼的儿子。唐宪瑜嘴角一翘，眼角的余光又瞟了站在徐小贤身后的志蕊一眼。虽然不像，但你毕竟是许云楼的儿子，我毕竟曾经深爱了你父亲许多年，另外救你也是有条件的，这就得看你答不答应了。什么条件？若是姑姑真看上了我那百花阵，我送你也无妨。倒不是你那百花阵，而是今晚上的雅集文会输给景国。只要你输给景国，本宫保证你全虚全伪的出城，如何？莫非姑姑也支持某个皇子继承这大统？唐不归若是回来，大臣必乱，我不希望看到这个场面。可皇上给我的旨意是一定要赢，若是我在雅集文会当场就输了，我对于皇上就再没有活着的意义，只怕出了那雅集园，皇上就会派人将我杀了。所以我另外再给你一个人。唐宪瑜招了招手，另一个消瘦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大臣，两大大宗师之一的叶知秋，有他在你身边，定会护得你周全。窦阡陌说叶知秋是父亲的师兄，可我现在身在囹圄，除了我的人，我谁也不信。这人呀，往往都会被自己的那双眼睛给蒙骗。就像这云水别院的那场大火，天下人都以为是本宫放火烧的。本宫虽然嫉妒魏西，却也做不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你如果想要给你的父母报仇，就干脆一点答应了本宫，毕竟活着才能查明真相，才能谈如何去报那仇。好，我答应你。希望你别像你父亲那样不守信用。你在雅集文会上输了之后，叶知秋会带你去一个地方，明儿一早醒来，你就在长安城外的安全地方了。唐宪瑜站了起来，视线落在了志蕊的脸上。看这丫头似乎很是关心你，一并带上吧。告辞，等着你输了的好消息。他又看了看叶知秋，这小子的命就交到你手里了。你若是将这件事给本宫办成了，本宫也就不追究你杀了那些和尚的罪过。唐宪瑜带着诸葛先生走了。徐小贤很是惊讶地问了一句：你杀和尚干什么？因为和尚该死。说完这句话，叶知秋抬眼看向了徐小贤身后的志蕊。你叫什么名字？他叫志蕊。怎么了？他和一个人简直一模一样。谁？你娘，魏西。徐小贤大惊，他愕然张大了嘴巴。志蕊也倒吸了一口凉气，眼睛瞪得贼大。主仆二人四目相对，难以置信。你当真是我父亲的师兄？当真见过我娘？当真。如果志蕊和我娘一个模样，那长公主唐宪瑜理应也看得出来。他为何没有问一句？他看了志蕊姑娘16次。那我是谁？我不知道。这些年我一直在京中调查18年前云水别院起火这件事，也确实查证了当年魏西生下的是一个儿子，所以我怀疑魏西和你父亲许云楼都没有死。不仅仅是我这么怀疑，唐宪瑜也是这么认为的。而且大管家当初也在这里，怎可能一把火能烧死了他？这里面还有大管家的事。现在看见了志蕊，如果志蕊是你妹妹，那么就确定了许云楼和魏西都还活着，只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唐无望去过梁邑县，他也见过志蕊。那么他将你召入京都，以你为饵，所钓的鱼恐怕就是许云楼。叶知秋的这番话让徐小贤消化了足足半盏茶的时间。志蕊比我小2岁，
假如智蕊生在大陈2年之后，那么许云楼就一定还活着。叶知秋离开了，徐小贤却凌乱了。智蕊，来坐。智蕊捏着衣摆，不安地坐在了徐小贤的身边，突然变成了徐小贤的亲妹妹。智蕊难以接受。我当真是你妹？在我心里，你本来就是我妹妹。可我不想给你当妹妹呀。傻丫头，想啥呢？难不成还想当一辈子的小侍女？往后别再叫我少爷，叫我一声哥就行了。智蕊没有吭声，她依旧用双脚在来回的蹭着地。她现在唯一所希望的就是那位大叔能够亲口告诉她，她和徐小贤没有任何关系。我以前就给你说过，这些年多亏了你，不然我恐怕活不到现在。等这里的事情了结之后，今儿晚上我们就离开这里。你怎么一副很不开心的模样？智蕊起身瞥了徐小贤一眼。我要去做晚饭了。智蕊飞一般的跑了出去。徐小贤抬头，日正当空，做什么晚饭？哎，这傻丫头。只是与客人喝了一杯茶，少爷的身份就发生了2极反转，一下从开国大元帅的公子变成了路边野种，那个伺候了自己10几年的小丫鬟，却反而变成了开国大元帅的亲女儿。独坐于云水别院中，徐小贤蹙眉饮茶，脑子里有些乱。许云楼极有可能活着，但这么多年却从未现身。如果我当真是他的儿子，就算不是他的儿子，可智蕊却是他的女儿，他为什么从未曾回梁邑县来看一眼？徐小贤深吸了一口气，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丢在了一边。现在最为紧要的是度过今晚这一关。少爷不好，三公主殿下被皇上禁足，您让我们一直盯着的那位徐瑞徐大人他死了。谁下的手？一个黑衣高手，我们的人不是他的对手，没敢靠近。这特么又是谁？有没有张绣的消息？没有。去搜索徐瑞的书房，找找看这些年有没有徐瑞和张绣往来的信件，找那些隐秘之处，不限于书房。现在就派人去。好。李二狗离开了云水别院，徐小贤思虑片刻，来到了前院。智蕊双眼注视着花圃里的几只蝴蝶身上，这不是真的。智蕊，这恐怕就是真的呀！我该去做饭了。等等，徐小贤抓住了智蕊的手。你是我的妹妹，亲妹妹，哥答应过你的，要给你找个好婆家，或者你自己找个好婆家，哥会风风光光的将你嫁出去，让你从此往后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不要，哥，我。智蕊眼里的泪珠不争气的滚落出来。你是我哥，我不嫁人，我该侍候你。我去做饭了，你晚上还要去参加文会，当心点。智蕊，我要出门一趟。去哪？入宫去将你嫂子接回来。来福驾着马车带着徐小贤去了皇宫。当徐小贤站在御书房的外面时，御书房里出来了2个人。你就是徐小贤？敢问老大人是谁？老夫景国大儒费渊，常读许公子诗词，当真是了不得的大才子。希望今儿晚上许公子能够再有精妙诗词，让老夫开开眼。告辞，晚上文会见。 2人转身离去。徐小贤抬步走入了御书房里。樊芝来了，正好有些事和你说说。啧，皇上，今儿中秋佳节，按照我家乡的习俗是万家团聚的日子，我和若曦也快成亲了，我想接她去云水别院过这个中秋，如何？今晚上你恐怕没时间陪她。雅集文会于戌时开始，至子时结束，这回去都是后半夜了。文会的重要性这无需再提，但朕还是要强调一点：你赢了景国，9月初1，朕亲自为你和若曦主持大婚。皇上，如果若曦能够随我回云水别院，我想我更有把握能够赢了景国。你这话的意思是今儿个朕不让若曦随你出宫，你大致会输？难说，因为小侄心里记挂着若曦，世子这种事情需要心无旁骛，这心里有了记挂，免不得会分心。再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谁又能保证一定能夺魁？唐无望眼里杀机一闪，却瞬间收敛，御书房顿时安静。这安静中却有一股消杀的味道。于理朕是你伯父，即将是你岳父，你居然要挟朕。若曦尚未和你成亲就去云水别院，若是世人知道，对他的名声有损。你今晚赢了，明早朕就让若曦去云水别院寻你。另外，朕正式昭告天下你们的婚期，如何？小侄此行京都，唯一所求就是带若曦回家，尤其是在这中秋佳节。既然明儿个若曦就能去云水别院，不妨让她现在就随小侄去。皇上觉得如何？看不出来你还是个多情的种子，和你父亲倒是有些相像。既然你执意如此，那朕就让若曦随你同去。但你记住，若是今儿晚上你输了，你输掉的不仅仅是朕的女儿唐若曦。唐无望命严公公去了后宫。片刻之后，唐若曦到来。多谢皇上，请皇上静候佳音。徐小贤带着唐若曦离去。御书房里，唐无望面容冰冷如霜。朕就想不明白，他有什么自信能从云水别院逃出长安？莫非那云水别院有离开长安的地道？或者他想要若曦为他陪葬？回皇上，许爵爷恐怕没有离开京都的意思。可他骗了朕，还去信北都侯班救兵，朕倒要看看他如何逃得出朕的手掌心。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啊？今晚我们要离开京都，只能在今儿晚上，所以我必须带你走。我现在再问你一句，你愿意跟我走吗？当然，我不是说过吗？自从见你第一眼，我就觉得我们似乎前世就相恋，无奈哪里我都愿意陪你。那么徐小贤输定了。输定了！贤妃娘娘和长公主殿下见了一面，长公主殿下亲自去了一趟云水别院，贤妃娘娘认领给老爷带来了消息，徐小贤不会赢。文会是景国使者提出的，他们有备而来，来的又是那位景国大儒，本就不会输。这雅集文会临时命题，现场作答，他徐小贤就算是文曲星下凡，也别想再做出什么震惊四座的诗词来。老爷，徐小贤这小子在云水别院藏着精兵悍将，小人派去的300杀手折戟沉沙，他似乎谋划着什么。这小子有些可怕，最好还是想办法解决了他比较稳妥。放心，他活不过今晚。皇上要他赢，长公主要他输。他赢了，长公主不会放过他；他输了，皇上不会放过他。其实无论他是输是赢，这之前他已经有了欺君之罪。可他在云水别院藏了那么多人，他是有了离开京都之意呀。就凭他在京都里的这点人，想要逃出这囹圄，除非是他生出了能够展翅高飞的翅膀来。徐小贤在3000刀旗的保护下来到了雅集园。这墨池当真能为墨吗？这地方因为文人墨客太多，都喜欢在这里留下自己的笔墨。这题诗就要用水，于是就取了这墨池里的水来磨墨，然后多余的墨就倒入了这墨池之中。清洗砚台也在这墨池之中，久而久之，这墨池里的水就变黑了，就有了墨池这么个名字。原来是污染。徐小贤摇了摇头，径直往宴席去。徐小贤张望，没有人接客，他不知道该去哪里。坐在一侧角落里，张桓公看见了徐小贤，他招了招手。徐小贤欢喜地走了过去。老师，他就是徐小贤。他就是徐小贤。看起来也是平平无奇吗？殿下，人不可貌相。老师教训的对，但弟子不觉得这临场作诗他就能赢。老师座下的5位师兄都是才思敏捷、文采斐然之辈，而大臣除了那3个所谓的江南才子之外，不足为惧。徐小贤就算是再厉害，他双拳难敌4手，就算是能对答出一些诗词来，最终依旧会落败。对此，费渊倒没有去辩驳，因为他也是这么认为的。片刻，人似乎到齐了。开业。一群如蝴蝶般的宫女端着菜食翩翩而入，在每人面前的小几上都放上了3道徐小贤叫不出名字的菜肴。饿了吧？快吃，待会要喝酒。张桓公说了这么一句，拿起勺子就打了一勺汤，品了2口。不错，尝尝鱼翅羹。徐小贤确实也饿了。片刻，他将小几上的3道菜一扫而空，却只有个2分饱。徐小贤看向了坐在他旁边的那名学子，兄台不饿。天子在堂，岂能言饿？那给我吃算了。这学子尚未反应过来，徐小贤已经将他面前的3道菜给取了过来。兄台多谢，贵姓？吕承志，你是徐小贤。这个皇帝执政有多离谱，竟妄想用一场文会来决定皇朝百年走向。只因皇帝暴病将死，想立的太子人选还在敌国当质子，只有在文会上压倒敌国，皇帝才会传下皇位。这是一场关乎国运的文会。许爵爷，在下江南4大才子之一的吕晨风，久闻爵爷大名，今有许爵爷在此，待会定会将景国杀个片甲不留，让他们灰溜溜的滚回景国去。早知道许爵爷会来，我特么担心个什么？诸位同窗，咱江南4大才子之首的罗三变就在许爵爷封地做事。诸位若是金科未中，大可以去投靠许爵爷谋取一个差事。百花阵你们都有耳闻吧？不用我吴良辉多说，跟着许爵爷走，诸位定然前途无量。东边大臣学子们围绕着徐小贤纷纷而谈，西边景国学子们听在耳朵里，心里就不舒服了。尔等看过来！他这一声大吼，长安书院的学子们当真被吸引了过去。一群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几何。自古以来文无第一，你们居然敢大言不惭地说徐小贤能将我们击败？这酒还没喝2两，一个个却说起了胡话，当真是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莫非你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足下何人？诗词文章能入得文风阁吗？咱许爵爷有4首诗词同入文风阁，他若是当不得这赞美，莫非足下这种无名小卒还受得起？当真是井底之蛙，不知文风阁高有几许。景国少年顿时面色通红，文章一道尔等给许爵爷提鞋都不配。再说旗帜一道，五子夺魁，你们可见过？此局依旧是许爵爷所创，难住了七仙邓老夫子3个月又3天，尔等可能解。再说书之一道，可见过许爵爷的行书和小楷，尔等敢言能胜许爵爷半分。徐小贤诗词文章确实厉害，
但这是他的厉害，与你何干？再说今儿这文会，莫非你们打算让徐小贤一人来应对我们全部？大臣皇帝陛下，既然今儿晚上的主题是文会，既然彼此心里都不服气，不如这宴席就到此为止，就宣布文会的召开吧。好，那朕宣布雅集文会正式开始，有请费老大儒命题。既然大家都很迫切，那老夫就先讲讲规则。首先有请诸位评判至评判席就坐。场中有人站了起来，向摆放在唐无望前面的评判席走去。都是大臣的大儒，足足5人，其中就有徐小贤认识的张桓公。然后本场文会以诗词而决高下。老夫接下来会命3题，请诸位学子切合题意，做出相应的诗词来。但这有一个条件，每一题选出5首，最佳3轮过后共得15首。这15首诗词中，以数量最多的一方获胜。这话一出，长安书院的学子们顿时哗然。这不公平，不是应该决出魁首吗？不是应该选出3首最佳来判定胜负吗？怎么会以数量取胜？这简直闻所未闻。诸位稍安，以大臣人文底蕴，想来在这15席名额中取得8个也极为简单。另外，这一规则老夫也和你们的皇帝陛下商议过，是得到了皇帝陛下同意的。接下来请笔墨纸砚侍候。有宫女鱼贯而入，将笔墨纸砚一一放在了所有学子面前的小几上。每一题作答时间半个时辰，请诸位学子们用心听，用心体悟。第1题以春为题，计时开始。一盏沙漏放在了评判席的苏明阳苏公面前，沙漏里的细沙开始向下徐徐流淌，学子们或握笔而悬，或落笔而下。唐无望看见徐小贤提笔，心里略感欣慰。唐宪瑜见徐小贤提笔，眼里寒光一闪。徐小贤笔走龙蛇，须臾写下一首《行香子》，接着便又落下了笔，写一首《玉楼春》。这徐小贤难道是前一首写的不好，这才改写了第2首？徐小贤未经考虑就拉了笔，显然所作不佳。你们懂什么？这第1题入围的5首诗词，恐怕都是老夫这小友的了。徐小贤依旧未曾抬头，笔在指尖飞舞。时间过去1小半，徐小贤一连写下了10首诗词才停笔。徐小贤一壶酒喝完，一壶沙漏也才漏完。时间到，大臣学子们纷纷停笔，这才看向了徐小贤。公子，全部都是？对，全部。徐小贤好像不止写了1首。这又何妨？这么短的时间能够雕琢出一首好词就不容易了。他既然写了一叠，恐怕都是打油诗罢了。这第1题，只要咱们有3人能够入围，就算是胜利。花师兄、尚师兄和年师兄他们对春的理解最有独到之处，此战必胜。许爵爷，你那是做了多少首词啊？就10首，应该能挑得出5首来。你们答得如何不重要，这一局对面赢不了。这他妈的，这话就说得太骄傲了，哪怕是我们长安书院的学子也受不了啊！诗词这个东西，贵在精而不在多，毕竟评判者都是大儒，一眼就能识别出高低来。你说的也许对，但如果又精又多呢？徐小贤伸手将旁坐的吕承志的酒壶给拎了过去，他斟了一杯酒，却将这酒壶给抱在了怀里。许兄，这是我的酒。我斗酒能诗百篇，你1杯酒就醉了，这酒还是我喝了的好。上面的5位大儒，再加上一个费渊6人，正在快速地阅读那些诗词。景国学子听到徐小贤的话，当即发出一片嘲笑之声。狂妄！咱景国不是有句俗语吗？无知者无畏。我现在觉得他在文风阁里的那4首诗词也不过如此。勿要和他计较，一切等结果出来自由分晓。好词，好词啊！评判席上，费渊忽然站了起来，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小院几许收尽春光，有桃花红、梨花白、菜花黄。诸位看看这行香子，老夫以为这首词可入文风阁。费夫子，何人所作？费渊看向落款，顿时就没了声音。究竟是谁？徐小贤。爵爷果然厉害，他做了10首诗词，居然就有1首能够入文风阁，当真大才。切，也就1首罢了，这第1轮可还有4个名额。就在这时候，又一个老夫子激动地站了起来。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这首《玉楼春》当入文风阁。卧槽，这才刚刚开始，就有了2首诗词能入文风阁。这首肯定是我们鹅湖书院的花公子。他的作者是徐小贤。诸位，老夫也发现了一首佳作：花褪残红，青杏小，笑见不闻声渐悄。
多情却被无情恼。蝶恋花此词可入文风阁，它的作者是还是徐小贤？快看，将徐小贤所作的诗词全部翻出来，这简直是文坛盛世。见了徐小贤的诗词，其余难入老夫之法眼。费老夫子，你瞧瞧这首《好事近》，还有这首《齐家傲》《卜算子》《采桑子》，天啦！老夫活了60岁，才知道什么叫才高八斗。徐小贤这就是才高八斗。先生，当真？费渊这时候见了如此美妙的诗词，似乎忘记了自己是景国人的身份，他也激动得不得了，一张老脸都通红。当真，太子殿下太美了，徐小贤简直是将春写得入了画一般。偏偏时手时景时意时不同，天马行空，又仿若天成，大才啊！小小一场文会，竟然关乎两国国运，只因这一场文会输赢，决定了国家皇位继承人归属。景国原本信心满满，胜券在握，可没想到对面还有高手。先生，我朝可有能入眼之诗词。哎呀，徐小贤的珠玉在前，他当真连做了10首诗词啊！老夫亲眼所见，他是一气呵成，根本就没带丝毫考虑。若不是这题目是老夫所出，老夫定会以为大臣作弊。莫要说老夫的那些学生了，就是老夫或者这里的诸位大儒入场，也不是徐小贤的对手。景文瑞明白了，徐小贤10首诗词无敌，第一轮显然景国大败，败于大臣一人之手。他看向了景国的学子们，生不逢时。天既生徐小贤，何必生我花狱中？此生有徐小贤在，安有出头之日？认识一下，景国太子景文瑞，大臣梁邑县男爵徐小贤，许爵爷大才，太子殿下谬赞，当之无愧。就在二人把酒闲聊之际，评判席上的6名大儒最终做出了决定。老夫这辈子都未曾想过能够在这里见证到如此奇迹。经过老夫与5位大儒的共同商讨，老夫在这里宣布，徐小贤那10首诗词之中，7首诗词可入文风阁。接下来有请费渊老先生继续命题。费渊站在了场中，忽然有些惆怅。接下来的比试其实已无需比试了，老夫只想为许爵爷再出一题，若是许爵爷再能做出几首诗来，老夫便宣布大臣胜利。请费夫子出题。好，请许公子在半个时辰之内做出回文诗10首。什么？这也太难了吧！1首已经足以让所有学子去冥思苦想了，费老夫子说的居然是10首。就连评判席上的5位大儒这时候都面面相觑，所有人的视线落在了徐小贤的身上，就连希望他输的唐宪瑜也不例外。徐小贤微微一笑，拎着酒壶站了起来。我刚才说斗酒能诗百篇，许多人觉得我不知天高地厚，其实我本没太多的兴致去做诗词。在这样的中秋佳节之际，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惬意的吃吃喝喝，能够提笔而书春，但有多少人想过这天下还有多少人吃不上一顿饱饭？徐小贤饱含深情的这么一说，许多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深思的模样。说这些有些扫兴，但不说这些我意难平，说出来我心里会舒服一些。至于你们，我不在乎你们有何感受，我不是指某一个人，我想说的是，在座的所有人都是垃圾。皇帝唐无望变了脸色，所有人都变了脸色。你们既然想听诗词文章，本少爷就满足你们。拿酒来。长安书院有一块碑，上面写着不让有钱之人得势，不让有势之人掌权，不让有权之人贪腐，不让勤劳之人贫穷，不让守法之人被欺。天下少年当为捍卫大臣万民之公平而读书。今日我想问问诸位读书人，你们读书是为了捍卫本国万民之公平吗？狗屁！你们读书为的是功名利禄，至于百姓，在你们的眼里他们就是蝼蚁一般的存在，你们甚至不屑于用眼角的余光去看他们一眼。你们这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尔等可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个国家民才是根本啊，他们用肩膀托起了社稷之重，用他们辛勤的劳作才换来了我们的衣食无忧。但是皇上，你是去过梁邑县的，作为大臣之国君，你可想过如何去改善他们的生活，如何让他们能够过得更好一些，过得更轻松一些？他们是你的子民啊，可你却让他们像狗一样的活着。来人，徐小贤醉了，给朕架出去。且慢，忠言逆耳。大臣有如此忧国忧民之臣，实乃大臣之幸。若是皇帝陛下容不下他徐小贤，将他给本太子如何？哈哈，皇上，岳父我喝多了，说了你不爱听的话。
你记住一句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大臣才建国18年啊，就这狗屁模样。不说这个了。对了，我是来参加文会的，不是给你们上课的。刚才非老夫子出的题是做出10首回文诗，这很简单。桓公，我要吟诗了，酒喝多了我拿不住笔，请桓公为我执笔。张桓公极为担忧地看了看徐小贤，知道这个忘年之交借着这酒意彻底和皇上撕破了脸皮。诸位听好了，先来4首春夏秋冬。应题按柳弄春情，柳弄春情夜月明，明月晚晴弄春柳，晴春弄柳按莺啼，此为春。相连碧水动风凉，水动风凉夏日长，长日夏凉风动水，凉风动水碧莲香，此为夏。雅集文会仿佛是为他而召开。在这场文会上，徐小贤非但有7首词入了文风阁，他的10首回文诗也悉数进入了文风阁。他在这场雅集文会上喝了13壶酒，当他吟诵完最后那一首诗的时候，似乎醉了。我要入宫，我陪你。景国太子景文瑞彻底被徐小贤的才华折服，当然这也是何云皇后安排的其中的一个环节。只不过此前景文瑞并不太愿意，二人出了宴席，徐小贤顿时就清醒了过来。走吧，坐我的马车。若不是你小子今儿晚上这番表现，你知道长梅氏给韦大师开了多少银子取你性命吗？1000万两。我倒是值这个价。云皇后给你开了个什么价码保护我？上车，有我的500侍卫和韦大师保护你，你能安然无恙的回云水别院。但之后我管不到你了，希望你能活着。多谢。徐小贤平安的被送回了云水别院。别院中坐着的除了唐若曦之外，居然还有孤灯下和叶知秋，而旁边站着的是智蕊、石月、韩秋山以及李二狗等人。准备好了没有？按照姑爷的吩咐，都已经准备好了，足足50个。好，姑爷，现在可以走了吗？还等什么？别急，等着秋夜里的第一把火。二狗，上述看着城里起火了没有？二哥、五哥依旧去守着那地方，不允许任何人靠近。等那把火点燃了，我来教你们怎么弄那玩意儿。石月和韩秋山拱手离去，其余人都一脸惊诧地看着徐小贤。有老身和叶大宗师，还有这500战士，哪怕我们全部战死，也定会保你出城。东15大出城会合罗灿灿带过来的北都侯军，就算是中都后谢荣光亲自追来，你也定然无恙。多谢外婆，不过我并不是要杀出去和小师叔会合。那你怎么出去？待会你们就知道了。我们飞出去。报少爷，长安城东西2室起火。走，全部去后院。孤灯下等人依旧一头雾水，不明白这后院里究竟藏着什么。500特种兵战士把守着后院。所有人将这些日子咱们准备的东西统统搬出来。就在孤灯下等人疑惑的视线中，他们看见了一个个巨大的箩筐，还有一张张巨大的牛皮缝制而成的帐篷一样的东西。这玩意儿叫热气球，这是气囊。来，我教你们怎么做。这东西能飞？能飞，还能飞很高很远。这些火油用来干啥？嘿嘿，既然要离开长安了，总得给我那老丈人留下点印象。10万禁军包围一个书生的府邸，可奇怪的是，他们却全都张大嘴巴望着天上，几十个火球在他们的视线中冉冉升起，他们像看烟花一样一直看着。那是个什么东西？那些火球越飞越高，飘到了他的头顶，向京都长安方向飘了过去。不好，若是这些火球掉入长安城就麻烦了。第一位速回京都，第二位随我入云水别院。禁军撞开了云水别院的大门，给本将军搜。然而偌大的云水别院只有噤若寒蝉的60个宫女，徐小贤等人不翼而飞。这特么的，走上马，速速回宫。梅淑然的书房中坐着4大世家的家主。诸位，晋国输了，唐不归若是回国，我等这些年的这笔投资算是失败了。那么接下来诸位以为当如何应对？就算是唐不归登基为帝，就大臣这羸弱的国力，想来他也不敢拿咱们6大世家如何？唐无望为了唐不归顺利登基，他临死之前做出什么事都有可能。老爷，您瞧那是什么？就在这时候，管家指着天上的火球，梅淑然等人转头看了过去，顿时瞪大了眼睛。小心！天上落下火箭，所有人还来不及做出反应，那些火箭射到了四周各处，火焰陡然升腾。快跑啊！梅氏庄园在短短数十息之间陷入了火海之中。他救了咱们的儿子，你就真不能放他一马吗？他骗了朕，他不过是想要打造出那武器来卖给你赚点银子。你知道他很穷。他穷，他比朕还富有啊！掌握炼体之法，又有练兵之法，还有北都侯军马支援。若生有异心，谁能压得住他？当尽早杀之，为我皇儿铺路。这话刚落，他陡然站了起来，凝视着天空。那是什么东西？这长安梅氏不是个好东西，若是一把火将他们全烧死就好了。我需要那些盐场。
徐小贤不知道这把火不仅烧死了长安梅氏的精锐，还一家伙烧死了另外4大家族的族长。哥，这东西会不会掉下去？放心吧，掉不下去。那我们怎么下去？等飞得足够远了，将火慢慢关小，它自然就降落了。说着这话，徐小贤踹了来福一脚，来福蹲在这箩筐中瑟瑟发抖。你怕什么？这东西安全得很。起来，射箭。少爷，你还是把小人丢下去吧，这东西太他妈可怕了。热气球随风飞到了皇宫的上空，石月等人向皇宫泼下了火油。朕这个女婿真不简单啊，他居然能够造出这等飞天之物，若是将这东西用于战场之上，岂不是无人能敌？皇上，这东西神秘莫测，不知道威力几许，还请皇上入殿里避一避。不用，朕倒是想看看他这东西究竟有何用。片刻，皇宫起火，火势熊熊，严公公飞奔而至。皇上，火油，天上泼下来的是火油，还请皇上快快离宫。皇宫大火惊动了长安城里所有的人，黎明时候，皇宫才扑灭大火，到处都是断壁残垣，空气中依然飘荡着浓烈呛人的烟味儿。唐无望在花园中站了一夜，他的眼睛都是红的。朕大意了，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能够造出飞天的这等神物，这就是神物。若有5000个这样的神物，只怕可轻易将整个长安城付之一炬。皇上，奴才已经去寻了个遍，皇城被毁7成，另外梅氏庄园也成了废墟，核心弟子死了13，另外还有4大家族的族长也葬身火海。徐小贤，朕定会抓住你，朕不会杀你，朕要将你的脑子揭开来看一看，朕想瞧瞧你怎么懂得这些东西。少爷，小人这辈子都不想再乘坐了。起来，咱们得准备出发了。徐小贤摆开地图，仔细地看了看。二狗，派斥候前去百里之处的全台山，按照时间算，罗灿灿他们应该已经抵达这里了，就是不知道罗侯爷和叶侯爷有没有到。你想干什么？嘿嘿，咱们再杀回长安，你们说唐无望会不会大吃一惊？杀回长安？你刚才说不知道罗侯爷和叶侯爷有没有到，怎么罗焕熙和叶长空难道离开了南疆战场向这里而来？我不确定，2个月前我就派了人给罗侯爷送了信。这玩意儿还能飞不？燃料不够了，没法再飞回长安。如此就算是谢荣光离开了长安，但长安城还有5万禁卫，咱们是攻城也不容易。无妨，咱们在泉台要待一些时间，攻城并不难。听着徐小贤说的这些话，除了唐若曦，其余人当然都是兴奋的。若是成功，许爵爷摇身一变就成了长安的主人，就是新的皇帝。队伍小行露宿，在第3天抵达了全台山。我带着我爹的大军和你的全部护卫队都到了好几日，你再不来，我们都已经在计划攻入长安去救你了。多谢罗叔出兵救我，也多谢你带兵前来。接下来的日子里，徐小贤等人都待在了山中，所有人都在做云梯、冲车，还有豪桥。一直到9月8，事后传来了京都的一个消息。你说什么？回少爷，当真是谢荣光反了。4皇子的母亲贤妃娘娘收买了谢荣光。1个月前，皇上派出3万刀骑随景国使者离开了长安，迎接5皇子唐不归归国。第6天，谢荣光就带着部队挟持皇上，听说是要皇上现在就禅让，让4皇子唐不惧登基为帝。那皇上同意了没有？回爵爷，而今大臣的皇帝已经是唐不惧了。皇上和皇后被禁足于元安宫里，另外3个皇子被下了大狱，他们的母妃也被打入了冷宫。唐不惧册封了贤妃娘娘为皇太后，拜谢荣光为仲父，封其为大臣大元帅，统领大臣天下兵马。少爷，看我抓住一个奸细。我不是奸细，许爵爷，我是诸葛先生。一堆人围坐在篝火旁交流着情报。小人出来前偷偷溜进去见过长公主一面，他说让小人来找爵爷您，反正都是造反。他觉得这天下落在爵爷您的手里，至少大臣的文风会更好一些。你怎么溜进长公主府里的？1000年以前修建长安城的时候，设计这座城的就是我祖上。你手里还有长安城的详细图纸？没有，但诸葛家代代相传了几条长安城的密道，比如其中就有一条从城外通入宫中，出口正好就在长公主府上。你可知道谢荣光的住处？谢荣光而今就住在皇宫里，不过他和皇上的宫殿都有3000左右的刀骑日夜轮换保护，要想取他项上人头实在不易。当年秦贤、云梦泽全家满门抄斩，是出于你的计策。怎么突然提这事儿？当年是小人救下了云梦泽的后人云13娘。云梦泽当年遗失大皇子，其罪本就当诛啊！许爵爷，长公主殿下叫小人给您带一句话：
他说什么？他说你爹是个混账东西，哪有当着儿子骂人爹的？徐小贤收敛了思绪，扫视了一下众人。接下来，所有将领听令，咱们反攻长安的时刻到了。怎么见鬼了？你真是许云楼大元帅？什么狗屁大元帅？我而今就是一山野散人。我这次来是阻止你出兵相助徐小贤。为何？他可是你儿子。生命本卑微，若能在最美好的年龄绽放出最美好的光彩，或许可刹那光耀人间。说的什么狗屁玩意？你真是许大帅？死了10几年的开国元帅突然复活，所有人都认为的元帅之子身份难明。热衷于权术的皇帝正被儿子逼宫，正准备造反的军队突然变成了清君侧。只是开了一场中秋诗会，这个皇朝忽然就发生了一场巨变。逆子，你这逆子，安敢谋反逼宫？请父皇称虎儿臣为陛下。朕前来，一是探望父皇，二是告诉父皇一声，徐小贤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与罗焕熙住渣男门。父皇，朕真没有要挟父皇让位，他的旗号真不妥。朕想请父皇去城楼上给徐小贤说一声。可你这皇位当真是篡夺的？父皇，您这么说就见外了，这是朕的孝心，当真不是篡夺，只不过是朕不忍父皇如此劳碌罢了。若老子不去呢？时候不早了，那明儿个朕再来请父皇。四皇子离开了，唐无望的脑急气到发作，华神医带着一群御医在给他治疗，却不见效。煎一碗镇定安神的药吧，太上皇这些日子忧虑过度，时日无多了。夜晚龙床旁边只有芸娘和唐宪瑜2人。都安排好了没有？可我还是有些担心徐小贤若是真的成功了，他和皇兄之间的嫌隙恐怕一时半会儿也难好转。他会不会动了野心？不会，这孩子我看得出来，他根本就没有野心。这次若不是陛下威胁到他，我想而今局面大不一样。不过反过来想，也幸亏皇上将他逼出了长安，否则这谢荣光只怕楼槽打兔子，一家伙将徐小贤也给杀了。其实我真的是想要他去死的。就因为他是许云楼的儿子？不，正好相反，正因为他不是许云楼的儿子。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许云楼的儿子？因为17年前云水别院的那场大火发生之前，我去云水别院带去了一个同样大小的婴儿，换走了魏熙身边的那个孩子。你这个疯子，那个孩子现在在哪里？我当然不会告诉你，许云楼这绝情之人当初是答应了要娶我的，你是知道的呀。可他这个负心汉。那现在的徐小贤是谁的孩子？我也不知道，原本是个傻子，那时候多好玩，可没想到竟然忽然变聪明了。这么说，徐小贤府上的那个叫张秀的管家是你让中书舍人徐瑞派去的？当然，许云楼确实没死，我比谁都确定，因为除了我和张秀，没人知道在大陈4年，许云楼去了一趟梁邑县，送去了一个年仅2岁的小女孩，她才是许云楼和魏熙的孩子，她就是智蕊那丫头。云皇后再一次被震惊得无以复加。当初见过智蕊之后，她心里就有了异样。那为什么许云楼没有让他们兄妹相认，而是让智蕊成了徐小贤的丫鬟？我也不知道，张秀说她当时就是这么安排的。就在这时候，外面忽然传来了一阵骚动，严公公飞快地跑了进来。娘娘，殿下，徐小贤开始攻城了。两方军队相争如火，中都侯谢荣光却没想到徐小贤的百花特章护卫队已经由密道潜入了城中。徐小贤没想到自己的爹许云楼正躲在暗处准备看戏。徐小贤和东十五踏入了云安宫。伯母可还安好？还不错，坐。他是谁？哦，介绍一下，他是孤灯下的小师弟，我的小师叔东十五。唐宪瑜的视线落在了东十五的脸上，他忽然微蹙了一下眉头。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许云楼没有死，这是罗焕熙罗叔带给我的消息。这一路我都在想，今天这一切是不是他在幕后操纵？我思来想去，他所想见的恐怕就是我亲手杀了伯父。那你杀还是不杀？我本来是睚眦必报的性格，但现在我改变了主意，决定不杀他了。我可不想让许云楼高兴。为什么？被府上管家欺负了14年，睡柴房吃汤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实在是心有怨气难平。他不让我舒服，我也不愿如他的意。其实皇上脑疾发作，时日无多了。唐宪瑜一直听着，此刻他忽然看向了东十五。你生在东岳15，父母是哪里人？打酱油的。东十五一怔，点了点头。我是个孤儿，没有父母，是师姐，也就是孤灯下将我捡来养大的。能不能把你左脚的鞋子脱下看看？这话一出，徐小贤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东十五愣了片刻，我脚很臭啊。无妨。东十五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看自己的脚，可还是一言语脱下了自己的鞋子。你们究竟在看什么？大臣开国前，我生过一个孩子，生于东岳15，
这位小哥叫东石武，正好又是孤儿，所以我以为他是我那失散多年的儿子。那看他的脚干啥？我那儿子生有6根脚趾，这是我唯一能够辨别他的法子。这位小哥是正常无指，自然不是我失散的儿子。芸娘在黯然神伤，唐宪瑜心里也不太好过。东石武惊讶地听着云皇后说那凄迷的故事，没有人看见徐小贤，脸色豁然一变。徐小贤倒吸了一口凉气。按照正常的剧本，这时候正是我和唐无望杀得死去活来的时候，这剧本是不是许云楼写的？张秀、智蕊、大管家。徐小贤这一下子想通了很多。除了脚趾，你那儿子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特征？倒是还有一处，但那处特征若是不仔细去看就看不太清楚。是怎样的？他的屁股上有一个很淡的印记。徐小贤坐直了身子，这一刻他确定了自己就是云皇后和皇帝唐无望的儿子。在梁邑县的时候，因为屁股中箭，智蕊和季月儿都见过他屁股上的那胎记。就在这时候，关山和望月带着2000特种兵押解着当今皇帝唐不惧来到了云安宫里。报少爷，任务完成。好，战况激不激烈？尚好，我们消灭了3支巡逻队，抵达永乐宫时又杀了些刀戟，将唐不惧押过来给本少爷瞧瞧。诸葛先生此刻也站在这里，他的眉间微蹙，这里没有出现他预料中应该发生的事。徐小贤不是应该将芸娘以及唐无望一并擒获的吗？怎么在喝茶？你这反贼，谢大元帅定会将你碎尸万段。唐不惧，你真不惧？朕乃天子，何惧之有？押着他去永安宫，和来福他们会合之后，一并去南城门处。这一场皇宫突袭战，并没有如长安百姓所预料的那般激烈，甚至许多百姓一觉醒来之后，都不知道战斗已经结束，只是维持皇宫秩序的人变成了徐小贤的人。当所有的朝臣们进入了宣政殿之后，才发现了异样。那高高的皇位上坐着的不是皇帝唐不惧，而是正在翻看着折子的徐小贤。这是怎么回事？皇上呢？难道？我是徐小贤，谢荣光输了，我赢了，你们一切照旧。若有不服的，脱下这一身官袍，滚！行了，我走了，你们该干啥就干啥去。左相严宽和右相江上游面面相觑。等徐小贤走了，群臣们这才哗然，一个个窃窃私语。徐小贤赢了，皇上没了，这大臣的天变了。身为开国元帅之子的他，没想到本来是造反，却陡然变成了清君侧，更没想到自己的身份竟然不是元帅之子，而是皇帝的嫡长子。更让他绝望的是，他还被前任皇帝许配了一个公主，而这公主又跟他前世的爱人一模一样。他心乱如麻，一时没有暴露自己的真正身份。许云楼的儿子究竟在哪里？我将那孩子交给了诸葛先生，让他将那孩子给丢弃了。你不知道那孩子放去了哪里？这事只有诸葛先生才清楚，恐怕早死了。诸葛先生呢？唐宪瑜转头看向了徐小贤。这2天未曾见到诸葛先生，他不是你的人吗？他根本不是我的人。那他是谁的人？许云楼的人。特马的真复杂。许云楼的人，那诸葛先生肯定不会将许云楼的孩子给随意丢弃，派人抓捕诸葛先生。徐小贤立马起身，安排了一番之后，又走了回来。听了这个消息，你应该吃惊才对。为啥你看起来就像知道这事一样平静？我脑回路比较长，等抓住了诸葛先生，自然也就知道了。我时日无多，希望能马上昭告天下你和若曦之间的婚事。朕不管你是谁，朕既然已经答应了你将若曦下嫁给你，这件事朕马上的做。徐小贤一听就急了。皇上，这事不急，我和若曦还有些事情要做，婚事暂时不能告知天下。为啥？这他妈能为啥？爱人变兄妹。这出戏演砸了。老爷，确实演砸了。徐小贤没有杀唐无望，唐无望将他逼成那样，他见了唐无望没有动刀，这是为何？或许是见唐无望活不过几天了吧。这么说，他会在这2、3天里下旨将唐若曦许配给徐小贤，终究还有一幕好戏。老爷，少爷还在徐小贤身边，接下来怎么做？什么都不做，你去吧，我在这里再做会。3天后，唐无望气若游丝地躺在龙床上，徐小贤独自一人安静地坐在床前，看着越来越虚弱的唐无望，心里有些微恙。那道传位的诏书，唐无望立好了，并交给了徐小贤负责保管，但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在这封盖有传国玉玺的诏书上，他没有落下继位者的名字，那里留白让徐小贤自己去填。你下大棋的水平很烂，皇位都差点丢出去，你安心走吧。将来不论谁当皇帝，我都会将这大臣治理的繁荣富强，肯定比你在位的时候会好很多很多。可惜你看不见了，或者你在皇陵里也是能看见的。反之，大臣交给你了。你放心吧，大臣会安好，还会更加强大。就算是漠北3州，我也是会要回来的。朕答应过你给你们主持婚礼的，朕没有做到。皇上，你还有什么遗愿？帮朕找到朕的长子。好。
唐无望露出了一抹笑意，他抓着徐小贤的手渐渐地松开。徐小贤心里一紧，他俯过了身子，在唐无望的耳边低声地喊了一个字：爹。这个字似乎充满了某种魔力，唐无望本已消失的生机在这一瞬间似乎又回来了。他猛然睁开了眼睛，眼里有惊诧，有期待，有难以言喻的欣喜。真的，看看，我真的就是你失散了19年的那个儿子。你看看，6根脚趾，错不了吧？我没有骗你。我的儿，许云楼，这局棋你终究是输给我了。似乎是完成了最后的心愿，唐无望长长的呼出了最后一口气。他闭上了眼，脸上的笑意却在这刹那间永驻。是夜，皇宫里丧钟长鸣，徐小贤披麻戴孝。唐无望死了，小人听说了。徐小贤摄政，他没有让人给唐无望陪葬，仅仅是让全城的人戴孝一天。你说徐小贤知不知道是他父亲死了？以小人之见，如果他们父子已经相认，唐无望是肯定会传位给徐小贤的，却没有，所以小人觉得恐怕徐小贤和唐无望并不知道彼此的真实身份。但徐小贤和唐若曦的婚事却再无丝毫消息。老爷以为他们已经相认，或许吧，这个不重要了。他走了就没意思了。我和他并肩战斗了8年，他这个人啊，怎么说呢？其实还算是个好人，就是心太软了一些。当年建国之初，我说那些商贾巨富全该抄家灭族，将他们的家产统统没收，用来赈济天下百姓。可他不同意，说那些年打仗，老百姓们出了力，许多的商人也出了钱财，都为大臣的定鼎付出了他们的诚意。这些商人还不是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诸葛先生安静地听着。我们之间有了不一样的政见，我认为大可以降低官员们的俸禄，官员和百姓同样一视同仁。可他说寒窗10年，当了官，却和老百姓一样过着清苦的日子，还有谁愿意来当官？我们都出于草莽，彼此并不能说服对方。我想杀了他，我来当皇帝，我想证明给他看，大臣没有那些商人会变得更好。诸葛先生讷讷不言。可我当然没能杀他，因为云娘和唐献瑜的阻止，更重要的是因为魏熙的阻止。许多人都反对我的看法，那一刻我很生气，非常生气，所以我一把火烧了云水别院。我不想我的儿子生活在这没有公平的世道里，我不想我最爱的妻子和我不是一条心。他们若是都死了，再没有人阻止我，我会重回梁邑县，带着留给大管家的刀锋再杀回长安。诸葛先生大骇，难以置信地看着许云楼那张似乎扭曲了的脸，他才知道这云水别院的那场大火不是唐无望派人来烧的，而是许云楼下手干的。他居然想要烧死他的妻子和儿子。但后来我让魏熙和那孩子活了下来，他不知道这把火是谁放的，我不说，他至今以为是唐无望。唐无望也从未曾对任何人解释，他变相的承认了，所以他是个好人。许云楼说了很多，诸葛先生心里有些发抖，一句话不敢多说。好不容易等到许云楼说完离开，他赶紧跑了出去。少爷，诸葛先生抓住了。在哪抓住的？就在大街上。带他进来。诸葛先生躬身站在了徐小贤的面前。你是故意现身的吧？坐。谢。小人该称呼你为皇上呢，还是陛下呢？这特么有区别吗？直接说正事。我就想知道许云楼的儿子，当年你放在了哪里？少爷，小人现身，当真是想向少爷说说这事儿，还请少爷将云皇后、长公主以及孤灯下都请来。好，来福，去请云皇后、长公主还有孤灯下前来御书房。来福领命离去。我以为你会跑。小人这些年收集了一些这朝中大臣们的苟且之事，说不定对少爷整顿朝纲有一些用处。诸葛先生从怀中摸出了一本小册子，双手递给了徐小贤。这里面几乎都是和6大世家有勾结的官员，他们的那些破事儿，小人都记录得清清楚楚，保证句句详实。少爷看后，可派人循线而查，一查一个准。只不过这查了之后，这庙堂之上怕是没几个可用之人了。徐小贤接过了这小册子，翻开了第1页，上面赫然写着左相严宽之罪状。好家伙！御书房的门关了起来，门口是来福亲自在看守。众人聚齐，顾灯下难以置信地问道：按你这么说，东石武才是许云楼的儿子？开国将军只是因为和皇帝政见不合，就要杀自己的妻子。为了报复皇帝，他竟然隐身幕后，找回皇帝丢失的长子，暗中推动父子相残、兄妹恋人的毒计。当年长公主将许云楼的儿子换出来交给了老夫，老夫既知是谁的孩子，自然不会让他真死。那时老夫以为许云楼尚在外领兵，寻思将这孩子留在京都极有危险。许云楼当年随着孤大当家学艺了一段时间，所以我想这个儿子放在孤大当家的身边最为稳妥，所以孤大当家捡到的这个孩子正是许云楼的儿子。诸葛先生看向了目瞪口呆的东石武。你就是云楼先生的儿子，老夫在你的襁褓中留下了一个生辰，冬月15。那我的孩子呢？你可知道？诸葛先生看了看徐小贤。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云皇后一惊，也看向了徐小贤。
当年娘娘将孩子托付给云梦泽，虽然说是在战乱中遗失了，可实际上却被许云楼抱走，只是不知为何没有将这孩子送入宫里交给娘娘，而是将这孩子留在了小人的府上。后来呢？后来许云楼和先皇政见不合，离开了京都，再行剿匪之事。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走了，至少在大陈元年他没有再回来过。其实不是这样，大陈元年冬月15，也就是魏熙诞下孩子的前夜，他有回到长安，但他并没有在云水别院现身。直到腊月初8，他在云水别院放了一把火，将云水别院烧了个干干净净。你是说云水别院的那场火是许云楼放的？正是他亲口对小人说的。那许云楼知不知道魏熙身边的那孩子已经被换掉？他知道，因为小人没有瞒他。后来许云楼去了凉邑县，从小人府上带走了娘娘的儿子，取名为徐小贤，放在了凉邑县，让所有人都以为您是他的儿子。此后的事你们都已经知道。你一步步在他的安排下走到了今天，在某些重要的地方，你所做之事出乎了他的预料。比如你应该在京都被先皇杀了，再比如他没有料到你能够飞出长安。我听罗叔说他曾出现阻止罗叔起兵助我。不错，但罗侯爷没听他的，这也出乎他的预料，从城外的暗道进入皇宫。这是长公主殿下让小人去告诉你的，但现在小人想来，这之前殿下应该见过许云楼，而这应该是许云楼的意思。徐小贤看向了唐宪瑜，唐宪瑜微微一叹，点了点头，从袖袋中取出了一只竹蜻蜓。四皇子篡位之后，他让姬玲珑给我送来了这东西，我一看就知道是他亲手做的。我知道了，他来到了长安，于是在云水别院和他见了一面。他说唐不惧得位不正，若是我想要将皇兄救出来，就只能依靠你，所以我派了诸葛先生去找你。你真来了，现在我才明白，或许他想要的是你入了皇城之后被谢荣光所杀，也或者你愤而冲入皇宫将皇兄斩杀。幸亏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不然我如何对得起皇兄皇嫂？云皇后极为紧张地看向了徐小贤，能不能看看你的左脚？徐小贤脱去了鞋袜，露出了那只生有6指的左脚，怯怯地叫了一声娘。我的儿啊！我是许云楼的儿子，我爹是大臣大元帅，他一直想徐小贤和唐无望父子相残，甚至要一把火将母亲和我一起烧死，这特么什么爹啊！现在我怎么办？夜风微凉，云安宫里烛火摇曳。在凉邑县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娘对你就心生亲切，真的，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总觉得很熟悉，总觉得似乎在哪里见过。儿啊，这些年你受苦了，幸亏我儿命大，不然娘这一辈子恐怕都难再见到你。其实在凉邑县见到您的时候，我这心里也极为亲切。娘，现在好了，父亲虽然去世，往后余生儿子会陪在你的身边。等你弟弟回来，咱们家也算是再次团聚。可惜你父亲不知道，若是他再多活2天，若是他知道你就是他苦苦寻找的儿子，恐怕他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儿啊，不要怪他，毕竟他一直以为你就是许云楼的儿子。其实这18年来，他都有派安一卫在各处寻找，他是希望能够找到你的。从这一点而言，他也算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孩儿没有怪他，其实在他临终前，我有告诉了他这个消息，他走得很安详，应该没有啥遗憾了。云娘一怔，想起了那夜里和唐宪瑜说着儿子的特征的时候，徐小贤就坐在身边。你怎么不告诉娘？我当时心里也很乱，想到了我的过去，想到了我和若曦的婚事。冥冥中自有天意，还好终究没有出现人伦丧失的那一刻。娘，我能否不当皇帝？为何？你是大皇子，再者以你的本事登基为帝才是最好的选择。我本是间逍遥客，奈何身心困凡尘，我本来就胸无大志，只想做个富家翁罢了。95之位当真没有想过。徐小贤说出自己内心所求，云皇后苦苦相劝无果。也罢，左右还有些时间。对了，你一定要小心许云楼。我问过了唐宪瑜，兰闺坊每一年纯利在3000万两银子上下，诸葛先生负责打理，其中诸葛先生占1成，唐宪瑜占2成，而其余的7成归许云楼所有。这么多年下来，许云楼手里掌握的银子绝不少。一旦大臣乱了，说不定某一天他就会杀回长安。徐小贤一惊，不好，许云楼恐怕已经有了一支强大的军队，那他下一步很可能借着质子回国这个机会做文章，我得派人去迎接弟弟。云阳一怔，点了点头。爹，你说徐小贤会当皇帝吗？多少人求而不得的东西，他咋就不动心呢？人各有志嘛，不过走到了这一步，其实当不当皇帝已经不是徐小贤自己说了算。这次起兵有他自己的人，也有我的人，更有其他几个侯爷的人。
这其中有人盼着改天换地，有人盼着从龙之功，这么多人盼着，你说他能有选择吗？哎，当皇帝也挺没意思的。你小子，赶紧给老子成亲才是正经事。正聊着，一个卫兵带着徐小贤走了进来。罗叔，我得到了一个消息，许云楼可能正在集结兵力，想在路上伏击唐不归，意图使大臣生乱。那不正好吗？唐不归不归来，你就能名正言顺当皇帝了呀！你爹这怕是在为你开路啊！可我今天才知道我是唐无望的儿子。啊，你说啥？罗焕熙震惊地看向徐小贤，徐小贤这才讲起前后经过。听完，罗焕熙大手一摆。莫要小看皇家刀旗的实力，一帮乌合之众根本不是皇家刀旗的对手。我原本也是这么想的，可今儿个我又得到了一个消息，这18年来，许云楼得到了不少银子，他是曾经的大臣大元帅，一手创办了刀旗。如果他用这些银子再武装一支数万人的刀旗，他亲自率领这数万刀旗去袭击唐不归，你觉得去迎接的3万刀旗是他的对手吗？他哪里来的那么多的银子？开兰归方正的，我派了来福率领1万刀旗前去支援。希望这事不要成真。罗焕熙沉默了片刻，徐小贤是没有必要告诉他这件事，但现在徐小贤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而自己曾经是许云楼的部下。许云楼不是曾经的许大帅了，无论你怎么做，我支持你，要不然我率领2万刀旗也去。多谢罗叔，我也想亲自见见他。身为皇子，却被一个将军的管家欺辱了14年，不仅睡在漏风漏雨的柴房，更是吃剩菜泔水过活，只因开国将军是个偏执狂，仅仅因为政见不合就抱走皇子，丢在自己府上任其自生自灭。可奇怪的是，开国将军一边任由府上管家欺辱他，一边又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府上做婢女照顾他。皇子十分不解，终于在迎回质子的时候，带兵遇见了开国将军，问出了自己心中所有疑问。你为何要假死脱身？云水别院的那场火究竟是怎么回事？作为大臣开国大元帅，你已经位极人臣，就算是先皇也无法危及到你的性命，你根本不需要做出假死脱身这样的事，除非是你和先皇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许云楼静静地看着这个自己名义上的孩子。当时你在军中拥有极高的威武，先皇也并没有做出杯酒释兵权这样的事来，以你的枭雄之资，极大可能会反杀了唐无望，让自己成为大臣的开国皇帝。可你却没做，为什么？原因诸葛先生不是给你说过了吗？确实说过，不过我不太相信你真是那能做出杀妻灭子之事的极端之人。唐若曦那姑娘挺好，她对你一往情深，深到了不可自拔。你知道的，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许云楼脸上突然露出了一抹惆怅，他望着天上明月，有些艰难地说了一句：有些事我对不住唐无望，我们亲如兄弟，是亲密无间情同手足的兄弟，可我却做出了对不住兄弟之事。若曦的母亲是东郡侯夏重山的妹妹夏雨桐，而夏重山是我的部下。若曦生于大臣元年9月初1，她不是唐无望的女儿。徐小贤豁然震惊，他盯着许云楼的侧脸，过了许久才深吸了一口气。二皇子唐不语生于三公主唐若曦之前，那就应该在大臣尚未建国的时候，那时候夏昭容显然已经嫁给了唐无望。许云楼给唐无望戴了一顶绿帽子。徐小贤忽然又想起了一个问题。唐若曦生于大臣元年9月初1，云水别院的那场大火发生在大臣元年腊月初8，而许云楼离开长安前往梁邑县是在大夏2年初。如此看来，许云楼干的这不地道的事显然被唐无望知道了，他只有离去。随后唐无望给了许云楼一道旨意，命他前往漠北战场监军，然后许云楼死在了漠北战场。徐小贤脑子里顿时灵光一现，他抓住了这一脉络，大致弄明白了许云楼要假死的缘由，也大致明白了云水别院为什么会有那一场火。真尼玛畜生啊！云水别院需要那一场火，如此魏熙和你的孩子才能离开云水别院，才能隐姓埋名的去往你身边。可东15为什么后来又被丢在孤灯下屋前？难道是魏熙知道了你的事，因爱生恨，对自己亲生的儿子也看不顺眼？许云楼默然不语，可许小贤还在追问：智蕊又是怎么回事？智蕊也是我的女儿。云水别院那场大火之后，大管家带着魏熙回到了我的身旁。魏熙，她在生下智蕊之后4年因病先去，我带着智蕊去了一趟梁邑县，将年仅4岁的她放在了徐府。我窥见了唐无望，我想就让智蕊当你的丫鬟，去世后你一辈子。可那位大管家张绣却差点让我和智蕊活不下去。若真是那般，我也只能说是天意了。若不是你现在从我爹变成了老丈人，我真想给你一棒子。你往后如何打算？自然是当我的逍遥夫家翁。许云楼微微一笑，没有嘲讽他这微小的理想，因为他知道这并不可能。如今徐小贤的皇子身份曝光，加上以往所为，徐小贤根本就没有退路，而事实也是如此。这农业税是不是缓一缓再免？毕竟它依旧是税收的一个大头，万一商业税收不起来。别担心，大臣有人口4600余万，其中农业人口就达到了3000余万，这确实是个大头。但大臣的农田产量不高，也就是说农民产生的效益极低，远远不能和商业产生的价值相比。殿下，下官寻思，这一家伙给商业税增加了这么多，会不会造出商人的不满？商人最擅长的就是算账，他们会算得明白的，何况此后会推出一系列的措施来繁荣商业。这件事你们2位作为宰相务必给盯紧了，户部需要派人去到各地宣传新的税法，朝廷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坐在公堂里。明年是新的一年，我要看到整个大臣新的景象。
从朝廷官员抓起，凡有懒政者，凡有侍卫素餐者，凡有贪赃枉法者，定不轻饶。是。还有那些破折子，从今往后溜须拍马、歌功颂德、上表功劳者，一律不要送到我面前。这样的官员就不要任用了。但任何地方发生的不好的事，我都要知道，尤其是灾荒和匪乱。另外，明年春末开一次恩科，我亲自出题，选拔一批年轻有为的人，淘汰一批无用之人。另外，我手里有一神物，能亩产4、5千斤，曾在梁邑县大规模种植，现已收获。你们安排人将此物推向全国。行了，就这样吧。徐小贤挥了挥手，想让官员们离开，可文臣武将没一人动弹。咋？还有事？殿下弄出土豆这种神物，是大臣百姓之福啊！更别说殿下提振商业，无偿拿出百花玉脂、蚊香、状元红等物的配方，殿下治公之心天日可见。大臣如今虽蒸蒸日上，然则国不可一日无君，社稷不可一日无主。臣等请殿下克记大头。一帮文臣武将当即在朝堂上跪了下来，打了徐小贤一个措手不及。你们这是干啥？胡闹吗？这不是。这是云皇后走入朝堂，带着徐小贤所认识的一帮人，这其中有季月儿，有唐若曦，有简秋香，有张桓公，有罗焕熙等人。娘，你这是干啥呀？请我儿登基。听说过逼宫的，没听说过逼着当皇帝的。请殿下继皇帝位。徐小贤连连拒绝。这场请进活动持续了1个月，这期间，徐小贤甚至把当完质子归国的唐不归推了出来，声称可以由自己弟弟唐不归当皇帝，吓得唐不归疯狂摇头。第9位质子，不通大臣内政，绝不能当皇帝啊！兄长才德盖世，爱护百姓，理当继位，还请兄长万勿推辞。徐小贤看着一脸求生欲的弟弟，内心十分无奈。亲弟弟不当皇帝，把皇位交给其他几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他更不放心。群臣苦苦劝谏，最终3辞3让后，徐小贤只得答应。看着堂下群臣，徐小贤仿佛看到了未来几十年的牛马生活。天可怜见，我真没想当皇帝啊！你们当真是害苦了我。徐小贤最终还是当上了皇帝。继位后，他励精图治，铲除世家，并且封姬月儿为皇后。其后拼命治理了大臣10年，徐小贤都快被皇帝这个职业折磨疯了。为了能清闲些，他搞出了内阁。20年后，大陈国力大振，寰宇无敌。统一周边国家后，徐小贤又搞出了君主立宪的苗头，终于在赶50岁成功退休。徐小贤在位期间，不但推广土豆、玉米，还引领农人提升其他农作物产量，更是发明了蒸汽机、火药等诸般造物，并改革吏治，发展教育。后10载，光兴帝徐小贤在位期间，功德巍巍，开创大陈500年盛世。百姓出则无兵危之患，居则无饥馑之忧，生活富足，物阜民丰，四海升平。